戎全省仅有9人获得，而这9人之中，重修更是鸾堂的代表中唯一受奖之人。此一强修心计，不但给重修莫大的鼓励，亦是让天下众生了解一点，即鸾堂的使命，乃是在于引迷入悟，而不是在悟众生，更是导引众生归入正道的一条康庄大道也。祭佛，此不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最好证明吗？也是贵堂多年来的努力，更是重修辛劳的代价。时间不早了，快上莲台，我们走吧。飞鸾，是。与师尊您谈话，真的是一种享受。且听师尊的开示，更是一种收获，只是时间不允许，否则真不想就此中断。弟子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吧。祭佛，著书要紧，谈话是其次，多的是机会呀。好，坐稳了，起。到了。玉官已在等候了，飞鸾快上前请安也。飞鸾，是。弟子飞鸾叩见玉官，晚安，有劳玉官和列位先斟酒后了。玉官，欢迎。欢迎。飞鸾快请起，祭佛请入城内奉茶，下官代飞鸾至活玉现场采访也。祭佛，好。好，你们去吧。玉官，飞鸾，随吾来吧。飞鸾，是。弟子遵命。耳中又听到了惨叫的声音了，真凄惨哦。玉官，到了。飞鸾可慢慢观看，再提出问题也。飞鸾，是。看他们悲惨的模样，弟子真是于心不忍。可是为了著书又不得不看，哎，怎么台上这些人躺在这里，头部都被重物压着，有的压全部，有的压一半，看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痛苦万分。请问玉官，这些人的肉体是否就是头部疼痛？他们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呢？玉官，不错，其生魂被重物压住头部，表示使其头部疼痛。你看，那重物大小不一，乃是其业力不同，因而所受之果报亦不同。此乃因前世或今世喜好谋算他人或巧计陷害别人，加上所行均为不正的行为之故。因世人往往以为偏头痛或头疼乃是小事，殊不知除了不小心偶染风寒之头疼外，平时之疼痛即是还债的证明。因此奉劝世人切莫巧计谋算他人，否则到头来受苦的仍然是自己。飞鸾，请问玉官，如若有人其头疼均有一定的时间，此如说每个月到了某一天一定会头痛，这又是为什么呢？玉官，这便是前世所累积而来的业力，也就是有冤亲债主前来所讨之故，此时便要行善功，立善变而其解消此项因果关系。虽生
魂亦有居提至此受苦，一旦所行功德足以抵消这因果，自然就不会再有头疼之苦了。飞鸾，那原来如此，谢谢玉官解说。再看这一边台上之人的手，有的被扭到后面，有的被吊起来，有的被罚提很重的东西。这种惩罚看起来似乎也是很难受，不知他们身犯何罪而必须受此刑罚呢？玉官，此病之发作，乃是在其肉体会有手酸、手痛或时常举不起来，有则连睡觉之时亦会觉得酸痛麻木，这就是身魂受罪，肉体也一起受苦之表现。飞鸾，那为何会如此呢？玉官，其乃因行为不当，而这种惩罚亦分为前世或今世，其业力乃是手指长辈，对长辈无礼，对长辈说话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或指风骂雨，指神骂佛，或前世或今生身为男子，喜爱对女子毛手毛脚，或喜贪小便宜，拿不属于自己的小物品等等不良行为，都在此一刑罚之内，种种不一也。飞鸾，原来如此，可是这在一般没有修道之人来说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一个有受过真理洗礼的人来说，可说是明知故犯，那么这种刑罚是否会轻了一点呢？玉官，如果是一个未闻大道真理的凡人，犯了此过错而受此刑罚，乃理所应该。但如系一个修持之人，明知而故犯，其所受的刑罚自是加倍的审重，这在天律的判定都是公平的，绝不私偏也。飞鸾，对不起，弟子失言了，弟子只是希望让修道之人能明白，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祭佛，无妨，无知非鸾你的心意也。100%。飞鸾，谢谢玉官。这一边就不同了，他们是脚步有的被重物压着，有的被高吊着，有的像被绳子绑着，旁边还有差役在用力拉紧，看他们个个哀叫不已，实在很可怜。不知他们又是身犯何罪呢？玉官，其脚步有的酸，有的痛，有的酸痛都有，此乃是其所犯之罪轻重而受苦的情形不同，因此使其酸痛的时间亦不同，其发病之原因亦分为前世或今生所造之罪业。脚步有问题，表示其所行之路有所偏差，有则喜走灯红酒绿的地方，有则所做之行为有所偏失，有则未能固守自己之职务，受外缘牵引而失职，如贪污或图利他人等等。重罪者有时会使其发生意外，不是脚骨断了，就是必须锯掉。此乃警告其人所行所为有违天道人常之意也。飞鸾，那如果是手脚的关节所患的关节炎或风湿痛，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呢？玉官，
当然也免不了有这些因素的成分，但有的是因生产之后的保养不好所产生的后遗症。可是大部分的原因乃是打胎逆女，而导致阴灵无法与自己结消姻缘，方会附在肉体，使其酸痛难当，来消此怨恨之心。关于此点，容后再详细述说其缘由。飞鸾哦，原来是这样，弟子明白了。再看看这边这些人为何被捉来吊在空中，虽未见受到任何刑罚，可是看他们的样子，必定也是很痛苦的。因为用带子绑在腰部吊起来，就好像吊猪一样，所以一定也是很难受的。请问狱官，他们所犯的不知是何业因？狱官，吊生魂之腰部，其肉体则会产生腰部酸或痛或无法直立，此都是前世或今生没有好好做人，行为不端正或纵情声色，背地里和正面是二种角色，也就是所谓的两面人，没有顶天立地的胸怀，是其业力，其生魂受苦之情形及时间亦不一。因此，昔世人明白，切莫暗示欺心，须知神目如电，枕边私语有如天雷，世人如何作为？天就是一面大镜子，立即反映在自身而遭受果报。如因前世或有些许功德，或有祖德庇荫，也只不过是延缓了受刑的时间，一旦时至，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过之人也。飞鸾，哇，好可怕哦！世人都有一种心理，总认为在暗地里做坏事又没人知道，殊不知别人虽然不知道，可是神明却是什么都知道。想来还是得小心行事，不要以为没人看见就什么都可以做。这样一来还是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难怪会无法直立做人了。另外这一边面部朝下趴在平台上的人，只见差役手上拿着皮鞭，鞭打台上之人的背部，只见受刑人哇哇大叫，看其背部血淋淋的，真是好可怖又好可怜哦。不知其业因为何？请狱官明示。狱官，此乃有福之人不知惜福，时常不满现状，私怨他人，见不得他人好，或见到他人成功即口出无状或毁谤，背地里说人是非，道人长短等等，活欲拘其生魂前来，使其背部受刑，重者虽是醒来，背部除了酸痛之外，有时亦会出现疤痕，那便是受刑之证明。而轻者除了醒来背部稍觉酸痛外，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然世人往往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过少所产生的血液循环不良或筋肉拉伤之故，其实病痛各有各的前因后果，悉世人深恶之有。其在仙佛方面切莫毁谤，在道场方面切莫损人，因此种之果报甚速，宜速速改之。
须知修行人如犯这方面的过错，其业报更会加重，此时应多行善功，忏悔前非，护持道场，方是正确的做法也。非鸾是玉官的金言良语，正是世人的良心计，相信世人当会有所体悟。感谢玉官的详尽开示。祭佛，时间很晚了，非鸾我们该走了，下次再来吧。告别玉官，上莲台吧。非鸾是，感谢玉官今晚的开示，弟子就此叩别了。玉官，不用客气。恭送祭佛法驾。祭佛，非鸾上莲台坐稳。非鸾，弟子已经坐稳了，请师尊启程。祭佛，起，众生堂已到。非鸾下莲台，魂魄归体，老衲走了。非鸾，弟子恭送师尊法驾。驾，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活玉现行记533 CHTML 005第5回心性邪恶损阴质，善为善应永无差。006第6回缠绵病榻受苦身，不施行善免脱魔。007第7回灾劫病光功德牌，诚心作福圣神佑。加05第5回心性邪恶损阴质，善为善应永无差。济公活佛降，祭曰：莲台山上飘云彩，飘向人间彩云开。莫道世间谁无过，悔改忏悔迎圣台。祭佛，世人研读活玉现行记之时，必须明白此书乃是上天慈悲，为度化众生之灵性，方泄露生魂受罪之情形。但所采访的区域乃之列举其一、二，希望众生能明白自己是否也有犯下同样的过错，而加以改进之。否则，以活玉之广阔，如要一一游遍或访问完毕，恐怕非得用上3年5载的时间不可，尚不知能否游完呢。但现因天时紧急，均是以点到为止的方式，让世人自悟自得。但愿世人能明白上天之本意也。非鸾，师尊晚安。方才师尊是说，我们所采访的只是活玉的一部分而已，不能够全部游遍之意吗？祭佛，不错。著书之意乃是警示之用，只要世人明白，并能举一反三，随时注意自己的行为，如此活玉之现世就达到目的了。非鸾，这么说来，我们所游历的地方，并没有1/10咯。祭佛，非但没有1/10，恐怕连1/1000都不到呢。咱们师徒只是择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著书劝世，否则世人病痛千万种。若要一一访游，那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恐怕到时此本活玉现行记也已无法达到劝世之价值了。非鸾，哦，那好可惜耶。不过，只要能让世人明白各种病痛必有
其发病之原因，使其知道要常存忏悔之心，常怀感恩之情，多行善功，多造阴德，修心养性，则其病痛自然会慢慢的消失，那弟子也就心满意足了。祭佛，哈哈哈，不错，非鸾聪慧多了，贵堂不也有甚多之堂生，在吃药打针无效之后，以行功立德而使病痛消失的例证吗？非鸾，对，这种例子在本堂可说是多的不胜枚举。如果要全部写出来，也足可载着成一本感应录了。祭佛，这个就是证明了吗？因果无人可替代，唯有自己多行善功，方能消除业力。只要功德足够，其业力必然消失。业力消灭后，病痛也就自然的消灭了。因此，昔世人在病痛缠身之时，能反省忏悔前世或今生之行为，必能渐渐改变其受病苦之业力的。时间不早了，飞鸾上莲台，咱们该启程了。飞鸾，是，每次与师尊谈话，总是达到忘我的境界，真好，弟子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祭佛，好是好，可不能把著书的任务给忘了。好，坐稳了，起。到了，玉官已在等候了，飞鸾快上前拜见。飞鸾，是。弟子飞鸾拜见玉官，有劳诸位甚斟酒候了。玉官，不必客气，快请起，请祭佛入城内奉茶。下官带领飞鸾到活玉现场采访即可。祭佛，好，老衲就在办公室等候了。玉官，飞鸾随吾来吧。飞鸾，是。每次都劳烦玉官，真过意不去。玉官，飞鸾不必客气，你乃是奉旨灵游著书，吾本就该协力帮忙。何况此书若问世，不但可劝化不少迷途之人，而活玉也借着贵堂善书的发行，头一次在阳间出了名呢。哈哈哈！飞鸾，玉官说笑了，此次若不是上天慈悲，弟子焉有此机缘前来探访？而世人又怎能幸运的有此机会探的原因，加以忏悔改进呢？玉官，说的极是。但是，虽然采访只是点到为止，也足可警惕世人了。至于为何不能便由采访，此乃涉及种种因素，而杨氏之源因更多，因此不便多言，也不便一一泄露更多。若在探访期间有不尽详细之处，昔世人能明白非是传真有误，乃是有不可言之天机也。飞鸾，是的，弟子也稍有所悟，毕竟人世间种种是非及成见太多了，弟子明白。玉官，如此甚好。到了，飞鸾，你可说说今日之所见。飞鸾，真是可怕极了，惨叫声足够让弟子心寒，看那受苦的刑罚，
真叫弟子有种想要呕吐的感觉。看那些妇女的腰部、膝部都有婴孩在吸食，是在吸什么呢？有的人在手腕、关节、手肘、肩膀部分也有婴孩在吸食，甚至有被吸的地方都已经变形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因？而这些妇女与这些婴孩又是什么关系呢？玉官，这便是上回我们曾经提过之所谓风湿病、关节炎之由来。此大都是在世之妇女不知爱惜自身，有则乱搞男女关系，导致怀胎又去堕胎，还未知什么开放，实是罪大恶极。殊不知打胎逆女罪犯天条，一个好好的生命，就因为那不可告人的关系而不能出世，以致堕胎而杀了那充满生机的小生命。如此说来，自已不等于也是一个杀手了吗？非鸾，现代男女遂上新潮派，说什么性开放，胡搞乱喂一番，留下一个烂摊子，再让父母出面去替他收拾。如若怕被父母知道的，便偷偷的去堕胎，解决这个问题。殊不知这种行为乃有违天律，自己的思想不正，反说父母是旧头脑，难怪那些枉死的胎儿不肯罢休，而使其痛苦不堪了。玉官，世人皆默认为开放即是一切都放纵之意，如此就大错特错了。须知天律森严，乱搞男女关系而打胎乃罪恶滔天，其因灵必产生怨气而附在其身，当活欲居其生魂前来时，便吸取其元气，使其各处关节疼痛。有时附在母身，有时附在父身，是个人因果之不同，业力亦不同，因此酸痛亦不同。有时酸疼在夜间，使其不能安眠，此就是居其生魂前来受苦所致。因此，奉劝世上之男女，切莫贪图一时之快而遗下恶因，须知今生虽已受报，来世亦是一样要受到病魔的苦报。因此，少作孽种为妙。须知此一冤强是非常难挨的一种业债也。慎之，戒之。非鸾，是玉官的开示，相信世间男女皆能有所了悟的。另一看，台上之人，为何有的嘴唇或双颊被扎针，好像那鸡童出巡时所展是的神通一般，而有的喉咙像是被护套紧紧勒住，看他们每一个人都以哀怜的眼光望着我，似乎是要弟子救他们实在是好可怜哦，弟子真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请问玉官，他们所犯的又是何业因呢？玉官，非鸾真乃菩萨心肠，可是此乃是他们自招惹之罪业，不用太心软也。他们的业因乃是不尊敬仙佛或毁人道场，一句话的失误传达，导致他人身败名裂，或喜口出三字经骂人。
的，口出狂言或未认清对象是谁，便出口侮辱，殊不知此一口业将持续3世之果报。如若无忏悔之心，则有一世将沦为乞丐，贫苦一生。而此种刑罚之现象，乃是使其在世之肉体嘴唇时常破裂。但若因失眠或火气大而口破，则非此一刑罚。然而火气大、失眠等并不是常常都有的现象，且敷一敷药或吃些退火之食物便会好的，这点稀世人能明白。再说喉咙有时会痛哑，更甚者，好像有东西紧勒其脖子，使其有难以透气之感，这都成其言语失差，甚而误人一生之过。如若人不知悔改，那么其来世将会口歪、吐唇，或暗哑，或口上生疮等等之果报。因此，昔世人切莫贪逞口舌之利而误人误己，须知此三字经骂人的有损阴质，还是多念心经，多行善功以补口业之过，否则业报来时，受苦的还是自己也。非鸾经玉官如此解说，真让弟子放下120个心了。玉官：哦，为什么呢？非鸾：没事，没事，弟子心里明白就好了。其实就算弟子不说，玉官您也是知道的，谢谢玉官的开示。再请教玉官，有些人患有所谓先天性的什么心脏病啦、糖尿病啦等等的毛病，所谓先天性是怎么一回事呢？如何解释？又因何受报呢？玉官：因果之事连带宿世及今世，世人往往未见眼前之报应，则认为无报应。其实所谓的先天性乃是世人所称，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带业出生。非鸾这个名称真是新鲜，弟子听过带业往生西方在修行，头一次听到带业出生到人间的。玉官：这个非鸾你就有所不知了，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业力来出世。所谓的分业即是前世的恶因，而此一恶因，因大小不同而病痛的时间亦不一。像世人所称之先天性之病症，乃是其前世所行之恶事过重所致。虽有些许福报能够转生为人，但因其所行的某一项罪业过重，因此便使其在出生之时就开始接受其罪业之果报，这就是因果，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先天性的病因也。非鸾：那可否请玉官解说一下一些先天性，例如糖尿病、羊癫疯、心脏病等等之病因，是犯何种程度的罪业所致呢？玉官：其实在杨氏三世因果经中已有简单明了的阐述了。而你参观活狱生魂所受之刑罚亦是同一道理，只有罪业轻重之分而已。好比心脏病者，你不是已参观过了吗？
在其心脏部位插刀或以重物压迫。至于为何受此刑罚之缘由，无意以阐明，难道你忘了吗？飞鸾，那对了，只是不知糖尿病者和羊癫疯患者之病因为何？狱官，来，吾带你去看。到了。飞鸾，哇！怎么这些躺在台上之人都被差役拿着像针筒一样的东西在其身上抽血呢？狱官，此乃糖尿病者之病因，其前世或今生喜贪不法之财物、甲及公权力行使不法之勾当谋取暴利，因此将其生魂拘提来此抽血，使其肉体之血液不能平衡而产生病变，而世人则认为是贫血诱感，仅输血或洗肾，而有些肾脏病患者乃因其前世或今世纵欲、声色过度，或以不正当之手段骗取妇女之贞操，都须受此果报也。飞鸾，看来真是丝毫不得乱来，每种罪业皆有各种不同形式之处，罚真是太可怕了。狱官，因果业力的形成，乃是唯心而论，世人须明白此点。心不造业，则刑罚不利，所以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原因也。飞鸾，这样弟子明白了。再请问狱官，如有人今生并无犯下刚才所说之业过，可是仍然罹患此病，是否就是前世所种之恶因了？狱官，然也。忽然间啊的一声惨叫。飞鸾，哇！突然旁边传来一声惨叫声，害我吓一跳，回到堂里又要拜托恩主帮我安魂定魄了。只见有一生魂也被差役用那个象征桶的东西在头部抽出水来，哎呦，好恐怖，好恶心哦！又见那生魂口吐白沫，真是可怕极了。请问狱官，此事何罪业？其发病情形又是怎样呢？狱官，此则是抽取其脑部之精髓，使其脑部呈真空状态，这便是世人所称的羊癫疯。而这些受苦之人，均是前世算计谋夺良家妇女，强暴后再予以遗弃，而且是算计一个后，便思量再抢下一个，所以今生受此业报，使其痛苦一生。因此奉劝世人，切莫贪图一时之快，为自己种下祸根，否则业报来时，要后悔已来不及了。飞鸾，是。感谢狱官开示。祭佛，时间不早了，飞鸾今夜就到此吧。快拜请狱官，咱们回堂去吧。飞鸾，是。弟子拜别狱官，感谢开示，相信世人看了之后，必会有所警惕的。狱官，不必客气了，恭送祭佛法驾。祭佛，多谢了。飞鸾快上莲台。飞鸾，是。弟子已做好了，请师尊启程。祭佛，好，起，众生堂到了。飞鸾魂魄归体，老衲走了。
飞鸾，恭送师尊法驾。加06第6回缠绵病榻受苦身，布施行善免脱魔。济公活佛降，济曰：济世度众不济秋，公而忘思更无忧。活在世上莫作恶，佛光普照乐悠悠。祭佛，世人常说因果无人见，言仙佛又见不到，其实圣神仙佛字在心中一念，天堂地狱亦是相同。时常行善，活得心安理的自身即是佛的化身，就如同住在天堂般。假若迷失良心，专做恶事，此心即是魔鬼之写照，此生所行就如同地狱。所谓心中有佛，即是清净世界；心中邪恶，那就是轮回的种子了。飞鸾，师尊晚安。感谢师尊再次降堂著作善书，劝化世人。祭佛，好。此番活遇现行记之所以能公诸于世，乃是贵堂者几年来在重修的领导之下，正气和团结一致之心意所感召的。上天甚为嘉许，因此才即又有此一著作善书之机率。所以惜贵堂诸子也要好好珍惜此一难得的造功积德的机缘也。飞鸾，感谢师尊之训示，本堂同修亦时常庆幸有重修这样有魄力的领导者。尤其在出外结缘时，每当见到别人的做法并不是很理想时，更令本堂师兄姐们感慨万分，也更加的庆幸我们有一位良好的名师指引，使我们能在大道之路上有正确的指标，不致迷失方向。而我们众生堂之善名，不但能在台强地区受到众生的钦佩及有堂之敬重，更能远播于海外地区，为大道播下真理的幼苗，此都是众修的功劳。本堂同修真乃受重修之福德责备，方有平坦的道路及正确的方向可行也。祭佛，重修乃是负有重大之天命，今后鸾堂之重任亦同时加重在其身上。惜贵堂诸子秉承一贯之初志，同心协力，上天绝不辜负诸子之苦心的。须知当有名师在旁谆谆教诲之时，就要好好珍惜，莫要等到人去楼空了，方恨未能及时把握，那时悔之晚矣。飞鸾，是。本堂同修定当遵循师尊所言。咦，今夜师尊似乎没有急着要临游著书的样子，反而悠哉悠哉的一直和弟子聊天，往常只讲了几句便说时间不早了，而一直催促弟子上路，生怕弟子浪费时间似的。怎么今夜奇了？祭佛，不跟你聊天，你嫌老衲催促的紧，今夜要跟你聊天，怎么也有话说呢？飞鸾，不是啦，只是弟子觉得师尊今夜好奇怪，怕耽误了著书的时间吗？
祭佛，今夜咱们不去活狱参观了。飞鸾，不去了，为什么呢？师尊是否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是不是要就此停笔了呢？祭佛，呆，乱来。不去活狱参观，并不是意味着不著书了，怎就皱起老衲来了呢？要知道仙佛乃是一团灵光形成，是不受生老病死苦之束缚的，既如此，老衲又何来的身体不舒服呢？飞鸾，那对哦，对不起吗？人家只是关心师尊，一时忘了师尊乃是神而不是人，没有肉体，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不舒服了。对不起啦，师尊不要生气嘛，原谅我吧。祭佛，好了好了，不生你的气了，瞧你这副模样，老衲怎舍得生气呢？飞鸾，谢谢师尊。可是我们若不去活狱参观，那要如何著书呢？祭佛，前日老衲不是说过贵堂弟子中有许多人因身体不舒服，求医诊治，打针吃药均无效，可是却在行善功化解后不药而愈的吗？飞鸾，是呀，不仅仅是本堂同修，甚至许多道亲或善心人士亦是如此。他们前来求恩主做主，而由重修代为和解，使其与病魔冤业，解消冤欠。可是现在重修除了代本堂同修及一些佛堂之道亲办理和解外，其余一般信众均拒绝为其服务了。祭佛，哦，为什么？飞鸾，就如同师尊所言，因果之事乃是见不到的，而业力又属于无形的一种，叫他人以行善功注印善书或放生、救济等功德来化解冤业，往往会使人误会我们只是借口向其要钱，而曲解了原本为其和解的美意。有则所行功德不足，或诚心不够，其病痛未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便认为无效而造口业，说是骗他的钱呀等等的，其中之情形实在是一言难尽。就好比有一个人，他必须以100元的功德来化解他所受之果报病痛，可是只做了80元，仍不足20元，其业报虽已在无形之中慢慢的化消，可是却未能在肉体上立见其效，便说是行了功德病还是不好等等之口业，也因如此而误会了行善功印善书或做什么功德都是假的，是骗人的，充其量只不过是要人出钱注印罢了。就因此种种不一之流言，重修方在一气之下而不再为善信和解冤欠。现在只一心一意做着宣道普化的工作，除了本堂同修和一些深信因果的道亲，再透过熟人介绍，且重修知道其乃是真心向道的善德之士的情形下，才乐意为其服务。否则，现在为了忙于4
处宣道，重修已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做这项和解冤欠的服务了。继佛说的也对啦，只是目前重修乃是担负着鸾堂普化之使命，整个道场的宣化重任也是需由重修出来打头阵。所以世人如发现自己有任何病痛，在吃药打针无效，或身体恢复甚慢情况之下，就必须要了解，此乃是因果业力，只要多行善功、呆功，得补足自身业过之后，自当还你一个舒爽的身体。当然，这其中仍需配合着自身的善心、耐心和信心，则善有善报，绝非不报也。尤其修道之人，自己本身如果时常有病痛，更必须以虔诚之心来忏悔宿世业过，尤其现在更有此本活欲现行记的指引，自己当能体悟本身所犯何罪而加以悔改，而力行善功。身体力行，相信天佑善人，自有清净之时也。非鸾师尊开示的是，弟子请问师尊，另有一种现象，常见一些年老的修道人或普通人，久病在床或昏迷不醒，长期受到疾病的折磨，世人都说那就是在选时间、看日子或什么的，像这种病例甚多，往往要拖延折磨上几个月或半年的，甚至有的在病床上一拖就是好几年的。有的明知是绝症，可是一时之间却又死不了，只能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哀嚎，等着死期的到来，实在令人同情又可怜其受此业报。可是身为医生的人，除了只能为其注射止痛剂外，并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像这种病例所受的折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继佛，此乃是其宿世因果前来所讨之故。上天慈悲，令其在末前受此病痛业力之折磨，来消除其业力也。非鸾这种情形，弟子见过很多个，而且在本堂里面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本来医生说要拖很久的，可是重修要其行一大善功，得来消除病人的业障，没想到不到1星期的时间，那生病的人便魂归离恨天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继佛，此乃是以功德化解其果报，使其免遭业力折磨之痛苦，也是上天慈悲所开放的一个方便法门，以其所行之善功补其业过的最好证明。你可以将此一病例说出来，让世人了解。非鸾，可以吗？会不会被误解成不孝的行为呢？继佛，是劝世有什么不可以呢？再说世人的头脑精明得很，稍加解说便能了解其意的，何况那是为病人求解脱，而非是要他早早了结之意。你就举几个例子，免报姓名，将情形说出即可，反正目前尚有活证人，又不必怕人说你是自编的。非鸾，是
弟子遵命。那就先说最近的吧。本堂张社长的父亲大人已病了很久了，很惭愧弟子与重修均未能得空前去探视。后来听说送到疗养所静养，而我们的社长为人善良又孝顺，每日均先去探望父亲的病情之后才去做生意，直到有一天才想到这样。拖延下去也不是办法，怎么没有想到可以请老师来看一看要如何排解呢？因此便前来与重修商量，择日要载其父亲来堂办理和解之事，而张社长也因孝心使然，先行替其父做了5000元的放生功德，其解消父亲之业过，目的是希望能减轻父亲的痛苦。没想到今天功德一做，隔天他父亲竟悄然仙逝，连和解也不必了。祭佛，此种放生功德的回向，便是消其业力之方法。其实张弟子张社长之父一生善良，教育子女个个成才，至于临老受病魔侵袭，乃是其宿世之业报。其之所以受此业力催讨，乃是因其今生善德具足，可是累世的因缘果报之业力尚未偿还，因此借此病魔以消其业力，如此才免遭致在轮回偿还债务的因果。这也是上天慈悲，所谓三世因果一世消。这样虽然比较痛苦，但只要坚定信心毅力，定可磨灭宿世之业力。因此老衲在此奉劝修道人，不可一有病痛，而在医药无法奏效之时，便对仙佛失去信心，或认为行功德并无效果。又有则对道产生了疑惑，甚至怀疑自己所做的所行的道是否错了，这都是不对的。须知因果之事本就极为复杂，何况三世业过，一世化消，乃是上天慈悲所宏阔之法门，世人当感恩，否则在轮回还债，万一不幸又迷失了心性，岂不更为可惜吗？因此，昔世人在病痛、业力来临之时，须以逆来顺受的心意去接受磨练，更应忏悔自身之业过，并加行善功回向消业，必会有所感应的。好，飞鸾再举一例吧。飞鸾是另一位是本堂的师姐，她有一位叔叔住在日本，好像得了肝硬化的病症，也是拖延很久了，直到情况危急，送入医院急救之时，医生说还要再拖上几天。消息传来，我们这位师姐便立刻到堂里来代行功德，祈求仙佛为其叔叔消灾解厄。不料今晚功德一做，隔天那方面就传来叔叔已身亡的消息。慰问师尊，这是不是也是以所行之功德回向，使其免再受病痛之苦的例子呢？祭佛，不错。世人须了解，凡事各有前因，此都是人世百态的一部分。
因缘果报虽复杂，但报应绝不乱。自作人须自受，果报无人可代替。趁此机缘多行善功。尤其活玉现行记出版时，世人若能大力捐书注印者，相信上天必会加其善心，而不会使其所行之功变不见其效的。非鸾是感谢师尊的开示。祭佛，好了，今晚就到此，下回再聊吧。老衲走了。飞鸾恭送师尊法驾。加07第7回灾劫并光功德牌，诚心作福圣神佑。济公活佛降，祭曰：济世行善第一仙，公修功的婆无缘。活在世上当修善，佛在西方设品莲。祭佛活玉之现行，乃是要世上之人能明白，举凡肉体上有任何病痛、久医不愈者，乃是其生魂被拘提至活玉受刑的一种反射作用，所以希世人能深悟之。尤其当明白自身所犯之过错，如有与活玉受刑之情形相符合时，就应该忏悔，并力行善功以补过错。如此降功折罪，道人可修。只因世上病痛千百种，无法一一详述，只能择取世人较为常犯之毛病，做代表性的阐述解释，无非是希望世人能明白业力之可怕。尤其在病床上，更要反省忏悔自己之过及所造下之业力。有时病痛并非是上天不慈，也不一定是大祸。正所谓大病消大业，小病消小业，如因生大病而能大彻大悟，又何尝不是美事一件呢？飞鸾，师尊好，今晚是否又不去活玉参观了？祭佛，你怎么知道不去了呢？飞鸾，弟子的预感吗？看师尊不要不紧，闽南语的就知道了吗？祭佛，哦，什么时候傻徒弟也学会看面相了？老衲要恭喜你了。飞鸾，此都是师尊您教导有方吗？祭佛，嘿，又在捧老衲了，还好老衲的注册商标是老神在，不会受你三言两语所左右的。飞鸾，这是事实吗？修道人又不能说谎话。祭佛，好吧，就当作是你的肺腑之言吧。今夜咱们不去参观活玉，仍然来探讨行功消业力这方面的事情也。飞鸾，弟子在前一回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祭佛，上回你所说的，乃是指临命终时，肉体受病痛折磨，在行善功消业力之后，便因为业因消失，不再受业力牵缠，而不再受病痛之苦，解脱往生去了。你不怕被世人误会，凡是行使善功回向之后，人都会再见了吗？飞鸾，那对，
对，那怎么办呢？祭佛，所以就必须要有头有尾呀。今夜换一下口味，讲一些阴行善功，消除业力，使病痛减轻或消除之感应，如此才能圆满呐。飞鸾，还是师尊设想周到，弟子倒没有想到这一点，想来弟子还是迟钝，可是这要从何说起呢？祭佛，不管是有形或无形，只要其过程乃是因行善功而消除业力之感应都可以。飞鸾，这样呐？好，那弟子就先举一个例子，在数年前，有一位住在台中市东区的 X 小姐，她因不知生了什么怪病，就是一直吐，只要食物一下肚就吐个不停，反正就是不能吃东西下肚。医生也检查不出是什么毛病，直说没病呀。正常医生束手无策之时，正好有一位师兄介绍他来找重修，当时的他已经吐得全身虚弱，连走路都需要由人半抬半扶的了。重修一见，慈悲之心油然而生，便决定帮他办理和解，以拉他一把。重修告诉他说，此乃是他的业障前来所讨之故，要他以虔诚的心意，一连3天到堂祈求和解，他的家人一口就答应了。第1天做了功得回向之后，就由家人扶着回家。可是走到门口时，仍然又吐了一次，那时弟子真是担心3天真的会好吗？而他真的会3天都来吗？祭佛，那后来呢？他有没有再来？飞鸾，有哇，他好诚心哦。第2天又来了，这次不必用抬的，可是仍需由人扶着。重修问他有没有好一点了，只因为他仍然会吐，所以回答说没有。重修只好再为他办一次和解。当他第3天再来的时候，已差不多好了，而且在做完善功之后，再也不必由人扶持，竟然可以自己走到仙佛面前去叩首谢恩了。师尊，您说这是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呢？祭佛，其实这并没什么好奇怪的，像这位女弟子乃是因其生魂被拘提至活狱，受到惯常的刑罚，因此东西都不能入口，一入口便使他吐掉，后因行使善功补其业过，方使得其生魂免再入活狱受苦，这便是以功补过的最好证明。只可惜愚昧的世人，行了些许善功，便要求立即见到成效，殊不知如若业障深重者，生魂受苦日深，无法在一时之间便恢复，乃需慢慢的行善功，使其慢慢的恢复。像你刚才所说的，第1天做了功德，其实已消了部分的业力，只因其仍然痛苦，所以回答没有好转。因此西世人要了解此点才是。后来呢？飞鸾，经过半年后，本堂的一次放生活动中，
偶然遇到了他，哇！真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祭佛：哦，为什么？他不是已经好了吗？飞鸾：是呀，没错呀。只是他当初来唐之时是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的令人同情。可是在放生活动中再遇到他时，却是容光焕发，胖得很呐，几乎是不一样的两个人呢。所以我们都觉得很惊讶，并且向他祝福。可是没想到他却说了一句令重修和大家都为之气结的话，此也是导致重修不愿再为人和解的原因之一。祭佛：哦，这么严重？他说了些什么呢？飞鸾：他说我的身体是好了，到贵堂做的功德虽然有效，不过却太贵了。祭佛：这就是世人的通病了，医药费每天花都不嫌贵，吃药打针，只因有看到物品在为自己治疗，再贵也没话说，却不知那些药品、药水等其实正慢慢的侵蚀、破坏自己的肉体，而行使善功只不过是焚化了一张善功的收据回向而已，丝毫不见在其身上用过时模样的药品治疗。可悲的是，世人却不知道唯有如此才不会伤害到肉体，反而是有助益于肉体成长的。所以世人往往会怀疑行善功真的有效吗？就这么简单而已吗？飞鸾，就是因为这么简单，才会使得一些不是修道人或不信因果的产生怀疑。所以本堂目前方朝着发行善书、录音带、录影带及重修的电台弘法等方面从事普化工作，都是着重于灵性的救度，而不再以服务善性身体方面的病痛为主。也就是说，不再以济世为主题了。若偶遇善性大德有病痛前来求助，亦是劝他们多行善功消冤解业，病痛自会慢慢的好转。如相信的就去做，如若不信，我们也是顺其自然，不会勉强别人的。祭佛：对，道法自然，一切讲求随缘即可。飞鸾，只是不知道造成这位小姐这样一直吐的原因何在，请师尊开示，也好让世人做个警惕。祭佛：好，此乃有关其前世或今生，时常怀有恶心肠，而且口德又不修所致。须知守口便是德，口业莫造，更莫口不择言。说话切忌尖酸刻薄，或喜爱说不应该说的黄色笑话，或是时常嫉妒他人，见不得他人好，看别人有成就，就口出闲言说人是非，也就是所谓的坏心肠。如犯有此一业过者，活欲即刻派人居其生魂前来洗肠，有口不开，使一直到胃肠，那滋味实是非常难受的。因此老衲奉劝世人，
切莫存有坏心肠，否则只有请活狱的狱官免费来替你清理肠胃的垃圾了。昔世人切莫逞口舌之能，所谓公人无太节，对事之指责亦莫存着恶毒之心肠，如此方不会造下辈喜肠的痛苦业力也。非鸾，感谢师尊开示，相信世人必能有所了悟的。既佛，那么非鸾你就再举一个例子，让世人更加了解，业力虽重，但只要诚心诚意的祈求化解，依然能如愿感应而得救的。非鸾，那就说最近的吧。本堂有位师姐，她家的楼上有一户人家，那对夫妻育有2女1男，其中长女今年念多岁，长得亭亭玉立的，可是却不幸染上了疾病，经送医诊治的结果，医生说是血癌，还宣布说她能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带给了这对夫妻严重的打击，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愁海之中，他的妈妈更是每日以泪洗面。我们的这位师姐看到这种情形，虽然知道重修已经不再为善信服务了，可是恻隐之心使然，还是告诉他说，不如到众生堂去找我们老师，看看有没有希望。不过我们老师一向是不看外人的，但你若有诚心，相信仙佛一定会帮忙的。而且我们老师心地慈悲，说不定会答应助你一臂之力，也说不定。只是老师告诉你怎么做，你一定要照办，而且要有信心，不可存有半点怀疑的心理。如果能够这样，我才带你去求我们老师慈悲。那位妈妈一听，如同荒漠甘泉一般，况且众生堂之善名，她早已有耳闻了，只是尚未有机缘参拜而已。现在听说有这么一线生机，便高兴地连声说好。好，祭佛，后来呢？非鸾，真所谓天下父母心，那位妈妈到堂里一见到重修，便双膝跪的求重修救她的女儿一命。重修因为已听本堂的那位师姐提过了这个情形，现又见其行而领其情，也就在取得仙佛的同意之下，让其先做放生及一版宣化录音带的功德回向。又那时适逢本堂要起建法会，便要其在点一盏法会平安灯的灯王回向，以消其业障。又吩咐其每日均要来堂叩求恩主的敬茶，连续半个月等等。这个令人敬佩的妈妈就这样一一照办，并且天天都来求取敬茶，叩谢神恩。而且每当见到重修时，就又跪又拜的，吓得重修都不敢跟他打照面了。祭佛，后来呢？非鸾，大概在经过2个多月吧，那位原本被医生宣布无救的小姐，竟然出院了。而且在出院的当天便与其母亲一起，先到堂里来叩
谢仙佛慈悲救助之恩，现在听说已经可以骑机车四处游玩了。且最近还曾到堂里来拜拜，可惜弟子未能遇到。祭佛，真精彩，这就是神迹，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力所使然。更是此信女之母亲的信心、诚心及耐心感动了上天，是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的最好证明也。非鸾，但不知这血癌的业力是怎样形成的，敢请师尊开示。祭佛，此一病因的形成，或前世或因今生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贪取不法之财物，且是贪得无厌的一昧贪污到极点。活玉便派人居在血池，使其体肉之血球时好时坏，直至其命绝之时，再由的府押回审判也。非鸾，也就是说患有某种不治之绝症，在病榻拖延很久才身亡的人，就是因为其功德不足，或其家并非善德之家的虑故咯。祭佛，然也。活玉虽有居其生魂加以惩罚，使其肉体受苦，但还有另一关卡，是专门拘拿患绝症之人的。改日临游时，老衲自当请玉官带你前去参观。所以说，虽是活玉亦分为很多部门。前些日子咱们所参观的活玉，均是只居其生魂来受刑，并不会使其送命。但另有部门则是专门惩罚今生虽身为人身，却因前世或今生犯有重大之业过，必须折磨其肉体，使其受尽痛苦，直到断气为止。此乃是己身所行之业过，最后仍须由己身来债还之故，怨不得别人也。因此，一些所谓先天性的病症，一出生便一直受苦到死的疾，是此因也。但是像这位信女如此深重之业力，虽在千钧一发之际，托行善功之福而得解消，使其能有所感应。但老衲悉非鸾，你要转告他，以其病痛之果报，本应受折磨至身亡，乃因其母之信念及诚心行善而得以化解，上天应体念其慈母之心，故而特赦之，使其能减轻罪业。然而此乃是因行善功而得回来之生命，因此善功人必须长期不断地继续行持，方能保他免于再受血癌之折磨也。最好是能度化他入圣门效劳，以身体力行，再配和无形之善功加倍，如此则更好也。你明白吗？非鸾，原来如此，感谢师尊的开示，弟子定会转告他的。祭佛，在此老衲亦要奉劝世人，莫道上天无耳目，暗示七星有鬼神，举头三尺有神明，苍天何曾放过谁？好了，今夜就到此，非鸾再好好准备一下，下回老衲又要带你去灵游活玉了，振作精神吧。老衲走了。飞鸾是。
感谢师尊，恭送师尊法驾。100%加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活域现行记533 DHTML 008第8回死狱门中无活客，除非功德晚造化。009第9回艾滋由来乱人伦，癌症成因业生审。010第10回彰显圣道姓名标，瑶池赴宴会慈母。加08 008第8回死狱门中无活客，除非功德晚造化。济公活佛降，祭曰：济世普化众生堂，公开收元须永恒。活域现行应天运，佛性平等不二门。祭佛，佛有84000法门，乃是应个人因缘之不同，而择其有缘者而修行，习乎？目前道场人士皆有门墙之分，别户之见，以致使得大道之推展无法全面弘扬，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实乃非上天之本意。因此老衲希世上之修道人，尤其是道场的主事者，或担负神职之人，切莫有自以为是或高人一等的思想，须知佛法平等，只因个人因缘不同，修持不同，修行之持速及证悟的早晚而已。目前天运转变，只要有心办道者，上天皆会派神圣暗中助其道业发扬，所以世人必须了解，只要人肯弘道，只要世人肯脚踏实的去修行，必然能感召仙佛前来相助也。飞鸾，师尊晚安。又要劳烦师尊了。方才师尊所言，弟子颇有同感。目前道场人士的通病，都让师尊给说出来了。祭佛，目前在中部地区，而众生堂之道务发展，始终如一的保持这普化的宗旨，上天甚为欣慰，所以方特别再次托付重任。因此西贵堂诸子必须要深深体会上天托付众人之心意，每一个人必须要准备随时出来奉献自己的心力，切不可再固守成的。要知道天运转变已使众生堂之道务非是只有堂中诸子的众生堂，而是大众的众生堂，不是只对堂中效劳，亦须对大众效劳。此任务乃是要大家都能有造功消业的机会，而重修也非只是众生堂之堂师，亦是大众的老师，也就是说重修今后的目标将是多元化的普化，而非是只有众生堂诸子所拥有的而已，这点众生堂诸子必须明白也。飞鸾，此点重修好像也略有所悟，所以在前些日子业已告知堂内同修今后所要走的路线及所要发扬之道务，乃是属于多元化之普化。祭佛，过去乃是中土难生，大道难闻，人生难得，名师难逢。现在老衲特再加上造功难遇，
悉众生堂诸子生物之。好，今夜时间不早了，飞鸾快上莲台，咱们出发吧。飞鸾又要去活域参观了，哎。弟子一想起那些生魂受苦的惨状，就一直心神不宁，手脚都冷了，真有些于心不忍，但为了著书劝话，又不得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前往了。祭佛，此都是众生自己造的业，当然就必须得到那样的果报，非是上天不慈，也不是老衲无情，实是自己造的业，还得由自己去偿还果报呢。此次灵游活域的目的，是希望世人在看了这本书之后，能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警惕，而非鸾你的慈心多少亦有普照于那些生魂，使其多少也会减轻一些痛苦的，所以你不用替那些生魂感到心神不宁，知道吗？飞鸾，弟子知道，感谢师尊。弟子坐稳了，请师尊启程了。祭佛，好，闭眼，起，到了。玉官已在前面等候了，快上前请安。飞鸾，是。弟子飞鸾拜见玉官及列位仙官，弟子又来麻烦诸位仙真了。玉官，别客气了，快起来。欢迎祭佛再次莅临活域，请入内奉茶。祭佛，今夜不必奉茶，老衲亦随同参访，不过今夜要参观的乃是另一处活域，望玉官速速带领前往。玉官，是。下官日前接获祭佛手谕，知道今夜要带飞鸾参观属于绝症受刑者之重刑狱，也是活狱中生魂的死狱所。来，请二位随同下官到这边来。飞鸾耳边已复来阵阵哀嚎的声音，真是凄惨哦。狱官，到了。这就是活狱中受刑者的死狱所。飞鸾，为何要称为死狱所呢？狱官，这就是好比阳间之监狱，有判刑2年的，也有5年的等等，都有一定的刑期，而活狱亦是如此，被拘拿来此受刑的生魂，也都有一定的期限，这要是个人前世或今生所行之恶因的深浅而定。而死狱的生魂就好比是阳间监狱中被判死刑之人一样，在此要一直折磨到其死期之日到了，才结束其生命。其人在世之肉体，因其在前生或今生所作之业因太过深重，故拘其生魂来此受苦，直至死亡。所以肉体患绝症之人，其生魂就是被拘来此的受刑直到命终。如此你明白吗？飞鸾，哦，原来如此，弟子明白了。怎么这些生魂每一个人都被浸在一个像浴缸的四方形池子里？向前看，哇，这池子里面有好多像毛毛虫一样的虫子，吓死我了！弟子最怕看的就是这些东西，看起来会令人起鸡母皮、鸡皮疙瘩的毛毛虫，
看弟子的手都湿了。那些虫子便闷了整个池子，而且都贴在那些生魂的身上，好像是在吸血。再看那池子里的人，因手脚均被烤住，挣扎无效，只能拼命的哀嚎。哇！师尊啊，真是太恐怖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因呢？祭佛，看你怕的连声音都在颤抖，不用怕，定下心神，再看其他几个池子的情形又是如何，然后再解释给予世人知晓。他们都是身犯何罪业，才须受此果报。飞鸾弟子都快窒息了，不敢再看下去了。玉官，这些人乃是罪有应得，飞鸾不必害怕，其他几个池子的情形，再看看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了。飞鸾，是怕的，再看下去，回去都不敢吃饭、吃点心、吃东西了，实在好恶心哦。祭佛，飞鸾你念念有词的，在说些什么呀？飞鸾，那没什么，没什么，还是怕的。再往前看这个池子里的虫，只停在喉咙部位，这个生魂痛的叫不出声音来了。这个池子的毛虫停在肺部吸食。咦，这个就好像停在肝部，而这个又好像只停在鼻子的部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除了刚才第一次所看到的那一池里是吸食，全身几乎无一处完整，其他都只吸食某部位，可是似乎都不像活育那些生魂，痛苦有一定时间，而是一直持续着。这些生魂也好像都是这样一直承受着痛苦的。玉官，活育之生魂所受之苦痛乃是有时间性，并非24小时都在接受刑罚，而此一部门之受刑者，则是因其罪大恶极，罪孽深重，因此几乎24小时都在接受其所应得之刑罚。其在阳世间的肉体，若没有使用止痛剂或麻醉剂的话，那么其肉体必然会不断地遭受折磨致死。但尽管如此，药剂的使用也会对这些血质慢慢地失去作用，终至无效。再说每用一次药，在药效退了之后，生魂之肉体则会更加的痛楚。其因乃是药剂的麻醉只是暂时性使肉体失去感觉，当肉体再次有了知觉时，也就是感觉血质在吸血之时，必定会感到更加的痛楚。这也就是为何世人在用过麻醉剂醒来之后，会更加痛苦难过之故。到最后也因失去药效而哀嚎致死，除非杨氏之家属有人诚心诚意许了大善愿，行大善功，而且又是善德之家，否则甚难逃脱死狱之折磨的。飞鸾弟子明白了，这意思也就是说，有些罹患绝症之人，因其家属许愿行善功而又康复之人很多，就是这个原因咯。玉官，不错，
上天是其祖德，是其累世之果，是其家属所许之愿力，所行之善功，及所用之诚心、信心与耐心，再视其寿命如何。有时亦会逢到大赦的，像方才你所见到停在某部位，好比喉咙就是喉癌，停在肺部即是肺癌，停在胃部即是胃癌，停在肝部即是肝癌，反正那血质停在何处即是那部位有问题了。非鸾，但不知这些人会遭到此一重刑之果报是为何呢？狱官，首先对这些生魂受罪的原因必须了解，他们乃因前世或今世所行之恶业，比在活狱受罪的那些生魂所犯之业过还要多，还要重，也就是其恶行已到了天人共愤之地步，所以才会沦落到活狱中的死狱来受苦，使其肉体受病痛折磨致死，此乃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目的是要世人能明白。可惜世人似乎不知其中之奥妙，因此虽说医学进步，可是那些绝症至今仍是一种令医师们束手无策之病症，有则虽能早其发现，免于受苦甚久，但此乃是因查明其祖德留有余因而转障其下，使其脱离死狱之苦也。非鸾，哦，原来如此，弟子明白了，也就是说，凡事皆有定数，且各有前因后果咯。狱官，对极了。像喉癌之病因，乃是前世或今生，有福之人不知惜福，暴饮暴食，暴殄天物，利用职权欺压善良，吃喝玩乐享尽福报，行其罪恶之能事，上天便使其最后什么都无法入口，而肝癌之人乃是其杀业过重，心胸毒辣所致。大肠癌则是因心胸狭窄，且因他有一副不良之心肠，常思谋害他人，嫉妒他人所拥有的，而起歹意，进而行杀人、抢劫之能事。因此今生当受此果报也。非鸾，在请教狱官，像有些历史上的伟人，或道场上的前辈、法师，他们今生均抱着悲天悯人的胸怀救人，可是有的人却不得善终，甚至在其临命终时，亦得到什么绝症，而痛苦万分的了结一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狱官，此事上天借其肉体，消除其宿世冤仇，使其正果免再遭受轮回之苦的方法，就像你刚才所说，这些伟人或道场修行者，他们在今世宫中体国，为国为民，或一生行善，可是为什么还需受此种病魔？乃是因其今生虽有大善愿行，但其宿世累积而来之因果业障仍然存在。上天慈悲，不忍这些人在轮回受苦，因此以此种病痛了其宿世业力，使冤欠得以消除，能够在此生终结之后，便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人，
也就是所谓的功行圆满的正道者也。飞鸾，弟子明白了，谢谢玉官开示。咦，那个人身上的血痣怎么会少了呢？刚才看的时候是爬满了整个胃部，为何会变成这样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玉官，哦，由此可证明，其家属必定有人在为其行善功消除业力，方会逐渐减少。举凡杨氏若有家属为其行善功，这边必能有所感应，而对生魂之刑罚亦会自动减轻，此就是功德力不可思议的方。世人行了多少善功，便消多少业力，不但活愈、死愈有感应，就连病人亦有感应。若病人之感应缓慢，则表示其业障较为深重。此时家属便要更诚心、更有耐心地行善功，千万不可顺口造口业，否则先前所行之善功亦等于无效。此点悉世人要明白也。飞鸾，哦，原来是这样哦。弟子还以为是那些虫子已吸食饱了而退下了，原来不是。那刚才进来之时，看到一个全身都布满了虫子的生魂，那又是什么病？为何会如此可怕呢？玉官，哦，那是目前阳间最流行的艾滋病患者。飞鸾，艾滋病，那就是所谓的 AIDS 咯。其实弟子对艾滋病也不是非常了解，只听说会得此病的人好像是乱搞男女关系，或是什么男人与男人搞什么玻璃圈，同性恋的，弟子也不太明白，是否请玉官详细的说明一下呢？玉官，这就说来话长了。祭佛，今夜时间不早了，下次再来听玉官详细的说明吧。飞鸾快，拜别玉官，咱们回去了。飞鸾，哇，谈得一吃惊，竟不知时间已远磨晚了。弟子拜辞玉官。感谢玉官今晚如此详尽的解说，谢谢。玉官，不用客气，恭送祭佛法驾。祭佛，多谢了。飞鸾快上莲台。飞鸾，是，弟子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祭佛，好。避免，起。众生堂已到，飞鸾下莲台，魂魄归体，老衲走了。飞鸾，恭送师尊法驾。加09第9回艾滋由来乱人伦，癌症成因业生审。济公活佛降，祭曰：活欲现行应三奇，莫负天心好良机。去恶从善修德行，龙华会时反瑶池。祭佛，活欲现行已近尾声，上天慈悲，因不忍见众生对因果的迷昧无知，方将此一原属重机之地，尽泄于书，让世人知晓，为的也是要使世人能明白，非是死后才有审判或报应，须知居拿生魂时，其受苦乃是明白的昭告世人，肉体的痛苦也是无形的一种刑罚，
世人若能体悟天心之慈悯，方不枉上天的一番苦心，也不枉老衲带领飞鸾如此奔波文述著作之辛劳也。飞鸾，师尊晚安。又到著书时间了。方才听师尊所言，活玉现形。既知著作已近尾声了，是否表示今夜之灵游著作之后即告圆满了呢？既佛，灵游活玉虽已满，乃应天地99之数，但九阳之数，前贵堂已着有九阳关游记了。上天为配合贵堂创堂10周年，所以老母特慈悲，命老衲下回带你上瑶接见慈母，以达10全之数也。飞鸾，哇！见老母？真的吗？师尊，不是骗我的吧？这是弟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哦。好兴奋！祭佛，老衲不打诳语，怎会骗你呢？好了，时间不早了，快上帘，抬我们走吧。飞鸾，是。弟子失言了，不是说师尊骗我，而是太惊喜了，脱口而出的坏毛病，真该要彻底的改进，往后才不会造下无心的口业。师尊对不起，感谢师尊的开示，弟子坐稳了，请师尊启程吧。祭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知道，虽是无心之口业，多少亦要担待其业力的，所以在言行方面要多注意。好，闭眼。起，到了。玉官已在前面等候了，快上前请安。飞鸾，是。弟子飞鸾叩见玉官及诸位仙官。在这段著书期间，真是劳烦了诸位，给诸位仙官增添了不少麻烦，弟子在此谨向诸位仙官致谢了。玉官，飞鸾不用客气了，此乃是天命所赋，亦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何况此书著作完书出版之际，将可度化不少缘人，吾等亦托贵堂之福，可稍尽一些微薄之力，来感化世人，大家内心同感欣慰。世道人心如此败坏，就是需用文字、言语等等之方式教化，方能源远流长也。飞鸾，是。感谢玉官之开示。玉官，不用客气。那么就请祭佛与飞鸾同往活玉之众行玉参访也。飞鸾，哇！想到就可怕，尤其是弟子对毛毛虫之类的东西，原来就非常害怕，怕怕的。哇！远处又传来惨叫声了，弟子真不敢再听下去了。祭佛，不要怕，提起精神来，有老衲在。飞鸾，是。今天所看的怎么都是爬闷了整个身子的血虫呢？那些生魂，哇！好恐怖，有的全身都已烂掉了，这些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他们好可怜哦。玉官，此乃是夜虫也。
也就是自己所造之罪业而须承受之果报之虫也，非鸾哦。那到底这些生魂他们目前所受的苦业，反映到肉体上的情形又是如何呢？玉官，此就是目前世人所言20世纪的黑死病，也是绝症之一，俗称艾滋病患者的生魂，他们受苦的情形也，非鸾耶。艾滋病，请问玉官，什么是艾滋病？又其因果是怎么形成的？弟子只看到电视及报纸的报道而已，对于什么是艾滋病的真正病因与定义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只知道好像是同性恋啦、双性恋啦等等的，我们大家就说它是艾滋病，是不是这样呢？请玉官开示。玉官，得此病症者，非只是限于同性恋者，举凡同性恋、双性恋、男女杂交，还有人欲学西方一些性泛滥者的群交或换妻俱乐部等等，违背人伦及败坏风俗的行为，均容易得此病症。究其因乃是其对性的胡搞及不尊重道德观念所致也，非鸾。那在肉体方面，到底会有怎样的病状，使医生能诊断出其是得了艾滋病呢？玉官，艾滋病乃是现代人的文明称呼，其实这种病症在古时候早就有了，过去之朝代均以无名种毒来统称，只是现在人间医药发达了，称呼就多了，可是医药发达并不表示人类便能因此而得救，这要看上天有赐只得以发行那一种药物来克制那一种的病变，阳间才有新药的问世，此都是上天在冥冥之中的安排也，非鸾。原来如此，那其症状如何呢？玉官，其症状首先是发烧感冒，使得病之人不会去在意，然后上吐下泻，淋巴腺肿大，肺结核后又百日咳，若所有症状不出现之后，那么此人便可以宣判死刑了。非鸾哇，那以后稍有感冒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免得节外生枝，留下后遗症。玉官，是的，世人往往就是不注重感冒的发生，总认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并无伤身体，殊不知虽是小小的感冒，却是一切病因的主要原动力也。非鸾再请问玉官，得此病之人又分为哪几种原因呢？玉官，此亦可分为前世及今世。前世则为先天性，也就是俗称之因果。胎儿时就受感染，或因共用同一针筒注射而受其果报。现世者则是在此世不重视贞操，乱搞男女关系或杂交等等不伦不类的性行为，均会在适当时机之下接受上天的惩罚也。非鸾，这样一来，弟子大致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看那些在水遭中受苦哀叫的人，
实在是既可怜又可悲，或许他们也在悔不当初吧。看他们手脚全部被扣住，而那些血虫更是拼命的在身上吸食，好恐怖哦！这到底又该如何解释呢？玉官，那些血虫在人间的显微镜显像之下，均被称为病毒菌。人类的身体内本都有免疫系统的存在，而此一毒素在杨氏医学家的显微镜观察之下，发现到免疫系统全被这些毒素给破坏了，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因此世人若想要从此一活地狱中得救，最好别去招惹他，唯有正心修持，莫作违背人伦道德及超乎人类应有的分寸之事。更切莫逞一时之快，贪一时之舒适，须知糖衣内的毒药才是致命的武器。世人宜谨慎之。非鸾是。感谢玉官详尽的解答。也就是说，艾滋病患者乃是身上的免疫功能完全丧失，所以才宣判为死刑的咯。玉官，这些被拘禁在重刑狱的生魂，只不过是让他们变尝全身痛死的滋味，也让他们知道风流后的代价就是如此之高，更是警告世人要确守男女之间的一切性行为，切莫做出伤风又败德、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来。要知这痛快的背后接着就是痛苦的来临，世人宣三思之。非鸾，弟子明白了。再请问玉官，弟子曾听人说早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边肿又那边黑青一块的，有的又好像被竹子或鞭子之类的东西打过似的，在梦中会微感觉到好像被人毒打，又好像没有，可是醒来之后，身上的伤痕却还有痛楚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他们的生魂也被拘提至活狱受刑的缘故呢？玉官，正是也，此乃因其业力的感召而接受之果报，也希望借此因缘让受果报之人有所感应，而能生出忏悔之心。但此大都会感应在有善根之善心人士身上，或是修道人之身上也。非鸾，那如果知道了使自己的业力感召的果报时，要如何做才能解消这些业力呢？玉官，此时便要诚心忏悔前愆，多行善功以补不足而消业力也。非鸾，弟子明白了。弟子是否能再请问玉官一个问题呢？玉官，无妨，你说吧。非鸾，谢谢玉官。就是说世人的病症有很多种，而除了癌症是绝症外，其他的大都可以开刀手术而挽回生命，比如说瘤就可以开刀取掉而挽回生命，那么这瘤跟癌的业力有何差别呢？弟子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子宫瘤也有人患的是子宫癌，它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玉官，这差别可大了，癌是一种先天性的病症，也就是因果循环之业力所带来的果报，既明之为绝症，那就能想象其罪业的深重程度了。而瘤则大多属今世之业因所造成的居多，例如你所提到的子宫瘤。为何会感染这病症呢？顾名思义，也不外乎是对性行为方面没有节制，或堕胎多次等等所引起的刺激，或感染了微生物而患了此病症。所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畏，举头三尺有神明，暗示莫欺，天眼昭彰，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报应来，后悔已迟了。非鸾，因果报应，真乃丝毫不爽，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玉官的意思也就是说，世人所患的病症，若是以什么病名来称呼，就是与其所犯的罪业有关而产生之业力的反应咯。玉官，然也。即佛今夜玉官如此详尽的说明，已道尽了世人闻听色变的病症之由来。昔世人能了悟天下万物皆有其定律，切莫乱来，否则吃苦受罪的人是自己。更稀世人能明白上天泄露此活育众地之苦心也。好了，时间不早了，飞鸾快告辞玉官及诸位仙官，我们回堂去了。飞鸾，是，感谢玉官这些日子来如此详尽的解说，相信世人会更了解的。弟子在此代表世人叩谢玉官及诸位仙官之慈悲。3. 跪九叩。玉官，那里，那里，快起来！此也是职责所在，如有怠慢之处，望其祭佛海涵也。祭佛，玉官客谦了，叨扰了许久，感谢各位多日来的辛劳协助也。众官，不敢，不敢。恭送祭佛。祭佛，飞鸾快上莲台。飞鸾，弟子坐稳了，请师尊启程。祭佛，好。闭眼。起，众生堂到了，飞鸾下莲台，魂魄归位，老衲回去了。飞鸾，弟子恭送师尊法驾。加10。010第10回彰显圣道姓名标，瑶池赴宴会慈母。济公活佛降，祭曰：义至明路起玄关。二郎神君来暗管。三花聚顶元阴县。四季花开在台湾。五湖四海齐赞叹。六大顺造道场。七仙女官来助道。八仙义士来捧场。九阳关中阐教化。十全方知大圆满。祭佛，年关将近，本书在今夜著作之后，亦将告一段落了。活语。现行记之著作，乃是警惕世人在阳世之所作所为，均难逃仙佛之耳目及因果之报应。
自己所造之因，还需自己去承担果报。10. 乃无人能代替，就好比自己头痛，别人却无从了解头痛的滋味是一样的。因此虽有人心存侥幸于一时，但当果报来临之际，亦难逃因果及因律的制裁。对于业报来临时，肉体所显现的各项疼痛，虽只是举例而言，但其目的乃是要世人明白，各项疼痛皆有其病因，希世人能了解，并能举一反三也。飞鸾，欢迎师尊降临。上一回听师尊说要带弟子上瑶池会慈母，弟子兴奋的连睡觉都睡不着觉了呢。可是精神却很好，只觉得日子过得好慢。今夜咱们师徒二人终于要游瑶池了，弟子高兴的真不知该用什么话语来形容才是最恰当，同时亦一扫这2个月来的苦闷及恶心里。祭佛著书灵游活育乃是一件神圣的工作，若说恶心的感觉，老衲倒还能了解，至于苦闷，却有何令你烦闷之事呢？飞鸾，师尊您有所不知，活育现场那种恐怖滋味，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若不是奉旨灵游著书之责任重大，弟子不敢诉苦，否则平时早就不知躲到那里去了。真的，那情形就像是人间地狱的屠宰场一样，实在令人难忘。也不知要经过多少时日，弟子的饮食才能再恢复正常，这就是弟子烦闷的事呀。祭佛，哈，原来如此，这也难怪，为师明白了。不过此次你之功果不小，也是尔众生堂在圣道普化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所致。诸子在灵子重修的领导之下，踏实的一本出制，方有今日之成就，亦是可喜可贺，更令三曹仙佛皆称赞也。飞鸾，师尊过奖了，弟子认为那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而已。只因时代环境不同，社会不断的更新前进，与其说前进倒不如说是后退，因为世人的心意随着科学文明的一再创新而渐趋不满现状，已将过去朴实单纯之心性变得令人可畏，而感觉到社会人心的浮动不安也。祭佛，世人万恶邪行，皆因贪念之欲望所害，导致对一切人事物都抱持着不满不平的心，社会方会如此动荡不安。因此才须有像尔众生堂这样的圣堂，在各地应运而设立，为的也是要拯救世道人心，使之能返璞归真也。飞鸾，师尊说的是，但愿世人能了解众仙佛的苦心就好了。祭佛，你的善愿终有实现的一天。时间不早了，快上莲台，咱们准备出发了。飞鸾，是，弟子早就准备好了。弟子已坐稳了，
请师尊启程出发吧。祭佛，子贡。日语好像小孩子。好。闭眼。南无。起。一路飘飘上云霄，九霄云间无间挑。若能放下心头事，放眼仙界多逍遥。到了，飞鸾下莲台，可张开眼睛四处观看了。飞鸾，师尊，仙界的空气真是了不得，好清新哦。多吸几口，否则回去之后就没得吸了。看这里处处云雾飘飘，而且有很多的方都闪闪发光的，好像那布袋戏里所说的毫光闪闪。所不同的是，金光一道一道的亮，甚是壮丽。请问师尊，这里是什么地方呢？祭佛，此处乃是瑶池入口，咱师徒准备面见慈母了。飞鸾，这已是瑶池的入口了，这么快就到了，可是师尊啊，这一次夜见慈母，怎么不用经过南天门呢？祭佛，此乃老母亲自下的懿令，为加冕鼓励你的辛苦，而敕令老那直接带你上瑶池，所以南天门方面亦有接到议事，因此老衲就不用带你到南天门报到，而直接上瑶池来了。飞鸾，哦，原来如此，弟子明白了。咦，前面似乎已有仙姑在等着我们的到来。头戴一金冠，手拿一拂尘，不知这位仙姑是哪一位高真，后面还跟了数位仙女呢。哇，每一个都好漂亮哦，这才叫做是美女。西祭佛，飞鸾，别再嘀咕了，快上前见驾，此位乃是九天玄女，在的旁边的乃是瑶池六仙姑，姨们可能是奉了老母之意令前来迎接咱们师徒的。飞鸾，迎接？那怎么敢当呢？得赶紧向前参驾请安。弟子南赡部州南天直辖鸾堂台中众生堂镇鸾罗飞鸾，叩见九天玄女及六仙姑。道安，弟子早已久仰二位高真，尤其是六仙姑，跟本堂之渊源更是深厚。今日的见二位高真，真庆幸自己前世有修而结来之善缘。弟子心里真是无限的高兴。九天玄女身 and 六仙姑，飞鸾，快起来，不用多礼了。你乃是奉旨著书前来，此次活遇现行迹借贵堂来阐述，使世人得知的辅之机关，此乃是老母之慈悲。不忍见众生沈沦在污浊之世界，眼看世人争名夺利，最后落得百病缠身，不知此乃是因果业障的牵缠。须知真药医假病，真病无药医，肉体之病痛及因果之病症，其差别甚多也。此次贵堂奉旨灵游著作，也是配合天时人缘，而你的功劳更是莫大也。飞鸾，飞鸾，不敢当。代天宣化乃是弟子应尽之职责，反观仙佛们的
慈悲及苦心之劝化，弟子所做的还是微不足道，实在不敢居功。继佛华，飞鸾近来言辞进步的这么多了。飞鸾，西师尊不要笑我吗？怪不好意思的。玄女，老母已在大殿设一桌宴席，等候要见飞鸾，我们还是走吧。别让老母久等了。仙姑，不错，请继佛和飞鸾快走吧。飞鸾，是。弟子遵命。哇！这一路上奇珍异草，芬芳美丽，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品种、颜色，甚至人间难得一见之颜色及品种都有，真是让弟子看得眼花缭乱，真的大开眼界。而有的花草更是会发光，一闪一闪的，真的是漂亮极了，不知该如何的形容它的瑰丽优雅。也有鸟，这些鸟是？仙姑，这些鸟乃是瑶池上的仙鸟，非是人间之夜鸟，因此懂得佛法，亦知你意也。飞鸾，哦，原来如此，看每一只鸟的羽毛晶莹剔透，没有灰尘的污染，好可爱也。哇，飞到我身上来了，看来我还蛮有鸟缘的。西啾啾，咦，不是要见老母的吗？怎么走到这一个水池来呢？继佛，要面见老母，则必须先洗一洗你身上的尘埃。虽只是灵体，但对你亦是有莫大的注意。飞鸾，不行。师尊，您忘了弟子不会游泳，再说又没带换洗的衣服来，万一湿了又感冒了，怎么去见老母呢？师尊，弟子不下去可以吗？玄女，飞鸾，不用怕，下去吧，有我们在呀。飞鸾，可是弟子不会游泳呀，可不可以只洗一洗脸就好了呢？继佛，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呢？耶，下去吧。飞鸾，那师尊不要呀！扑通，救命呀！救命呀！六仙姑救我！那弟子不会游泳呀！紧抓着六仙姑之手不放。仙姑，飞鸾，你太紧张了，放手看看，不会沈下去的。飞鸾，耶，真的？怎么不会沈下去呢？好奇怪哦，好像有什么符力似的将我捧着。咦，这水还有甘味，好甜耶！还不错吗？西，不会沈下去，好好玩哦，好清凉，好舒爽，不会怎样吗？害我吓一跳。继佛，好了，可以起来了，刚才叫你下去，你不去，现在反倒不起来了。飞鸾，是，弟子遵命。咦，一离开水，身上就没有湿了，连衣服也乾了，真是奇怪耶。不过洗了之后，
感觉清凉有劲极了，精神百倍，好舒服哦。仙姑，此乃是瑶池之水流下来，专为一些人间阵峦来到此的之时，使其能清洁洗涤灵体之用的。飞鸾，哦，原来如此，才会感觉不一样。玄女，时候不早了，快走吧。飞鸾，是，这一路上的玉宇琼楼真是壮观，而且四处都金光闪闪。瑶池仙界就是不同。仙姑，到了正殿口了。飞鸾整齐一缕，准备参驾了。飞鸾，是。哇！见老母，不是在做梦吧？心里真是兴奋极了。96叩见老母，已将祭佛及大台墙众生堂镇鸾罗飞鸾带到了。祭佛，老衲到祭叩见慈母圣安。飞鸾快上前跪安。别再东张西望了，镇静一点。飞鸾，哦哦，是，弟子罗飞鸾叩请老母金安。愿老母万寿无疆。真是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比见大官还要紧张。不相信各位同修来试试看。老母，诸位都起来吧。辛苦了。祭佛此次又偏劳你了。祭佛，不敢。为了末法众生，老衲不敢言语辛劳。老母，只为那92元灵不思返回理天，而沈迷在凡景之中，被世间假象迷惑，才要劳动诸位辛劳奔波了。祭佛，应该的，应该的，老母弘慈。老母，飞鸾你也辛苦了。飞鸾，弟子不敢说辛苦。一本正经的，动都不敢动。老母，目前台墙地区善书之谱画，似乎已见趋势为此次耳众生。唐凤承天命所著作之活玉现行记完书之后，将借灵而重修之长才，利用电台或电视及到各地区去弘法宣化，得以四处结缘，婉转社会不良风气。此乃经过上天诸仙真开会之一绝，天时演变，人心变得更令母哀痛。为了挽救沈沦的人心，诸圣仙真方决意以弘法布道，宣化正理来因应这个时代的教化，而灵儿重修在其欲下凡度众之时，便已肩负此项天命。这可由其平时在台上演说之时的声调或精神变可证明，都是上天所赋予的。如今时机已至，他日有缘贵堂主席自会转告诸儿知晓，而母亦会则一鸾堂将此因缘告知世人了解也。因此往后尔众生堂之责任就更加的重大了，也希众生堂诸儿能不辞辛苦的做好弘法的各项协助工作，切莫懈怠，否则将难了愿。要知道诸儿今能共聚一堂修身养性，乃是累世以来互相约束助道了愿的，希诸儿莫负誓愿。而众生堂之弘法大会，地区的安排，可由重修自由调配，所演讲
的主题亦由重修自由发挥，此乃取重修之常才来劝化迷途诸儿。知反理天，知修本性，知了自心，所以弘法之时，先佛自当在案，终为其加持也。起步之时虽有阻碍重重，而且凡事皆要由尔夫妻自己先着手开办。但只要众生堂诸儿能秉持一贯出智，终有出人头的之时，自身之业障亦能消除得快也。非鸾是，但弘法大会乃非同小可，本堂有能力可以办得了吗？老母，事在人为，何况三界高僧开会由重修担任弘法之重任，为道场作一榜样，如此才能带动台强地区道场的宣化热潮。非鸾，但不知是否能顺利呢？老母，不用担心，除了仙佛暗中相助以外，母特敕令，凡赞助弘法经费或协助弘法工作之人，上天均登录各济公，并准免灾节各一次，以资鼓励也。非鸾是。感谢老母慈悲，弟子回堂之后，自当向重修报告。老母，但是每年大型之弘道法会，必须2次，时间、日期由灵儿重修自行定夺即可也。此次尔随祭佛前往活域探访，当知世间乃是苦海。然而世人却仍然不知修身以脱轮回，真是令母心难安。希望此书父子发行之时，能使一些迷顽之缘儿早日发心忏悔修身，如此亦不枉母此番泄露活域的一番苦心也。非鸾是。弟子自当全力而为，将此专书广宣扬印发，让世人能有很多的机缘来接触，而能了悟此母之苦心，更而忏悔前非，修身养性，报答此母之恩惠。不过母娘，弟子所担心的倒不是这些，乃是本堂建堂的经费。还有后面一大片未完工的建设，其经费尚无着落，才是让弟子与重修最为担心的。祭佛，哦，非鸾，怎么要钱要到老母这里来了？老母，哈，非鸾，此事儿不用担心，母自当会有安排，会命有缘。仙佛助之，安排有缘人前往赞助，就如弘法工作一样，你放心。众生堂乃是上天的一块宝贝，容不得邪魔侵犯，你不用担心。有甚多仙佛在护持着，母更派有天王及天将在保护的，一切将会顺利也。非鸾是。感谢母娘慈悲，内心不胜欣喜感激，都快哭出来了。老母，好，来，到隔壁，母已准备了一桌点心佳肴，非鸾过来吃吧。来，非鸾华。都是一些没看过的餐点，看起来好像很可口，吸这下有口福了，又露出本性了。祭佛，非鸾，别失礼了。非鸾，那对不起，弟子失态了，
看到这么可口又好吃的精致菜肴点心，一时又失去了控制，让母娘及各位先真见笑了。对不起。面红耳赤的不知如何是好。老母耶，无妨，无妨，这才是自然的本性。来，大家就坐吧。飞鸾，坐吧。飞鸾，弟子可以坐吗？好惊喜！老母，今日之宴乃为你而设，怎么不可以坐呢？来，你就坐在母之身旁吧。飞鸾，哇呜，喜极而泣。祭佛，飞鸾，你哭什么呢？飞鸾，对不起，弟子太兴奋，太高兴了。对不起。老母，原来是高兴的哭起来了，快把眼泪擦干。来，另有几位。先真，你一边吃，母来为你一一介绍。在你身边的是9天玄女，在过去的是董双成仙姑，接着是6仙姑，在下一位你看是谁呢？飞鸾，咦，好面熟呢。咦，怎么那么像本堂的 XXXX 呢？老母，不错，就是仪，此乃是仪的元灵、元神，只因不慎犯了过错，又因与重修和你有过约定，所以当其将被贬下凡尘受难之时，母便交代他须前往筑道以了此善愿，并赎罪修身养性，将来好回归本位，这是母的期盼也。飞鸾，哦，原来如此。弟子飞鸾参见诸位仙姑，大家都好漂亮，气质好好，应该要好好学习诸位仙姑，将仪们当作努力的目标。就这么办。祭佛，飞鸾，又在嘀咕什么呢？飞鸾，那没什么，没什么。老母，在下一位是天仙状元郎长春，再来就是骊山圣母，祭佛你是认识的，这样飞鸾你都明白了吧？飞鸾，真是太感动了，都是平常有来本堂降笔阐教的高僧，今日的见仙缘，真是荣幸之至。只是请问母娘，怎么没有看到弟子的师父的母至尊呢？老母，哦，的母因另有任务，现在另一个时空中现身度化，所以无法前来参加宴会，不过他日有机缘，你自当得见的。飞鸾，哦，是这样哦。好失望。祭佛，飞鸾快吃吧，时候不早了，也该回堂了。老母，对，把喜欢的吃一吃吧。飞鸾，是，实在太好吃了。其实每一样都喜欢吃，只是肚子太小装不下去。对了，不知不可以带回去，分给各位同修享用。祭佛，你要是带得回去，你就带吧。时候不早了，快拜辞老母，咱们回堂吧。飞鸾，华师尊的神通好厉害，居然知道我在想什么，真是不好。
意思还是少胡思乱想，免得又要让众仙佛见笑了。哎，想到要走了，真是依依不舍，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只记得才刚来吗？这么快就要走了？老母，来日方长，只要做好代天宣化之工作，记得自己的使命，莫懈怠，有一天自然会再回来见母的，不用担心呀。飞鸾，是不错啦，只是不知要到何年何日方能再见慈母。又哭了。祭佛，快别哭了。老衲拜请老母。飞鸾，弟子三跪九叩拜辞老母了。老母，不用多礼。二位仙姑再代母送一程吧。老母也哭了。96是，请祭佛与飞鸾这边走。飞鸾，请问师尊，弟子都说弟子的，结果见了母娘也说弟子，到底弟子在母娘面前该怎么自称呢？祭佛，以后就说孩儿吧。飞鸾，是，感谢师尊开示，也感谢二位高真相送，有麻烦的地方，请多见谅，弟子莲台已到，就此告辞了。三跪九叩。九天玄女生 and 六仙姑，不用客气，飞鸾多保重，有缘再见了。祭佛，多谢二位仙姑，就此告别了。飞鸾快上莲台，咱们启程了。飞鸾，是。弟子坐稳了，请师尊启程吧。再见了，二位仙真。祭佛，好。闭眼，起，众生堂已到，飞鸾下莲台，魂魄投体。飞鸾，感谢师尊多日来的教诲，弟子在此三跪九叩，谢谢师尊提拔之恩，希望能有机缘再和师尊四处遨游。三跪九叩。祭佛，总会有机缘的，活玉现行记全书告竣，老衲回天脚趾，诸子辛苦了。飞鸾，弟子恭送师尊法驾。再行三跪九叩。活玉现行记完。加。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前言因果游记目录。下载因果游记 170K 4网页负 534X Execute 的藏将上相将玉照书历观世续灵公续孟子续。01因果循环报应真。十殿转轮印证1002地方官员受俸禄，皆伸手直效国家。534B HTML 03家贫方能出孝子，鸟兽上之不辱恩04忘恩负义无情者，循环报应不思篇。05修身养性心端正，敬佛尊神积福田。06悬壶济世行人道，善德并立天加冕。07行善行恶皆自受，果满公园种福田。08云云苍生迷惑身，因因免切勿前因。09作奸犯科列天律，作茧自缚奈何之时无形身为强约道，修心行功还真无。534C HTML 11民法应律归善恶，明察秋毫果报真。12世人不信有因果，
请听亡魂说前因。13巧辟善导因果经，暮鼓晨钟正人心。14孤标傲世孝子行，天道好还一念存。534DHTML。15富贵浮云如朝露，浩然正气格感天。16天外有天人上人，言简意该堪深思。17昙花一现叹人生，以匪坦真悟前因。18因果论善恶，春风时雨沐人心。Z1 玉皇大帝降拔。Z2 西方济公活佛降拔。加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加 CC 前言因果游记奉旨著作，时间公元1981年，地点台湾高雄市苓雅区灵隐慈善堂，藏版香港广兴从善堂藏版，缺字弃本作，上记下火。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做网页，不用声明出处。注意，凡有此符号 XX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一体字或近义字。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转化 Doc WordPad Office 文件转作 Text 纯文字文件。先造一纯文字文件，在桌面上右按滑鼠，新开档案，纯文字文件，随意命名。B 打开 Doc 文件档案。F 另存新档。A 存档类型。T 选纯文字文件目录。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储存档案。S 是 Y 阅读编辑。E 自动唤醒。W 斜线或斜线检视。V 选项。O 自动唤醒。W 乱码，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汇乱码，可复制该句，贴上新文件便见内容。修改，先把本文分拆不过 30K 文件多份，有此符号%，改正后重组，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术语邮寄内文有关洋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斜线 JBK 容量 120K 加00目录寻找代号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34 HTML A0 地藏王菩萨像 A1 精确上相徐将 A2 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 A3 精确内乡徐将续本书例 A4 南海观世音佛祖将续A5 本堂五位灵公同将续 A6 亚圣孟子将续001第一回因果循环报应真十殿转轮印证时002第二回地方官员受俸禄节伸手直效国家534 BHTML 003第三回家贫方能出孝子鸟兽上之不辱恩
004第4回忘恩负义无情者，循环报应不思偏。005第5回修身养性心端正，敬佛尊神积福田。006第6回悬壶济世行人道，善德并立天加冕。007第7回行善行恶皆自受，果满公园种福田。008第8回云云苍生迷惑身，因因免切勿前因。009第9回作奸犯科列天律，作茧自缚奈何之。010第10回无形身为强约道，修心行功还真无。534 CHTML 011第11回明罚因律归善恶，明察秋毫果报真。012第12回世人不信有因果，请听亡魂说前因。013第13回巧辟善导因果经，暮鼓晨钟正人心。014第14回孤标傲世孝子行，天道好还一念存。534 DHTML 015第15回富贵浮云如朝露，浩然正气格感天。016第16回天外有天人上人，言简意该堪深思。017第17回昙花一现叹人生，以废坦真悟前因。018第18回18因果论善恶，春风时雨沐人心。Z1 玉皇大帝降拔， Z2 西方济公活佛降拔， Z3 因果善恶律原书附载略去。加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加 A0 地藏王菩萨降，是因果之原理。今宵降凡，是因果之报应。何谓因果？因果分为2种，一为善果，二为恶果是也。何云善果？简言之，心行仁慈，为爱惜物类，并以人心济是救苦，克己利人之心，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此谓善果也。何谓恶果？不守道德，违背真理，心地不正，以强欺弱，邪念惯心，横行霸道，目无法纪，此为恶果也。人生在世，恶之时，含虚一，为何不知有因果之报应？所以人生该学道而究之，真理大道显化判定也。因为大道之奥妙，以言语书难解释。总之未有天地，先有大道矣。大道称为无极之祖气，充塞在宇宙虚无缥缈之中，混合天干地支64卦108爻之循环变化，所以大道养育万物，亦能灭尽万物之，故顺天者生，逆天者亡，谓之天理大道也。人生在世，能觉者知修大道，可成仙真佛圣，永生干卦寿，无极之乐也。如不悟者，无恶不作，行恶因，造恶果，不信大道，逆天理行事，永坠坤卦，入地狱受苦之。此谓善果、因果、因果报应之理也。
加A1 精确上相徐将。诗曰：手持玉照下南天，观察慈善生意前。玄灵唯念赤子人，萧有使命福在者。甚是。今夜吾再次带玉一登堂宣读，神人俯伏。加 A2 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朕居精确，登95之尊，而不太虚玉清，直统万灵，日理万机。上掌36天星辰河汉，下辖72地风都幽冥，统直儒道。是耶回五教之权。朕虽身荣，无时不克为念苍生，但因现在世局，人心不古，世道一落千丈，使世道不正常起。察尔南赡部州台湾省高雄市林雅区南天直辖高雄灵隐慈善堂众卿，大力挽救世道，并在上回有者作阳间善恶游记，以示完纳使命，使朕欣喜之。今朕再命本堂镇鸾王善生再次著作因果游记，由西方济公活佛带领，善游各东土地区，按证查访重要因果，论公布世人之前，以挽世道大局，并于9月3日起止于11月3日完书之。公书完命之后，论功行赏之。卿于此，命叩首谢恩。339叩。天运辛酉年8月16日亥时。加 A3 精确内乡徐将序本书例。一、本因果游记乃奉谕旨而著作，文句虽浅，内含人间真实取证。因果能以实感化世人。二、本书费历2个月辛苦日子，唐生辛苦护法而成之劝化善书，阅者切勿轻视之。三、本书乃由西方活佛及王善生神人合一合力而取案并实著作而成。四、精确盛世凡印赠此书，颁送度人，不论字印、注印、木印、宣化、流通本因果游记，均可减轻前业之因果。五、凡求功名、消业因、修功果、化罪愆，为祖先超拔求名福，发大愿印赠此书，皆能如意感应也。众生如有所求大愿，可在家中神位前或堂庙前，对虚空焚香告示因由，诸仙佛神圣即可回奏也。报应美果如响。六、众生如阅观本书，须至近处，不得污秽藐视此书，或阻止流通者，永堕地狱也。大罪不可赦之，特降价说明，愿众生能阅书，真悟之。精确内乡徐将序于高雄灵隐慈善堂瑶池宫。天运辛酉年甲月4日。甲月11月。加 A4 南海观世音佛祖降序。诗曰：
真理玄机布人间，因果报应前有因。善笔挥鸾换人心，雪山王生名流芳。又曰：佛为醒化不辞苦，诸子效劳至虔诚。奉圣尊亲宜加勉，因果晚风拂斜平。序：昔日世尊以慈悲摄教，广度众生佛子，如宗鸾门乃仁爱至德为主，普化天下苍生。无佛愿如不度尽天下众生，是愿不成佛。那知尔现世颓风，道局堕落不正，有人的悟不修，有人的悟后不知。如何修持，乃在六道人间徘徊轮转，可惜矣。今有高雄灵隐慈善堂，善比王善生奉玉帝之命，复起弘扬天理之道，普化人间，唤醒人心，与西方活佛圣僧合力著作《因果游记》，以书劝化世人向善，取正世人因果，广度众生向善也。此东土众生的悟真理之始，实可贺可喜之。现因果游记于天运辛酉年迦月3日完竣取正世果，将以颁书人间。公世人观阅，知悟阳因乃有善恶六道轮回之报，种善果的美报，种恶果的恶报。众生如在轮回果报中顿觉开悟，茫茫苦海如放明灯也。因果游记告成，以实证醒化世人不阿之。无佛心喜特赞曰：庄严古佛，灵尘紫竹，九品莲台，杨柳枝头，甘露长盈，洒遍炉环，洗净灾劫，大慈大悲，慈航普化，宝书者成，锦数数语，颂赞灵隐。天运辛酉年迦月4日，迦月11月，迦 A5 本堂5位灵公同降序。诗曰：善恶因果醒人心，唐僧辛苦任护法，神人合一共使命，愿后共同在同命。序：因果游记自农历9月初3日开始，扶鸾著作出游人间，取正世人因果，至11月初3日完也。在著书过程中，乃遇到小小之模考，而众唐僧刻苦忍耐，效命甚是，至今日乃已快完卷了。这2个月日子中，唐僧之心血没有白费也。此书乃揭发人间善恶因果果报，一一实证记载书中，以醒化世人也。而望世人能上体天心之慈悲，希赤子能早早向善修心学理，不要在堕落六道之中受果报也。真实不可不慎也。众生以后如有机缘阅读本游记，要珍惜共研读也。而阅完速语传，阅乃功德无量也。愿书成卷，欢迎注印，施以无不施，无畏。无众佛神圣自会佑之，保佑生安也。书完前夕，5位灵公特意进言，以表无心，特
挥笔仅以为序。5为灵工匠序于高雄灵隐慈善堂。天运辛酉年甲月2日。甲月11月。甲 A6 亚圣孟子将序。诗曰：灵隐奉旨者犹记，如其完成无校正，因果善恶报应真，其望苍生邪归正。序自灵隐慈善堂产化著书，均以无孟子奉命校正，而虽先佛阐降，文章浅白，词句简明，但以天下众生易懂，以简单以正理唤醒人心为宗旨。而有大学之人误以藐视先佛徽文阐化之文章简单浅白，此乃言简意赅，切勿视如敝屣也。其罪甚大之。愿众宝学文士应以广传普化本书，使人人阅此书者能受益无穷。愿观者能邪归正，步向大同之道途也。吾仅原述以为序。亚圣孟子降于灵隐慈善堂。天运壬戌年正月6日亥时。甲001第一回因果循环报应真。十殿转轮印证时。民国70年9月萨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3日。西方济公活佛像。诗曰：灵隐奉旨者因果，因果循环报应真。任汝权威恒压世，愿汝诸事行善果。活佛曰：贫僧再次奉旨与王生拟合著新书《因果游记》。贫僧感觉忧喜参半也。喜的是灵隐慈善堂能受御命赐旨再造本因果游记，有此之心命，该是本堂之深虔诚而感欲经也。而忧的是，怕本堂各生及王身上要至前洗礼清净，以待本因果完命为止也。其次，阳间善恶游记现已颁书于世，让世人观看阳间善恶一面，以达醒化世人，使世上赤子能除恶向善也，以达世界大同安乐之。此乃是众堂生之功德也。今夜老衲又奉旨带领王徒善生取正凡间世人6道转轮3世因果，以公布世人之息，而愿世人观此阳间3世因果之后，能彻悟改过自新，使以前种种之罪业在一悟正理之后，能彻悟忏因种种之业果，而后世之果乃今世作者是，所以世人不知3世因果报应。如响应真。俗语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众生定要了解此理，不可在执迷不悟也。而老衲在劝世人要速速修心悟理，功成果梦后，自登瑶池天界也。王生曰：首先图向师尊问安之。好久未悟师尊经言，徒心念之。方才师尊训示之甚训，本堂之徒生将会铭记师尊之言也。今夜再次奉旨随恩师出游取证世人之3世因果，
徒感觉欣喜，心愁也。而望恩师能在这段时间中多多开悟智慧之。活佛曰：王生业为师，看你本灵台之上浮出一道小红色闪光，为师替你称喜之，这是你平时助人醒化众生之功果也。而为师在此勉励于你，必要再接再厉，为所有东土部洲，以救世度众凡子向善也，此是最主终目标也。愿王生你能再造心机。王生曰：感谢恩师之宝训，生当尽力而为也。不知今夜首次游阳曲镇，要往何方向？活佛曰：今夜要往的辅食殿转轮王，观世人转世之情形也，以取正世人之息也。王生曰：师尊要往的府，不知要怎样去，请师告知也。活佛曰：师父从西方带来西方妙心丹，要给你服之，以洗尘凡体，请服之吧。王生曰：感谢师尊恩赐也，现服饮之。哦，心生温和轻快无比，在任何血脉流动，而心快无比也，真是仙丹也。活佛曰：好吧，该出游吧。现在白莲花座已浮出在前面等候我们师徒上去坐下出游。而此白莲座乃通灵莲座，现已架起本身道光，在欢迎我们师徒也。王生曰：但愿这通灵莲座能与师尊徒儿共命着完本游记，乃也是功果无量也。恩师无以坐稳莲座，请师启程。活佛曰：好吧。现在要下地府取世人一段因果，在往的府路上，你可以半闭睁眼睛，观受苦之恶魂也。王生曰：感谢师尊给吾这机会，下地府观个苦景也。活佛曰：坐稳之，我们要启程了。王生曰：是，做好了，请启程。活佛曰：还算一路平安，方才望生你在路上有看到的府之凄凉，刑罚之景。王生曰：方才一幕真使我心惊胆寒也。以前吾还不信真有地府之设，但今无一清官，才深悟一切情形也，而扬身到地府取证访魂，也可在此印证乃实也。载于地狱游记。活佛曰：已到十殿转轮王之欲界也，我们师徒用步行观游入殿，参见转轮王。王生曰：是，师尊。前面好像有人领队向我们这方向行而来，不知是何因也。活佛曰：这是十殿转轮王宫引领各狱官，迎接我们师徒。王生往前参拜转轮王及各狱官吧。王生曰：王生参拜转轮王及各狱官，今因奉旨之命由恩师济公。活佛领吾小生到此取证，以着入因果游记书中，以劝世人也。望各官能开方便之门，而望转轮王开悟智慧也。活佛曰：今老衲带领高雄灵隐慈善堂王生到此殿，拜见转轮王。最主要是要清观世人死后
由一殿行判到10殿，再转轮为视之。情形也，以不是人之3世因果之时，望开示，开示。转轮王曰：欢迎西方济公活佛及高雄灵隐慈善堂王善生到本殿参游之。本王非常欢迎之。早日本王有接教主之谕令指示，知道你们要来，请2位入内奉茶也。本王再一一告知介绍本殿之转轮情形也。王生曰：多谢玉官赐茶也。此茶不错，喝了心情温和无比。也不知是何茶呢？玉官曰：此乃是本殿转世仙茶，是本殿名茶也，当是不错了。转轮王曰：命本殿转世玉官带领祭佛及王善生参游转世之情形也。玉官曰：是，遵命。请。活佛曰：王生随玉官后面参游之，一切要礼仪之。王生曰：是，尊是。玉官曰：前面有个东土男女，客正要投轮转世，现由各执命。官员在执命各男女转世，王生自己观看吧。王生曰：原来投胎转世，要经过这转轮之设施才安然，而各投胎之人要经过善恶称之量经度量，方能入转轮台投生。请问玉官，这上面是6个洞口，有何用处？为何站在上6洞之人，个个笑眯眯，而下6口小洞站在前面就哭，忧伤无比，不知何因？请玉官开悟也。玉官曰：方才望善生之问题，乃因上6洞口，乃是善人投世之口，而下6洞口是在世行恶，不守3从4德，不守礼义廉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信之恶人所投生之口，转生为6处4生，这样该明悉否？王生曰：多谢玉官开悟。玉官曰：请祭佛王生在随吾来，请到3世因果楼参观世人3世因果之情形。吾特准备你们堂上各善生之3世因果情形，让王生观之，请王生过目观视之。活佛曰：王生快前往观视，看看你们堂上那些善生之因果情。有也，凡阳世之人，皆有因果证记在此。王生曰：感谢玉官之赐观，原来里面有高雄灵隐慈善堂堂生王某人投世转恶，而在王入的府而命在投胎转世，现在是堂生功果平善也，买有几位是同修前辈。上天果然不错，一一列出因果表上，真是使我轻胆。呸！世上举头3尺有神明之理也，真是以实印证。玉官曰：奉吾教主及本殿明王之指示，有准备一份有关世上之凡人因果资料，请祭佛公接之，以辅助你们在凡间取证这些人之因果也。活佛曰：多谢玉官，因由之时刻已到，不能耽误太久也，老衲在此表示你对王生之开悟，及公布10殿一部分之情形。王生快向。
明王及玉官，感谢开悟之恩。玉官曰：感谢玉官之开示，使众生知世上有因果之报应，必行善果才能得善功也，在此非常感谢玉官。活佛曰：请转达本殿之明王，老衲向明王感谢之，因时刻不早，要回堂，请玉官不必送了。玉官曰：吾会转达活佛之意，向明王问安之言，在此奉送二位。王生曰：已坐上白莲花座，请师回堂。活佛曰：堂到。王生凌驾头体。加002第二回地方官员受俸禄，节伸手直效国家。民国70年10月3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7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奉公守法尽自愤，不良身世偏作恶，劝醒修心也厌修，三世果报反想真。活佛曰：大凡万物皆有因果，不论是仙、佛、神、圣也有因果之论也。何况是人呢？而物质是物，该属于因果之意也。例如本堂之身今夜为何会进入本堂学修圣理，而益除恶向善？这都是有因果也。王生曰：方才师尊所言，那么凡有生命是该有因果。以后请恩师在因果方面能多加开导也，以增徒之智慧。活佛曰：只要王生你诚以孝命度众，以醒世人向善为师字，会加以灵光补助你。望王徒要务师之言，今夜出游要提出精神，不可失神也。王生曰：多谢恩师训言，深记于心。今夜不知要往何的取证，以这入因果之书，请师告知。活佛曰：今夜要去的地方是本省三众市之市内，到了目的的，你就知悉也。我们坐连坐一路顺延，凡是高速公路，一来参观路之夜景，二来为师在告诉你今夜取证之因果人，快上连坐，不可耽误时间也。王生曰：是，遵命，已坐稳，请师启程。活佛曰：高速公路夜灯光亮无比，路上车辆来往自如，快乐任游一番。王生你认为如何？王生曰：这条高速公路沿途平坦，到台北只要没有事故发生，只要费4小时就可到达台北，而我与恩师所坐白莲花座的速度，比这些凡车还要快速，不知何因？活佛曰：因为凡人所驾驶之车要吃汽油，方能走路出动，而相反的，连坐是自修自度，不靠任何之幻使，此乃通灵之连坐也。所以连坐起飞行之速度，当然比车轻快无比。王生曰：恩师所言有理，众生方能了悟也。活佛曰：快到了，方才为师所要言论今夜要取证之人，乃是的方上之身是有头有脸之人也。
是地方上之官员也，为何要选这位胁备呢？因为有因果原因也。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再迈入老年，最终也难免一死，而为什么要欺下蒙骗上司，比狗不如呢？自然的，上不忠于国，且言害九玄七祖，真是可悲可叹也。王申曰：师尊所言，我已知悉了。在报纸上常常有这种新闻，应当一位官员，应当尽忠职守，不应有欺下蒙骗之行为。例如办事要收红包，过年过节要收年节费，以达这些官员之欢心。像这种行为在因果上要如何报应呢？活佛曰：当然要报应，今夜这位官员就是这种人，现已到了。王申下莲坐。王申曰：是，以下坐。活佛曰：前面有一幢高楼，那就是这位不良胁备官员所居住之屋也。王申曰：今夜三众事夜景特别热闹。活佛曰：可见世人已被这迷蒙夜景迷失了本性，致使天道之理难以推行，真是罪也，罪也。贫僧还是苦劝世人，要早早修心。悟理，不可因是菊花华迷去原性也，修也，悟也。王申曰：师尊说的有理，世人会悟师尊话中之话。活佛曰：现已到这位官员之家，我们进入这官员之睡房，现客已入睡了。王申曰：师尊，但是他们家中一些人还未入睡，不知会影响我们取证因果吗？活佛曰：不会的。虽然这位官员已睡了，呆失掉这位官员之本灵性与我们谈话，如今这位官员在被老衲掉灵性，知道自己过错，望能速改过自新向善，以达奉公守法。王申曰：但愿如此。活佛曰：看我的佛善，口念俺玛呢巴咪欧，是本灵速离假体，与佛谈话，连伏善三下。现在本灵性已出窍谈话，王申可以与他谈之。王申曰：这位老前辈晚安。官员曰：你是谁？为什么到我房间来呢？是否要偷东西呢？快说，不然报警察捉你法办。而后面这位老者穿着佛装，戴着佛帽，手拿扇子与酒壶是何原因？请快说吧。活佛曰：这位胁备，你知道我是谁吗？官员曰：不知道，快说。活佛曰：今夜我们师徒乃奉谕旨出游，取证凡人因果及现世，应以这于宝典，以力劝世人向善除恶。而吾乃世人常说之西方极公活佛也，人称活佛。而这位乃是高雄灵隐慈善堂正孪生王申氏也。这样你知道了吗？希望你今夜能好好合作，不得违令。王申曰：这位老前辈你好，因本堂乃奉旨著书，而无奉旨与恩。师活佛出游到本市，最主要之目的是要指破你之因果，以公告世人知悉。
但姓名及你的职守任务会保守之。官员曰：如果我不说呢？你奈我何？活佛曰：如果你能说出你的因由恶作，自可赦你3分之罪，不然在今不久，你将受的报应也，已达表上天降下现世报，知道吗？你的恶业，我这里现已有一份，请速谈你的恶果吧。王生曰：请这位老前辈快说。官员曰：好的，但请你们要赦罪3分。王生曰：如果你将151说出，上天自当会报赦你之罪账。望这位老前辈说实话，以后能速改这7下蒙上之罪。官员曰：我是某机关之某长，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我上任之后，头几次我都照我发表之文正报效国家，人民有麻烦来找我帮忙，几次不要红包。过了数月之后，我就改变主意，凡有人请我帮忙，先收红包再说。有时出差，乱报出差费用，这些事我以为是天不知的不知，那知这些事，你们怎么都知道呢？活佛曰：古人曰，举头3尺有神明，不要说是你，所有东土众生，若有罪错，上天尽知之，而你的因果，在前世是一位大善人投胎转世，那知你是无明理，虽然是博学经卷，有用吗？你现在之罪状，亦判现世报，要生病而亡，死后入魔肉之地狱刑罚，以正公司之名，而连你家中子媳夫人也被连累也。所以你要知道这因果报应之理也。一个当官之臣吃君俸禄，自然应报效国家，尽守原则，爱护百姓众生，此乃是吃君俸禄之职责，不可非想贪污收红包，这是错之。错之，愿你能速改前非向善也。王生曰：老前辈，后生在此劝你能速改过自心向善途步去，上天自会赦你之种种罪业，而愿你修悟修悟。官员曰：多谢这位活佛及王生之指示迷津，吾将重新改过前业所作，愿活佛佑之，小民在此向你忏悔。王生曰：有你这番话，望你自悟自修，以尽孝国家。活佛曰：好吧，因时刻到，不得延误。王生与这位官员互相握手，我们准备回堂。王生曰：是，遵命。活佛曰：上莲坐。王生曰：已坐稳了，请师尊回堂。活佛曰：堂到，临驾头体。加 M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一菜单。3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一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
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6. 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N2 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1. 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 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3. 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4. 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 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6. 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甲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斜线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 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 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 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并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加显示网页控制码。1. 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 2. 转换方法看甲乙丙。3. 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M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分段符%。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加 M4 转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400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因果邮寄534B HTML 03加平方能出孝子，鸟兽上之不辱恩04忘恩负义无情者，循环报应不思篇。05修身养性心端正，敬佛尊神积福田06悬壶济世行人道，善德并立天加冕。07行善行恶皆自受，果满公园种福田08云云苍生迷惑身，因因免切勿前因。09作奸犯科列天律，作茧自缚奈何之时无形身为强曰道，修心行功还真无。加003第三回加平方能出孝子，鸟兽上之不辱恩。民国70年10月6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9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孝亲思量备亲恩，三纲五常勤守则。为法恩又当合警，悟出义理上上仙。活佛曰：今夜乃是9月9日重阳节，而也是本堂三太子千秋圣诞。方才无圣僧官各贤徒陈于拜寿，表示各生对神圣诵守学圣之道榜，真是可佩，不失南天直辖之荣誉也。今夜王生凌驾不能全部集中，还有繁杂入思量也。王生曰：师尊所言，生真是心乱如麻也。因上天复任于我，而我是怕不能全力以赴为天旨，而痴罪难当也，真是心头乱纷纷，不知如何是好，请师尊能替徒生想出方法以解之。活佛曰：贤徒之困难为师早已知前，只是尚未向你说出缘因罢。既然贤徒现已说出原因，为师就顺言开示之。在目前本慈善堂之正鸾生，只有你能当以大任，虽有着身扶助，但着身之凌驾尚未入悟探深认真，所以在代任传真神语只有你一人当以大任。因上天非常看重你，虽目前你之处境不佳，但一切之因由，上天已明了一切，虽然当以直辖正鸾，并有一切道考，而愿贤徒要克一切之苦，忍一切之劳，虽唐贤生不知你之苦心，
但一切自有位师替你担当。王生曰：多谢师尊开悟，深感明于心。活佛曰：想当初你尽一切孝道，尽孝双亲，宁使自己吃一切之苦，真不失孝亲登道也。而昔日你在雪山修道炼气，本可享瑶池天极，但因杂烦念下界投生，使上天知悉你有烦念于世之罪，命你投胎王家，虽你小时候有多次在九死一生之险脱，而现在不是已成人懂事明理，战兢为世人醒化，度人向善一切之苦，尚要你刻苦之。王生曰：感谢师尊教化之，深会把恩师之言铭记于心也。活佛曰：好了，该出游吧。活佛曰：是，遵命，已坐稳，请恩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王生快下莲座。王生曰：是，遵命。活佛曰：此地是宜兰之郊外，前面一小瓦屋是我们要取证因果之人，我们前往吧。王生曰：好大的一片广田，此的已长大的稻子，大部分已割完了，等夏秋再行播种插秧。恩师，夜已深，这家人已睡入梦乡，前门已关上，怎么办呢？活佛曰：不急吧。今天此人之阳魂由本净福德正神带来，好让我们问明此人凡事情形，以正著书中醒化世人。王生曰：哦，原来如此。活佛曰：福神已带这位阳魂不来了，快向本净福德正神参礼。王生曰：是，遵命。参见福神，下生是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鸾生。因师徒奉旨着因果游记，到本净取采事间暗证，多蒙福神带此人来，在此表示感谢。福神曰：小神参拜西方济佛及王善生，今天能到本净取证因果，乃是本净荣誉也。早已久闻高雄灵隐慈善堂扶鸾阐教，醒化世人。公生今年仲秋日本净已接预兆，知道贵堂奉旨著作因果游记。今日来此，请活佛及王善生到本净福德祠休息，好让我招待，而后再问案由吧。活佛曰：多谢福神之承待，改日有时间的话，我们师徒再行专程拜访吧。王生快向这位阳魂问话。王生曰：请问福神，这位先生不知犯何罪，为何今晚被福神带来此呢？请福神指示原因。福神曰：这位先生姓何名祖，今年30岁，家贫，却很孝顺父母，所以今我带此阳魂到此的原因是要取证入因果游记醒化世人，孝顺父母双亲才是应当之。现在已受敕封和祖孝子并有赞曰：对对根春象，纷纷云草田，似遥登地位，孝感动天心。王善生可向这位何祖问明孝顺原因。王生曰：这位何先生请了，
我是高雄灵隐慈善堂王生，因奉旨取案，拟县市孝顺双亲美报情由，请何先生告知，功德无量也。何祖曰：拜见济佛及王善生，今天荣幸能拜谒济公活佛经言，实在荣幸也。而王善生更是功德无量，为了醒化世人向善，不辞劳苦取案证，乃功不可没也。吾贺祖又丧父，母亲又失明，我是独子，家中跟母亲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每日三餐都难过活，但无极力和恶劣环境奋斗。每天都到山上去采食柴换薪，换些米以奉养母亲，自己常常挨饿，也不让母亲知道。到了10几岁时，邻人介绍我到工厂去做工，条件是除工钱外，还有主人供给膳食，以贴补家用。10年如一日，母子两相依偎命。过了几年，母亲去世，那时我非常悲伤，为了表示对母亲哀悼，就拿了魂布，用针线缝在胸膛上，外面却不穿丧服，也不挂孝。所以这一代的人民都指责我，责备我说，你知道孝顺活人，却不顺孝死人，与理不合。但我贺祖虽没有读过书经，但我知道一个人要孝顺双亲，要发自内心，表面上的孝顺是没有用。就是这样的经过。王生曰：何祖说的有理，孝顺父母要发出内心的真诚，不要光用嘴说孝顺，而内心却不诚于父母。在今天的时代，不孝于双亲的人比比皆是。父母骂了2、3句，就想跟自己的上堂顶嘴，顺自意拿刀杀父母，真令人胆惊。何先生能在世孝顺父母，真是难得，难怪上天下赵敕封你为何祖孝子，真是得来不易。中国之伦理道德，以孝悌为本，尧之欲把天下受顺，最初之动机，乃因舜有大孝，既能齐家，才能治国。古曰：百善孝为先，宇内诸君免乎？活佛曰：百善孝为先，修善者必先行孝道而后善，道则可得。昔日故周老来子行年70，系于双亲，王祥卧冰求鲤，孟宗哭竹，乃都是孝顺的实例也。观今疯狂世道，倡维新潮流，重己而舍亲千里，真是可恶至极也。何祖奉亲至孝，白首成家，此事有善觉，能了悟，百善孝为先。而行孝，如在皆在力行功利德，将是世间大善人，故功德上可因祖先，下可因子孙，免东土众生能大行孝道，以造孝善功德。夫神曰：生我者父母，故父母之恩不可不知，重如泰山深似东海。如以无报者非人也。10月怀胎，3年乳哺之劳，且乌鸦上之反哺之意，杨时贵乱之恩，世人如何不知孝敬父母？真是不如禽兽乎！
望世人能效法和组织孝敬父母的精神也。王生曰：恩师与福神所言有理。人之初，身受父精母血，口食神农五谷，身穿黄帝之衣，何不效先圣之道，而学乎子夏之孝道？望世人了悟，百善孝为先之理。活佛曰：佛教在三世因果轮回说你今世所承受的苦乐果报，就是你前世为善与不善的结果，你来世究竟会常受苦或乐之果报，就得看你今世是否种善因了。又说今世残废白痴、贫贱多乖之人，就是前世曾造种种罪孽，今生健全聪明、富贵亨通，乃因前世曾行善立德。同理，今世为人全凭天理良心，并行善立德的清官廉吏、仁人君子等等，来世就是公侯将相、富商巨宅。今生做事不凭天理，专门欺良凌弱的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等等，来世便是残废白痴、乞丐娼妇。故此，功德圆满的人可成佛，而恶贯满盈的人也可能转世畜生，成为恶鬼，或堕入地狱永不超生。今夜时刻已到，我们准备回堂。王生曰：感谢恩师谆谆教化开悟，因时刻不早，也感谢福德正神及合祖。告辞了。福神曰：奉送祭佛及王善生。活佛曰：多谢福神，我们告辞了。王生准备上莲座。王生曰：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堂。活佛曰：堂到。王生临驾头体。加004第4回忘恩负义无情者，循环报应不思篇。民国70年10月13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16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仁爱礼义应共尊，人乎也理应守则。循环因果六道轮，一念之差下名誉。活佛曰：在这现世时代，各善男善女或一些阳士，大多对儒宗之教有意偏忽，谈论本儒教非鸾传真，乃一些胡言乱语之谈也。顺乎谤诽本儒教宗室之圣言，乃是在传引天道最大之阻碍，而献上天为了整顿人间花迷世道，使元人失去之本性，能在悟修治原来之本性，以达登果、正果，回往无极原乡。而上天在行任务，付托本堂著作《因果游记宝典》，以醒化人向善。此行乃任务重大，今夜之由王生提起精神，不可失误也。王生曰：是，徒遵命就是。因本堂奉南天圣世祖团访道，因在各有堂户参真理意见，而在上回误了这由，请恩师谅也。活佛曰：不见乎？不见乎？此乃是圣意要本堂访道，那算误事呢？只要本堂各善生要拿出真心修心参礼，并替天行事醒化赤子，向善行道，
那才是也。王申曰：多谢恩师开悟智慧，徒当遵行之。今夜出游取案人间，因果不知要上何方呢？活佛曰：今夜要取案之地方是台中，快上莲座吧。王申曰：是。遵命，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了。活佛曰：已到了台中，下莲座吧。今日要取案事部人被信诈，财产报案，前面已围了大堆人，就是前面客正在火烧的地方，即今天要取证之因也。王申曰：徒生曾经在书上读了一篇孔子说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诚交友情重亲如手足，一同生死忧负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积非时而不明，信也。情之五德，人谓万物之灵而不如禽兽乎？如一个人不仁不义不信，那么在社会上定不能立足，以何谈修道呢？活佛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骗得好善不积，必有余殃。这句话是说，如果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那么不但你自己会得到好的报应，就是连你的子子孙孙也会因为你的阴德而享受到福报。假如你存心不良，尽做丧天害理之事，不但你自己会得到报应，连你的儿子妻女也同样受到连累而遭恶报。所以世人要慎乎行善立德也。王申曰：恩师说的有理，但愿众生能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回心向善修心。前面大火不知那一户人家，可能要全家惨遭烧亡，不知是否有原因，请恩师告知。活佛曰：前面被大火围烧的房屋，主人姓林，字仲元，生性狡猾，巧诈超群，口密而腹藏刀，故有个外号称笑面虎。30岁时便开始创业，资本因短缺，就合谋于之友陈中三，而此人乃是幼年竹马至交，是海山盟之人义，也是文景之交。陈中三家有余富裕，疏财重义，而陈仲元受了陈家之沃泽者不少。陈中三亦不见怪出入之账目，仲元性乖，以谋计用荆州之计，图谋合伙于陈中三，选择闹市处中开业不庄，携本由陈中三支出，而林仲元夸言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营不久，势力日盛，之上有笑面虎之称，善巧招呼，果然利益盈贵，市面账目皆由林仲元掌管，而陈中三乃是诚心老实君子之人，对于仲元意图之念乃不生疑也。顺转6年，不庄生意积固，仲元见利忘义。有一天晚上，仲元请陈中三饮酒，并在饮酒中提出不庄分股之意，全部业务不庄账目，人仲元自己清算分伙，陈中三均答应之，分股利益各有所得。然而陈中三之或空账上利，并未收到实际款项，
众元乃以全部资金运葬钱柜。众元见事机已成，即唆人要杀害城中三，意图灭口之。是因意图杀害城中三事迹败裂。而这种不仁不义之邪徒，上天岂能不闻悉？故派恶神要收命元魂，并在三世因果簿中批准现世报以示警罪罚。就是今天这场大火，要活活烧死林仲元之理也，还疑惑妻女，真是可悲也。王生曰：人间岂无报应乎？燕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早与迟。感谢师尊圣训也。活佛曰：上次我们游十殿时，有带回三世因果簿，里面就有林仲元报应因果。王生，你过目一观，这三世因果簿林仲元一生所做功过有过失之部分吧？一、不惜无辜一生1000过。二、言而无信一生1000过。三、不仁亲友500过。四、税金不缴500过。五、恶语伤人一生2000过。六、无故欺骂妻子1000过。七、交接金钱不清1000过。八、骂天怨的500过。九、不敬神佛一事500过。十、取不义之财一事2000过。11、有财不施舍一事1000过。合计一生全部过失共有11000过。王生曰：此罪重大，又无积一毫功德，难怪上天降下现世报，以示惩罚林仲元。孔子圣人曰：饭疏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最主要是教人不可取不义之财，且定要安贫乐道，博施济众。活佛曰：天地之间，王道分明，恢阔窈窕，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如影随形，生自胜之，无谁能取代之受者也。人生的轮回报应岂有偏差真假之分吗？冥冥之中有天数，此生不行善更待何时？此生为人不修更待何时哉？现在的腹黑白无常二爷已带灵魂要来见我们了，王生快向无常二爷参礼。王生曰：参见二位将军，请多多指教。无常曰：不要多礼，参见祭佛，今我两兄弟奉命带恶魂下地府执行报告，乃任务也。冥府刑罚森严，愿世人勿以冥府为无。10. 敬神如神在，为善者天报之福，为不善者阎罗城以亡。劝汝世人要速速行功立德，光前裕后，正己化人。冤可解不可结。善人则亲近之，助德行于身之；恶人则远避之，度灾殃于眉睫。早中福传，免坠深渊是未幸。王生曰：多谢将军开悟训示。活佛曰：天堂地狱之时，何灵魂之不灭？天堂地狱虽然是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以为虚有，而胡作非为，等到死亡临时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因时刻不早，王生我们回堂吧。吴常曰也好，我们也克正带恶魂回的府复命也，如有失仪之处，请活佛及王善生多加包涵也。王生曰已坐稳连坐，请师回堂。活佛曰堂到，王生下连坐，凌驾头体。加005第5回修身养性心端正，敬佛尊神机福田。民国70年10月17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念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爱心普慈凡人间，弘扬故德文化谦。到处温情南善州，愿因美报离苦罪。活佛曰今夜乃是补福著书，王生在上回因工作加班而误服日，其因工作之有果可量也。业者犹记王生要提起精神，才不复上，天之任命也。王生曰多谢恩师教诲，深铭记心中，而上回务时刻忘恩师量也。活佛曰今夜应取正案，王生快上连坐。王生曰是，遵命。今夜不知要上何方呢？活佛曰今夜要取正因果，乃是新竹。王生曰已坐稳了，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新竹，王生快下连坐也。前面已有凡间神圣天上圣母带阳魂要觐见我们师徒，快向前拜礼圣母也。王生曰遵命也。下生乃是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銮王生，因奉旨著书因果游记而到新竹取案因果，望圣母开示阳魂之因果，以者入因果游记内，以醒化世人向善。圣母曰欢迎活佛及灵隐慈善堂王善生驾到本境，本境早已奉命迎接你们，勉励。活佛曰今日我带王生到此，希圣母能开示解说。圣母曰不要客气，这是应当的。早知贵堂致力弘扬圣道，劝化不少恶徒去恶从善，久养之志。王生曰感谢圣母夸奖，愧不敢当，必堂在陈堂主领导之下，全体鸾生同心协力，代天宣化，只是尽本身之职而已，不敢言及大德。圣母曰在目前的凡世社会充满暴力邪气，作案连连，那些亡命众生之所以敢杀人不眨眼，主要是那些凶手以为死了就依了百了，更以为以我一命赔他全家5命10命，岂不是很划算吗？其实这些人错了，根本不明白，人死了只是他的肉体假躯，他的灵魂真我是不死，生前为恶，是要受法律的制裁，死后必要下地狱受苦，坠6道轮回报应。道祖曾曰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平好。
算尽则死。王生曰：圣母说的有理，人可欺，天不可欺。恶行恶报，善行善报，毫厘不爽，冥冥之中报应是可怕也。圣母曰：今吾代这位阳魂乃是一位爱国亲民的官员，而前世因果乃是大善人，现在我带来此王生，可向他问话，以证因果犹记，以资劝世。王生曰：这位先生请了，请问贵姓？吾乃高雄灵隐慈善堂王生，今奉旨随师取证案果，以劝世人向善，请先生能奉告你现今所做之善行，功德无量。阳魂曰：参见这位活佛，受弟子三拜也。即王善生方才听你们谈话，知道贵堂现在致力在弘扬圣道，以行事行善，乃是大功至德。本人姓林，字金，今年60有余，家中乃是一代书香，而且是本地方望族。对于吾本人平时行为，一切守天理而行。而我这个人有一特点，凡有贫苦之人吾见之，吾必给予救助。凡有假日喜游山野寺庙，每见神佛今生破旧，捐资重新粉饰，如遇有新建寺庙，多少捐资雕刻圣像奉献。而现在吾服务某机关，对于部属，吾皆奉孟子曾曰：圣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与人之间是以诚相待的，你对人好，人家也对你好。所一切处，是生规，皆依人道天理行之。现有子孙满堂，而且孝敬。以上是我这一世录之简介。复而现在吾乃是一位在家修之居士，平时守3纲5常，4为8德。言谈此，奉劝世人多行善举，无论后世或现世，都会有好的美报也。上天会按因保佑之。王生曰：多谢灵善人告示善行，以点醒世人，功德无量。活佛曰：世人切勿说因果事无人可见，须知远则报而孙，近则报应在其本身。前世修来今世受，今世修积来世人。今生能享福，乃是前世所修的，今世修积功德，可因后世之子孙。3世因果说不尽，上天不负善心人。总之，因果是难以细说之，只要众生速速行善积德，上天就不会亏待你的。在此以7言绝句勉励灵经也。诗曰：民虽显赫不多识，行善修功正合宜。富贵须循归大道，神缘不地奈何之。循归本作轮归。又曰：高官显节究何因？3世黄金是佛身，为结3期须积德。祖宗父母尽超生。3曰：大道悠然尊正气，乐善好施是人人。铺路助人成因果，临今公曹感甚真。
阳魂曰：感谢活佛赐师加冕，无定会加持善行。活佛曰：曾经人家王问佛曰：世尊，众生死，未生之间，实在何处呢？佛就告曰：王，种子之生芽，种子先灭而后生芽也；芽生而后种子灭也，种子灭时芽生也。人家王曰：种子灭时芽生矣。佛再言曰：生灭同时，无有前后，即前时灭时，后时生焉。从人家王问佛这一段话中，灵魂的生就是肉体的死，肉体的生即为灵魂的死。王生曰：感谢恩师开悟教化也。请问师尊，现修道之人，修的是什么？活佛曰：问得妙。当然是无形的灵魂、灵性，而不是四大假合之躯壳了。因灵魂乃借四大假合为庙堂、住宅所，以修道人必借四大假合而修真灵，此乃借假炼真之真理也。这样懂吗？像灵金善人，上天现以加封位，三品神格，而待将来修成正果，乃可证以金仙也。因时刻已到，王生拜别圣母及灵善人，准备回堂。王生曰：是，遵命。因时刻已到，感谢圣母及灵金善人，许树善行美报，我们告辞了。圣母曰：顺延免于众生几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真应早与应迟。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消，日有所损。愿众生回头是岸也。王生曰：我已坐稳莲座，请恩师回堂。活佛曰：堂到。王生下莲座，灵驾头体。加006第6回悬壶济世行人道，善得并立天加冕。民国70年10月念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念3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巧言令色妇人多，舌见恶业操干戈。行节礼义守四德，方归德行入因歌。活佛曰：现在科技发达社会之中，有形形色色之人，有万教之道理，在普化救度众恶子，以达醒化向善。那家现世之世人不知三，是因果报应若相，致使道理妙法不能一吐参饮，以力醒化也，真是叹哉也。老衲为了醒化世人而费尽了口舌，一再点醒世人要速速行功立德。虽有颇多鸾堂自设堂以请恩主下界，点化世人向善立德，而人费消多少神佛下降凡尘灰鸾醒化文言，以力醒救世道也，而愿是人要了悟善恶有报之理也，不可自误。王生曰：恩师说的有理，而望恩师多加开示世人，以醒化迷津也。活佛曰：好之。王生快上莲座吧。
我们要出游也。王生曰是，遵命。以坐稳连坐，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宜兰，风浪很大，坐在莲座上，王生你会感觉冷吗？王生曰是，有点冷，但有恩师同伴取案因果，心也不觉得冷也。活佛曰有志气，有志气，上天之眼当准，不看错你这位前果也。老雪山之炼气是王生也，但愿世道沦落能有救也。个个世人能同乘法舟，而开往无极圣地，以享无忧之乐。王生曰感谢师尊赞示也，望师以后能多加开悟之。活佛曰现在上天慈悯，开放大道，全班信普渡，解救残灵，脱离苦海。趁早访求悟彻真理，阐发先圣之奥旨，尊纲常，洗心涤虑，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步上光明大道。因尔高雄灵隐慈善堂领指服鸾阐教，普化成绩日日上增，故玉帝龙心大喜，降下此非凡重任。尚且善比灵性精明，使我亦感欣慰。因果游记之著作至今已过1/3部，俱未完形成上远西诸生效劳务待，一旦此书者成，则诸生之功果可超诸业也。王生曰感谢恩师1年来之辛苦教化，暗中显化照顾，无为不至，只觉自信吃鱼，尚未领悟至深之境界，以求恩师多加灵光。不知今天要取正是何果案呢？活佛曰前面有一间小小福德祠，是今天取案对象，而为福德土地公，乃因在世有行功立德，而被玉帝派任土地福德之职于此。而今天就要听听这位土地公在世时所行之善事，快上前参拜是的功也。王生曰下生参拜福神，因奉旨著作因果游记，而由恩师济公。活佛待吾到此，要听土地公在世行善功德之术，请福神多加开示。福神曰快起来，不必多礼，欢迎活佛及高雄灵隐慈善堂。王善生驾到本境，请入福祠小坐再谈论。活佛曰免礼，我们师徒奉旨着因果一书，以利普化世人，请土地公述谈你在世立德行功及称神之经过也。福神曰是，活佛。昔日宜兰县有一位灵医师字高春，他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是个具有菩萨心肠之人，所以在宜兰县内，只要提起灵医师，没有一个人不翘起大拇指，夸赞他是个好医师。而这位灵医师乃是现在的我，福德土地公。因为平时我在济世治病之时，如遇有贫苦之人，我都免费为他医治，并且免费施药。一生之中乃行善行医德，所救之人不计其数，而我也时常不施穷人。对于神佛我格外敬尊，我一生最大愿望是以为他人解决困
难，解决痛苦是我的愿望。卒于81岁，因在世时，我乃行善积善，而被福神引导至的府。除去阳疾，冥王知悉我乃大善人，命判入的府修道院，进修参悟道理，学习圣贤治理，以致功果完满之后，领地府冥王法旨任阳兼福神之职。吾奉劝世人能早早觉醒，切切修心学理，以能有好的果报也。王生曰：感谢福神开述在世行善经过，相信众生能体悟福神在世行善之成果，而切切行善积德，在此望福神能在福慈再力修之，以待将来能证仙果之谓也。福神曰：多谢王善生之勉也，今日你与活佛普度众生重任，才真是大功无量也。活佛曰：世局变迁，人心险诈，向福神在世行1世纪，在现在花迷之世，实在是很少有像你如此有医德之人，老衲特赐土地公师律也。诗记行医济世临高春，人学五常彻理经，莫视小善无用处，三纲八德起苍生。活佛曰：土地公行尽人德医术，救世众生，乃行人道，自然以后能直入天堂果位，因时刻已到，愿世人能修学领土地公之榜样，而速立善果。王生向土地公拜别之，准备回堂了。王生曰：感谢福神开示你之前因果善行，告辞了。我们师徒要回堂了，以上莲座坐稳，请恩师回堂吧。活佛曰：堂到。王生下莲座，凌驾头体。加007第7回行善行恶皆自受，果满公园种福田。民国70年10月念3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念6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人生如梦悟春秋，修道修心总是得，因果回轮报应真，一觉如梦早前功。活佛曰：贵堂方堂长生之母方仅于25日子时仙逝，而使老。那隐续人生身世时是非常短暂，金钱名利子孙何在？高楼大厦只是让你暂住而已，到后来还不是被你的子孙送到山丘野外埋了吗？而岂不是人生空也？去空空来空空。王生曰：恩师说的有理，人生本是空空，再生要什么有什么，死了什么也得不到。本堂方堂长之母已先逝2天多了，不知他人现在在何处呢？活佛曰：漫漫岁月何去何从，就要看他之修为功德，谁也不能去保奏进功于他也。而贵堂之方生三宝之母，平时乃早晚奉敬神佛，而且有注印各种善书，而也非常修心立德，所以死后上天也不会亏待于他也。王生曰：再请示师尊，
不知可以见他吗？活佛曰：可以。因于本堂奉旨着造因果游记，而顺于提起。人死后去往何处？顺谈方老夫人之因果已着入本游记也。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启程吧。王生曰：是，遵命。已坐稳，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下莲座吧。王生曰：师尊，这是方唐长之家也，为何来辞呢？家里之人客正在商哀，只见甲躯，而不见方伯母之真灵，不知真灵往何处去呢？活佛曰：其灵现已在本市城隍庙内，我们到那儿观视方老夫人吧。王生在上莲座。王生曰：是，已坐稳了，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本市城隍庙。王生下莲座，前面已有城隍代观。元神众要恭迎我们师徒了，王生快上前参拜城隍也。王生曰：是，遵命。下身参拜城隍及各神官，因本堂奉旨著作因果游记，故取证到贵庙以参案取证也，请城隍多加开示也。城隍曰：不要多礼，欢迎祭佛及王善生到本市参访，乃本庙之荣幸也，不知有何贵事呢？请入内再谈之。活佛曰：多谢城隍。王生随城隍入内吧。城隍曰：命奉茶官奉上上品审查。不知活佛到本市之庙要取案，何事呢？活佛曰：因为本堂灵隐慈善堂有一位唐生之母仙士，而有往贵庙报道，而王生想会见这位老太夫人也，请城隍开恩方便吧。城隍曰：那是应该。应该。活佛王善生请随吾入内参观。王生曰：感谢城隍。城隍曰：里面只有12人坐在那儿候命，而第3位叫方景，不知是否是你们要觐见之人吗？王生曰：是。是，多谢城隍引荐。活佛曰：王生，我们入内看方生老夫吧。王生曰：是，遵命。他们好像很伤心的样子，而其他的人也一样。城隍曰：要进入本庙之积善所事不简单，非是有功德之人乃不能进入内也。如恶者早已入的福报到了，那还能在此后命之？王生曰：到了，那他们都已往我们关注了，而方老夫人已看到我们了，已向我打招呼了，不知为何也。方景浑曰：老的你为何到此的呢？后面好像是济公师父，不知是否呢？王生曰：方老伯母你好，因为灵隐慈善堂奉旨着造因果游记一书，故到本庙取证，因此顺便到此看您也。后面乃是活佛师父也，快叩拜师父也。方景浑曰：浑方景参拜师父也，在这儿一切安好，早晚听大事。讲道参礼以增加之事。
在世时常跟师父开玩笑，请师父恕罪也。活佛曰：方图起来，不要伤心也。人难免一死，1岁不死100岁，也要死，总是难免也，何须伤心哀痛呢？王生曰：是也，是也。请伯母勿伤心，勿伤心。你的子女会照顾自己，而方堂常会办好你的丧事，而且各子孙会多劳甚事，而你且勿伤心也。不知你有何事情要交代吗？方景浑曰：多谢老的也，我只是希望他们兄弟要团结一致，不可分歧，且要继而到堂上效劳甚事，以正行善立德，而望师父要多开示我个儿也，不可使他们兄弟步入罪过，而难以自拔也。而吾所留下之经世，要望个儿暂时保存之，不可变卖，等以后有困难再行卖之。更望老的能多加到灵隐堂去协助圣事，使堂务能发挥，以救世人向善，此乃吾之愿也。王生曰：方伯母请勿挂足也，灵隐堂如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当会尽力而为也。活佛曰：请问城隍，这方景生前之因果功德有多少呢？请能告知吧。而方景浑在念5日子时仙事，你们派谁去引渡呢？请告知。城隍曰：现在我手上的一份资料，乃是方景浑前世之功过资料，请活佛王生过目吧。而方浑之灵乃本次奉因指命派福德正神引渡到本庙的。王生曰：哦，原来如此。活佛曰：王生快来观视方景之功过簿，虽有积过之错，但乃小错也，而功德多业最少，如下公布。1. 敬神佛1事2000功。2. 助应善500功。3. 劝人行善1事2000功。4. 办公慈善1事2000功。5. 道亲和睦1事1000功。6. 修心悟道1事2000功。7. 助奉佛经生2000功。8. 对佛奉敬1事1000功，合计1万功也。过业就是口谈业非500过，而功过相抵，乃功多过少，可证矣。弃天神格也。以由灵隐慈善堂主席天上圣母宝奏，入南海修道院，尽修道业圣果也。王生曰：不加方伯母之3世因果如何也？活佛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受者，乃今世修也。而方老夫人之前因果，乃是大善人，而今转世为方景也。今就谈到此，快向城隍爷拜辞也。王生也辞别方老夫人吧。王生曰：下生辞拜城隍，多谢开示，伯母我们要回堂了，因着由时刻已到，请伯母能好好修炼，待将来能登果位精品也。城隍曰：欢迎活佛及王生有时间机会能再到本庙参游也。奉送活佛及王生。
活佛曰：快上莲座，回堂吧。王生曰：是，已坐稳了，请师回堂。活佛曰：慈善堂道，王生凌驾头体。加008第8回云云苍生迷惑身，因因免切勿前因。民国70年10月念6日，1981，岁次辛酉年9月念9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三世因果真非凡，善恶报应有分明。任是任财挡不住，善行力心拔先祖。活佛曰：王生今夜乃是出游取证因果，要提起精神，不可失误也。王生曰：是，徒当全力以赴也。不知业要上何方呢？活佛曰：快上莲座再说也。王生曰：是，遵命。已上莲座，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下莲座吧。前面有人迎接我们师徒呢。王生快向前互为参礼也。王生曰：我是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鸾生，因奉旨出游著作因果游记一书，到本境请千岁开悟也，以登载书中劝化世人向善也。千岁曰：那里那里。王生太客气了，快起来，欢迎祭佛道。本境罗东取案因果，请入内奉茶再说也，命奉茶官奉茶也。不知要取何因果呢？活佛曰：因世人大都不相信有因果循环报应之理，因此作案，行恶犯罪连连，使大道难以推行之，而只贪眼前富贵荣华，不思大限如梭为迫及，一旦呼吸气断，万贯家财显赫势利也。非饱了，愿千岁能开示因果报之理也。千岁曰：吾自领命下凡尘，统集阳间善恶之果，并在本境复设阳间积善所，此设是暂留住善人，等候亲命使者引回上天，修道院，并实积凡人因果道业，做成一册送缴上天级的冥府，作为刑赏罚刑之用。此乃是我在本境之职也。人生在世，沈浮于宇宙之间，有的富贵荣华，有的家贫如洗。叹上天不公平，此乃前因果之定理。今日如你知晓行善造德，等到殃尽之日，即昌必接踵而来，而三世因果乃有定律之报也。如世人有人不敬食物为因，产生饥饿为果，此乃为因果对待报应之现象也。今某人虽富裕荣贵，但却有其病一疾，虽有出名名医，皆2连3诊治，却群医束手，此乃所谓之因果病。又曰是魔病。非是毛病，毛病只是皮毛之病，内伤外感之症也，以药物即可医疗之。但若遇魔病，则非凡俗之药物可治之，因病魔乃心存报复，见你痛苦呻吟，他却是哈哈大笑，故世人如有犯病，要失灵者，须速于神前忏悔前世之罪过及此生所犯之错失。
若能坦白在神前忏悔，以后不敢再犯，加修道德，行善立功，则你之疾病，吃药自然日有起色也。因病魔最惧忏悔之人，你若忏悔，则大罪化小罪，小罪化无罪。亦即旧业日消，新业不造，身内自会产生一种抗魔之力量，正气。药中已含有你所吐出之毁语，此毁语有如毒药，病魔食之自然，厌苦不吃，而渐渐离去也。一旦人心坚定修身，仙佛定会暗中保佑，则病魔自然迅速退离而去，病患康复。此是消世因、消魔消病之秘诀，愿世人参用也。今善生乃奉旨出游取证因果，本尽善恶之人，我已著成一册，请王善生过来观视也。王生曰：感谢千岁赐观也，里面有本纪、罗东、行善与行恶人，明知名录干道。XXX 人行善施财建庙3000功。XXX 唐僧尊敬神佛一生3000功，2位善人，千岁特加岁寿20年，以资勉励。奸淫妇女 XXX 人，记过3000过。又 XXX 人任医生之职，犯有财不施舍一事3000过，2人各减岁寿20岁以为报应。坤道 XXX 人不敬神佛500过。XXX 人是何种万灵物投胎转世，将的现世报应也。量缺数据。千岁曰：现在上天大开普度，才可泄露天机，这本人名录，送往的府善恶厅，作为参录也。愿以世人能知物，切行立功果，早日悟彻玄机，不向大道回往理天以为母怀也。王生曰：多谢千岁割爱而谢因果，露天机，主要是希望世人即速了悟世道德未必喜，不孝一故，回头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免得日后投入6道轮回之中也。活佛曰：老母慈爱各缘儿，希能早日先登极天，所以大开3曹普度，广度众生，度尽92残灵。但苍生迷惑已深，要个个去晓悟真理。有人说要明彻大道真理，不是那么简单的，老衲要说的是，其实也不难呀。只要大家抱定个人心力，定会埋头苦干行，修学到悟理，则自然会生出求真道之思想，即智已开了，智慧已开，自然不会再胡思乱想，并除杂念，自会专心向道迈进，回归绝路。此乃求道的境，自有慧心之谓也。此即定慧之成果，有何难哉？而今世人乃不知有因果循环之报，一个人如能了悟因果报应，应早日行善积德，自可了断冤孽也。王生曰：师尊说的有理，虽然有幸今生为人，但是宇宙之间也是各活地狱，自出生以至圆寂，谁人不为3餐而奔忙？虽有万贯家财，居高楼大厦，拥有3妻4妾，一旦无常到来，
万事皆空，唯只有功德是随身之宝，用之不尽，永久常相随。活佛曰：今生众生若知晓修身悟道，有朝一日自能脱业障。过去的冤孽可以造功累果弥补也，自能越登三界。夜阴时刻已到，王生快向千岁拜别，我们准备回堂吧。王生曰：感谢千岁开悟金言，因出游时刻已到，不能与千岁多谈，请谅也。千岁曰：不见乎？有朝一日如有机会，欢迎活佛及王善生在。到本境，吾十分欢迎之，送活佛及王善生也。王生曰：已坐稳连坐，请师回堂。活佛曰：堂到。王生临驾头体。加009第9回作奸犯科列天律，作茧自缚奈何之。民国70年11月2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16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明显一时过烟云，行善学道正何时？富贵险要归六道，神佛劝勿夸可知。活佛曰：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出游吧。王生曰：是，遵命。已坐稳，请恩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前面有很多人在观看发案之事，这就是我们今要取案之因果也。下莲座，我们步行上前也。王生曰：是，遵命。前面不知发生何事，请师说明也。活佛曰：本地乃是台南市也，因这位恶辈乃是在世作恶多端之人，今因事情爆发而被的府黑白无常捉拿归案也，现已游阳间。警察课正在处理中，恶辈之丧命，现已被无常带这位恶辈之阳魂，要来参见我们师徒了。王生曰：哦，这位恶辈现已被无常以枷锁链住了，好像很可怜的样子。无常将军请了，我们又再次见面了，不知这位恶辈犯何罪呢？请无常将军告知案由。无常曰：无常参见活佛及王善生，因奉明王之旨，到阳间捉拿这恶辈，以罪刑罚归案也。活佛曰：请免礼，公事在身，请无常将军大义详加告知恶魂之报应经由也。无常曰：是，活佛。这位恶辈姓陈，字凤浩，是台南人士也，今年38岁，乃是一位游手好闲之浪子，而吃喝色赌饮，样样均通，乃是一位吃软饭之邪辈也，罪不可赦也。而的府已将记录表中，其所造罪恶有不孝父母，不忠国家，不仁朋友，不信神佛，大乱纲常，非为造孽，连犯天理之道，大恶之罪行不可赦之。将下民府先行修理再说。如王善生要问话可知。恶魂，这位乃是阳间高雄灵隐慈善堂郑鸾生，
奉旨取按因果集。现世报情形也，要说实话，不可谎言，将实情因由奉告王善生。违者大罪难脱身也。王生曰：请问这位先生，不知你在世身犯何罪呢？请能告知是。人以力醒化世人向善，觉悟前果也。恶魂曰：呜呜，我错了，我错了。这位善生能救我也，我矣。后再也不敢做伤天害理之事了，定会改过自新向善也，快救我呀！无常曰：现在认错已太晚了，谁叫你不信神佛，不孝父母，不信因果循环报应之理呢？一切太慢了，快说实案要紧。恶魂曰：好是的，也望善生替我说好话。事情是这样，在我初中毕业后，就在此的游手好闲，且时常惹是生非，没有钱就向父母要拿，如不给，就暗中叫人打父母，而且又在妓女户当保镖。如见漂亮的女人，就意图设计强淫之。这些事我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但却终也逃不过天眼之明察之。而在今夜无因赌博跟人骂闹，继而跟人动手打起架来，因是5人打我一人，身体被刀砍伤太多，血流过多而身亡，真是可恶！我的身躯也被他们分割4段，叹哪！这就是我作恶多端之恶报，这是全盘实情，请善生救我呀！王生曰：先生作恶多端，我实在无能为力，但愿你后世能快悟真理，勿再作恶也。活佛曰：作恶行善乃是一念之差，如世人不信有现世报，不妨可是一事也。但老衲还是奉劝世人不是也罢。而上天有眼，准不会看错人之。古人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乃是时刻未到也。愿世人能早早知是这道理也，以免等到一旦无常之时，悔之已迟了。时刻已到，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回堂吧。而向无常将军拜辞也。王生曰：是，遵命。因出游客已到，不能多谈，就此拜辞无常将军也。无常曰：送活佛及王善生，我也要带恶魂回的府矫治。王生曰：以上莲座坐稳了，请师回堂吧。活佛曰：堂到。王生下莲座，凌驾头体。加010第10回无形身为强曰道，修心行功还真无。民国70年11月9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13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寒流冷气真人心，善恶因果有牵连。赤子贤徒速修心，愿后劫道脱劫伤。活佛曰：最近众生为了修道之事而迷糊争论，言语争斗，岂不可笑也？
修道之人应该切身自修本身之功德，而学圣贤之理，不该为了道之问题胡作乱语一番也。如此实不应该也。而最重要之是，有些众生将道的问题划分为先天道及后天道，如众生有先后天之分，那这位众生大德，你干脆不谈修道物理也，愿是人物有先后道之分也，因为道乃是正理，而不是先天道是正理，后天道即为小正理之分。所云大道无私，同样是道，实不该分哉？王生曰：多谢师尊开示，因现在众生修道者太多所致，才会有大小道之分别。众道轻他信和教门，就说无教门的好处，此事无不当。然而最严重的是信他教门之原理可称先天，而有些众生就批评别人修道是后天及诽谤之言辞，实不可量也。活佛曰：像这种人，乃要受六道轮回之报应也。今夜我们就要看看这些人之因果报应也。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出游。王生曰：是，遵命。以上莲座坐稳，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王生快下莲座吧。前面乃是阳间瑶池宫，前面已有神圣带队欢迎我们师徒。王生快往前拜见各神圣也。王生曰：是，遵命。后生拜见各位神圣，今奉谕旨之命，由恩师活佛带后生到本宫参谒，请各神圣多加开悟也。瑶池仙子曰：请起，不要多礼也。命仙官奉茶，本仙子奉老母之命，欢迎活佛及王善生到本瑶池宫，不知有何贵事。活佛曰：仙子太客气了，老衲奉玉帝之命，带王生出游著作因果游记，以醒世人知悉凡事乃有因果之报应，不可不慎。现因世人多人因受到名师一指之后，自认为是的天道而轻视各鸾堂，而加以批评诽谤，实不应该。为了以力点醒世人，勿以轻视鸾堂之后学之身，共同修天道之理，化暴力为祥和。请仙子能告知众道亲，必要明理学修悟性也。瑶池仙子曰：本宫奉老母之命，主宰阳间所有得道众道，主宰道亲之生死。近年来因世人时代进步，众道亲因受了世道花迷而失去良知，有的乃求上进学修，有的却不求上进，还胡言乱语，诽谤众神坛之神圣，真是不可量也。本宫乃将各求道众道亲姓名拟成一册，作为将来考核、刑罚、赏赐果位之用也。本宫并设有道亲生死归往仙界无极引渡所，凡有道亲功德完满果成，本宫派出瑶池彩女，引渡到无极境见老母也。如功不成果不满，只好派往界外天府之道亲愿在行学修求道后，
如不知学修好好做人，修悟真理，照样行恶。诽谤众教，那只好将之打入地狱，再受六道轮回之报也。王申曰：多谢仙子开示圣理也，知道世人先天道轻如不知战战。静静行善立德，还是要受六道轮回之报应。道轻呀，以求得道之人，应该好好修悟真性，行善立功，效劳盛世，不要在六道轮回受苦也。因果报应反响真，行善或行恶，全在一念之差也。不要以为以求得道，就不求上进学修学，轻视儒教鸾堂也。此种观念应要速自悟改之。瑶池仙子曰：现世有一些道亲佛子，即神佛名义，设佛堂神坛，或众说使以领天命，应时运度众，考退修道士之心志，修道之人要戒慎也。凡是诽谤大道真理者，皆是魔之眷属，修道之士稍有不小心，落入考场圈内，难能克服自拔，好好自悟自戒之。前面有很多知道亲在老母鸾前忏悔，自己过错在世，诽谤他教，不敬弃天神佛，自认是得道金仙，可享极乐。王生可自向前访问这些众道亲吧。王生曰：这位道亲请了。下生乃是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鸾生，奉旨著作因果游记，以醒世人。不知道亲为何来此呢？王道亲曰：我是台中市人，姓林，因在20岁时就求得名师医，只知道虽是在佛堂认真学修道理，对前贤恭敬尊礼，而共尊作人道理，只是因为我受到名师一旨得道后，认为比后天神圣还要大，所以对于后天之神圣，无不于礼敬也，而时常诽谤后天堂之不是，只有求得名师一旨，才可称佛也。现在感到很惭愧也，在生不应该诽谤后天鸾堂之神圣。愿世人众道亲应该一视同仁，众子乃皆是佛也，不应分有先天后天之别也。现在吾每天都在母娘前忏悔，不知何日才能回往礼天以享天乐。请王善生能在老母面前多说好话也。王生曰：老母爱子心切，大发宏恩，大开恩典，使吾们不论任何人，皆可以修道，不论妇女文盲，亦可的超生了死，脱轮回登彼岸。林道亲虽在世有过错，亦能在母前忏悔，相信上天会开赦你之过错也。活佛曰：奉劝世人，生于今日科技发达之时代，须立信心，悟道修心，方为正途。勿以胡言乱语，诽谤各教，乃枉然修道也。今万教归一，儒门礼仪，道家功夫，佛陀归戒，内外修炼，外功培德，人道天道不缺也。愿世人速速修得真道，了解人生自然之体。人生如戏，如梦一场，当戏演完后，不知何处是吾家。
甚哉之也！因时刻已到，王生快向先子道别，准备回堂。王生曰：是。遵命。下身道别先子，因著书时刻已到，多谢。先子开悟，但愿众生能了悟先子之开示也。瑶池仙子曰：但愿如此，众佛子个个修心立功，完满后皆能安逸回往礼集，享乐母爱也。王生曰：已坐稳连坐，请师启程吧。活佛曰：唐道。王生凌驾头体，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因果游记534 CHTML。11民伐因律归善恶，明察秋毫果报真。12世人不信有因果，请听亡魂说前因。13巧辟善导因果经，暮鼓晨钟正人心。14孤标傲世孝子行，天道好还一念存。加011第11回民伐因律归善恶，明察秋毫果报真。民国70年11月12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16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因暗醒世度众生，果报现世恶善人。有访东土认真理，记载宝典永流芳。活佛曰：人生来空空去空空，有何事值得计较呢？如有朝一日无常到，任汝有通天本领，也难免一死也。众生醒来吧，切切速速行善立德，才有美好之因报也。王生上莲座，准备出游访暗示人之因果，以利醒化也。王生曰：是。遵命。已坐稳莲座，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前面乃嘉义净善堂，今夜到此堂参观明王亲驾到凡间审案。前面乃此堂主席，以待众神官恭迎我们。王生，快向前参礼吧。王生曰：是。徒遵命。后生王生参见主席，奉旨随恩师济公。活佛出游东市取证因果，今日到本境，请主席及各神官多多指教也。净善堂主曰：王善生免礼，欢迎活佛，请入堂内稍息，再参观明王亲驾审案吧。活佛曰：因时刻有限，老衲在此感谢之，请主席带引王生参观明王审案吧。主席曰：也好。贵堂奉旨著作因果游记，阳间所有任职神圣早已知悉。今接活佛手谕，知悉你们要来参观明王在本境审案，请二位随我向右赶大厅走吧。王生曰：感谢主席带引之。好大的审案厅，各方神圣已在两旁。观案待审，阴府之鹰将立在明王两旁，好威武雄风啊！活佛曰：现刻要开始审案，我们师徒进案听取正因案吧。亦有将军恭迎我们。王生快向前参礼。王生曰：是。
下身拜见将军。将军曰：奉主公之命，请随我入审案厅上座之旁，主公之息活。佛即善身，乃奉旨出游取案由。明王因公事在身，未能亲自恭迎，请活佛和王善身见谅也。活佛曰：王身不必客气，随将军之后坐上审案桌之旁，以便观审案情，但不可失仪也。王身曰：是，徒遵行之。将军曰：请随我进厅，请王善身坐在审案旁之上座吧，我失陪了。王身曰：多谢将军引荐，审案要开始了。幽冥第六殿卡城王曰：欢迎活佛及王善身到本境观审，今夜有高雄灵隐慈善堂王善身，奉旨到此观审取证者入因果游记一书中，各复任将军不可失仪也。现在开始审案吧。幽冥第六殿闻判曰：命牛马将军将犯魂押进来。牛马将军曰：启禀主公，犯魂已押到。明王曰：犯魂听着，今有高雄灵隐慈善堂奉谕旨到此观审者，入因果游记中，劝化世人，挽换人心。愿汝将在杨氏所作所为，从实招认，不得隐瞒，以免受皮肉之苦刑。犯魂曰：启禀大王，小魂一生安分守纪，望大王明察。明王曰：犯魂汝是何方人民，一一招认，免得本王用刑也。犯魂曰：启禀大王，小魂姓金，名随郎，是台湾省嘉义市人士。父亲金昭，母亲钟氏，家财万贯，父母乃是本市之大善人。我是金家唯一独子，双亲视我如掌上明珠。小魂少时勤读圣经，且继父母一生行善，并无违背良心作损德之事，望大王明察也。明王曰：大胆恶魂，好锋利的口舌，不肯实招，却编个好听的故事，命牛马将军拖出去重打30大板，以示惩之。牛马将军曰：是，启禀主公，30大板已刑毕了。明王曰：犯魂汝要从实招供，免受皮肉之苦，本王已请善恶司随堂办审，犹不得汝缴赖之，并今有高雄灵隐慈善堂奉谕旨之命，著作因果游记善书劝化，乃有谕命在此，如有违旨，你难得脱身，且危害亲祖受累，愿汝好自为之，从实招供吧。犯魂曰：吾大王开恩，小魂经不起重刑之罪，愿招就事。明王曰：牛马将军暂退一边。犯魂速实招来。犯魂曰：小魂自幼游荡懒学，不求上进，在19岁时因放荡成性，不务正业，每日与黑道人物为伍，出入花街柳巷，挥金如土，又仗势欺人，做出许多伤天害理之事。父亲时常严加教训，但不顺公听，反而出口伤人，忤逆不孝。有一次朋友邀我合伙开设赌场，我便回家向父亲要钱，因金钱数目太大又用于不正当之事，因此父亲反对不给我钱，
我愤怒出恶言伤父，父因一时受刺激极怒，而一命呜呼归阴。当时母亲只无不孝，气死父亲定遭报应。当时我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掌握家中大权，痴迷红灯。酒律之中，与红尘女子林氏迷爱，遭母亲反对，我不顾母亲反对，将林氏带回家中为妻。从此家中大权落入林氏掌管，母亲因屡受林氏之忤逆，也含恨归阴。不到3年，万贯家产竟被林氏拐空，弃我而去。我因此负气重病，人财两空，朋友嫌我，亲戚厌我，因此恶寒交迫，重病不治而亡。以上所言，句句实言，望大王开恩赦罪也。明王曰：犯浑所供尚有不实之处，快实在招出吧。犯浑曰：小浑已实招，其他并无做出不得之事。明王曰：汝在详加回忆招出，免得本王用刑也。犯浑曰：小浑实在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了。明王曰：命牛马将军将犯浑再拖出去，重打90大板。牛马将军曰：遵命，启禀主公，90大板刑毕，犯浑已昏过去了。明王曰：洒冷水令其清醒吧。牛马将军曰：是，遵命。明王曰：快招实供吧，那见强暴良家妇女之事。犯浑曰：吾小浑照实招供就是。浑在23岁时，邻居有一位姓张女子，长得如花似玉，我爱慕已久，因而托媒人提亲，但张女说我无用之辈，嫁我不如嫁狗来得好，我恼羞成怒，便与朋友计划报复。有一天黄昏，趁张女在公园散步，吾见四处无人，便随其后以暴力加以强迎。事后恐丑事外扬，便再将张女勒毙。之后张女之父知悉这件事是我所为，却苦无证据不得报官，因我仗势家财和官方有实交，因此逍遥法外。以上所言均事实，望大王开恩饶命赦罪。明王曰：恶浑罪行层层叠叠，罪不可赦，汝之口供与善恶不所记载相符，因今日审案有活佛及王善生师徒奉旨著作因果游记，故特将本案之审判者入此书，以利醒化世人。如书颁示之后，众升官之能痛改前非，本王再行赦罪。本王完判你刀山地狱20年，一蛇地狱20年，再转世为牛一世，受五雷击毙，之后永进丰都地狱，永不超生。本案审此结束。命牛马将军将犯浑押回的府受刑，退堂。牛马将军曰：是，遵命也。王生曰：原来明王审案恶浑就是如此公正无私，愿世人勿再行恶为非，不然就是像今天如此的下场，能不甚哉？活佛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老天有眼，丝毫不冤枉好人的。行善行恶那全赖众生，一念之差也。大道无畏，
清净一真。6. 道众生皆因妄尘、妄愿造业，善恶忧分，因果不爽，毫厘分明。何谓地狱？此地狱乃由人心所造耳，其实是人有若干种恶行。地狱就有种种的恶行，报应循环迟与早而已。种种之恶报，全随着世人恶行恶念而增减。众生若尚不知悔悟速，求出离生死，不生不灭，实在是亦无是处也。老衲奉劝世人早早觉醒吧。王生曰：恩师所言真是经时之论。徒曾阅绝世经，其中有一段曰：地狱实果有，盖人性念于善，则属阳明，故入于清清，可登天堂；若念于恶，则属阴浊，入于昏暗，必坠地狱。每见世人并为眼光落地，多思鬼魅，或闻钢叉炼身矣。难道的欲真是为心造吗？活佛曰：是也。人之在世生灭无定，如月有盈亏，花之开谢。今之生乃前之死，若无死，今何以生呢？此乃太上感应篇中道祖所云：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时刻将至，王生快向明王及主席拜别，准备回堂吧。王生曰：是，多谢主席引荐参案。参见明王，今夜多劳摄驾烦。臣审案，著者游记之中，相信今夜审案之因果定能警惕世人劝化向善的。下身就此拜别主席及明王。明王曰：愿众生皆能去前恶，向善道恒，使地狱一扫而空。本王也可清闲安享。望众生勿以身试法，因虑是丝毫不爽的。甚哉！主席曰：明王之言，但愿众生切切觉悟吧。奉送活佛及王善生。王生曰：已坐稳连坐，请师启程回堂吧。活佛曰：堂到。王生下连坐，凌驾头体。加012第12回世人不信有因果，请听亡魂说前因。民国70年11月15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19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广度众生入不二，打开玄关悟真圣。亦得真理任无失，加冕大功庆无量。活佛曰：今各东市众生，因大多之人都是敬拜神佛，而乃因敬神之人迷信，而不能了悟其自己之故家乡也，于自己家中设有堂坛直机，就是乃也有。可是因现世之人不知有天魔下凡乱道，而使真道迷妄，行修之人迷失方向方针，到后来不知修何道才好，弄得众生心惶意乱，不知修何者是真道，实乃十分可哀也。而众生必须要注意此真理也。今夜王生心灵不太集中，会影响扶鸾，快扶上，清净丹水也。王生曰：多谢恩师恩赐。
生全力以赴。活佛曰：这样才对，应时刻到快上莲座，准备出游也。王生曰：已坐稳，请恩师启程也。活佛曰：已到了。王生下莲座也，前面乃是云林县城隍神庙。我们到行宫查访本县之人因果。王生曰：前面好多人好像是神圣往我们这方向来，不知是否有原因呢？活佛曰：此乃欢迎我们也。王生快向前参礼也。王生曰：下身拜众神官，因奉旨出游这因果游记，以利醒化世人向善，请众神官能开示本县之人因果也。城隍曰：王生免礼也，欢迎活佛到本境，乃本县之荣幸也。今知道你们要来本县参游因果，早就有准备案证，随我们入庙奉茶也。本堂奉谕旨掌管本县民政，同时监察世人之善恶，凡是云林县是乡镇之鬼魂，皆是无辖内之百姓，而就是阳间百姓，虽是隶属于地方政府，但是每人之善恶言行，亦是在无之监察考绩之中，命奉察官奉察也。王生曰：多谢城隍爷赐茶也。城隍曰：今夜到本神宫，无意准备一位亡魂来，参着因果游记之案证，命阴差带亡魂吧。阴差曰：报告主公，亡魂说他不敢进来。城隍曰：将他强押进来。阴差曰：已押进来了，请主公定夺。城隍曰：这位亡女魂是云林县人，中年患病死亡，已死将近1个月之久，此段时期内皆被禁在地狱血池中受苦，今夜幸蒙南天恩主之命，特将你由地狱提出到阳间，要你说生前过失前因后果，以及死后报应，以警示人，快快招出，以记载于因果游记中。女魂曰：呜呜，我是云林县口湖人，娘家姓陈，夫家姓王。从幼年之时，心胸狭小，不能容纳他人，时常跟人争吵。出嫁后，心中充满嗔怨，不信仙佛，好食荤腥，贪口腹而不厌，三餐乃是荤物，因前世无积德，今生福薄，又不知行善积善，时常讥笑行善之人乃是愚人，所以在世时身体虚弱，心中时常不满上天没有给我强壮身体，又加上与邻居不睦，怨气嗔火凝结，所以患了不治之症，在今年身亡，死前受尽病魔折磨，晚上时常梦见各生灵恶魂在讨命，因我犯了肾脏病，不能食盐分及腥物，只有在病中以白稀饭加一点糖煮白水，三餐乃是无味之物，此大概是要我补偿以前之浪费，也是我贪口腹之报应也。死后被冥王判入血池地狱受刑，更是凄惨万分，因为生前不清净，又常在灶前骂人，而其罪加上一等业障，所以被判入血池受罪，
幸好我有一位长子，修行大道，时常注印善书，劝人行善。又发善愿，诚心修行，所以承蒙本县恩主保释我一分罪业，又蒙南海大士之提拔，今日方能来此与活佛及众仙官见面。我一见仙佛毫光闪闪，心中痛苦自然消于无形，非常感谢诸位神圣也。在无生前临终之时，非常感谢叹佛祖不慈悲，而又不信有鬼神之说，却是我长子，在我逝世之后，为我安排素斋敬拜，因他一念之诚，使我能与南海大士共结神缘。今日受菩萨拔剑来此，本县城隍神功、土公生前恶业，以醒世人，想起阳间之事，非常忏悔也。生前不知道随无儿持斋修道，此刻全赖无儿之福音，不久将可脱离血池地狱也。愿世人能速行善利德，勿以再行恶事也。王生曰：多谢这位女亡魂供出实案，生前之恶业，而如能醒化世人向善行，乃功德无量也。愿世人任道尽行，积德立功，消冤解业，舍去灵病，换个自在身。活佛曰：时刻已到，不能再言谈久留，吾老衲并愿世人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凡是行善之人，他之身上必有光明，行善之家，门庭必定光彩。阳间以金钱为万能，却不能买阴私之罪业，唯有行善修道，才是万用不尽之功德圣才。王生向城隍拜别，在上莲座，准备回堂。王生曰：下生感谢城隍今夜开示经言，并提供案果，醒化世人。城隍曰：不客气，不客气，这乃应该也。奉送活佛及王善生。王生曰：以上莲座坐稳了，请师回堂吧。活佛曰：堂到。王生凌驾头体，加013第13回巧辟善导因果经，木古城中正人心。民国70年11月19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念3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灵性良知本佛仙，隐居中央山脉谷。贤辞学道悟圣理，生明善根共结果。活佛曰：贤徒每逢唐扶鸾著书因果游记，乃诚心到唐参鸾的悟圣佛真理，乃求大同天道也。同样一个人，乃10月母胎完满，出生于世间，而有人知道行善修心，而在花迷酒楼之中的众生，人不知忏悔速行善事，而醉迷在色迷楼中，真是可悲可叹也。王生曰：多谢师尊开悟也，世人如不知速行善事，切身忏悔自己之过错，就是师尊你用108之法变，也无法度此恶人之业，只有等劫临来到才知于忏悔自身之错也。此乃世人之通病。
师尊，徒说的不知对吗？活佛曰：贤徒说的有理，有理。如是人好度，那老衲也不会下凡费尽苦口婆心大说道理，望能劝化世人去恶行善，速速行。功利德，勿以在六道轮回中再行受苦业。王生曰：今业者由因果，要上何处呢？活佛曰：今要到澎湖去取暗果，乃过海取正世人之因果等。一下在海上，王生你可以慢慢的去欣赏夜晚海上之夜景也。快上莲座，准备出游取正世人之业果也。王生曰：已坐稳，请师启程吧。活佛曰：已到了，快下莲座吧。今夜此的风力很大，街上很少人走动，只有一些忙碌的众生，男女各自忙碌，有的面带笑容，有的面带苦忧，有些忧喜参半，使老衲心血来潮，即施一手与众生共勉之。茫茫渺渺醉迷间，梨树来生梦里闲。不惜家乡何处在，轮回不息古堆山。跑奔天涯海角边，澎湖众生结其缘。老衲葫芦施尘世，尽收成垢除哀悔。王生曰：恩师的师律其家，相信众生能体悟师尊师律之含义。苍生时的自积其德，自享其福，自作其孽，自受其殃，如鱼吞钩，不知其患，如蛾复灯，自焚其身，如鸟投笼，自取其囚。为人自作恶孽，自落恶报，堕入地狱。徒愿这本因果游记颁布之后，能醒化众迷高佛子向善也。恩师是否有同感呢？活佛曰：老衲但愿众生能忏悔改过修心，莫再自作自负，前世所作因果，今生的何报应，为师念来大众佛子们听听吧。佛说三世因果经，因果宣来佛子听。要知在世现身报，但听今朝三世因。静心受持因果经，佛说因果不亏人。有人肯讲因果经，就是龙华会上人，身边佩戴因果经，路逢凶险不来侵，随所住处常安乐，天龙护佑福家增。要问前世因果事，但看今生享福人。要问后世是果事，今生念佛保来生。发愿早修来世果，累劫修来成佛身。有人肯信因果事，身尽弥陀理世尊。千万田地为何因？吃素念佛拜莲经，着坏鸟巢无屋住，后世落地没娘生，被人轻贱如猪狗，皆因前世害人多。今生轻贱儿女生，后世孤单独自生。耳聋口哑为何因？污秽僧道毁经文，头上法草好何因？佛前多挂琉璃神，身多污秽为何因？衣裳邋遢佛前行，
有眼不能识一字。前世作他字指人，聪明智慧为何因？尽习字只看经文，穿绸着缎为何因？装佛贴经注前文，懒贪多病为何因？损伤塔院毁经文，厅堂大屋为何因？装佛造殿盖山门，懒贪港俗，懒贪或源于此或赖贪之物，害人性命为何因？前世原是对游人，冤家斗格为何因？欺压穷民僧道人，多财多富为何因？皆斋受戒看经文，驴牛骡马为何因？欠负恩钱义债人，义债指合理之债务，多能伶俐为何因？持斋受戒看经文，如何变作犬羊身？图赖恩钱义债人，今世登在清净地，前身单扫佛前尘，受冻受饿为何因？前身犯戒女尼僧，娘胎落地早亡身，都是前身游方僧，犯上之人逃出家，多生恶疾病缠身，声音响亮为何因？三宝门中歌唱经，经忏本上涂墨迹，面上刺字犯观行，今世为人多智慧，前世劝力诵经文，今生福禄为何因？前世斋戒念经文，今生多受人供养，前世常常供佛僧，布施作福与佛殿，来生必定住高厅，无病无痛为何因？诗诵灵丹妙药人，眼光明亮为何因？点了天灯燃佛灯，同住好友为何因？前世同修佛殿庭，脱离拽霸为何因？忘恩负义坏良心，为人动了邪念心，报在妻女不正经，家眷和睦为何因？前世结伴同修行，东舍姜汤下施茶，来生做个好医生，黄牛水牛为何因？衙门铜钱丧良心，登车坐轿为何因？修桥补路造凉亭，施舍棺木为何因？来世多收屋租金，蛇伤虎咬为何因？前生大恶对游人，为人长寿是何因？壮其着为住欢门，更有寿长多富贵，放生物命救于灵，下生脓血生暗病，杀猪杀狗杀鸡禽，今生富贵为何因？修桥造路广斋僧，今生穷苦为何因？前生不舍半毫文，为官为乡为何因？放生积德苦修行，堂堂相貌为何因？装修佛像贴金身，今生无子为何因？前生不肯孝双亲，今生瞎子为何因？明瞒暗骗害他人，今生哑子为何因？打僧骂道毁经文，今生矮子为何因？前生着地看经文，今生赖子为何因？
偷乐到头欲激情，痴癫呆汉为何因？昏迷酒醉骂平人，沿街求乞为何因？作贱五谷坏良心，今生多病为何因？杀生害命打非情，今生短命为何因？怨天恨的杀生灵，今生寡妇为何因？前生怨骂丈夫生，今生光棍为何因？强占人妻娶妾身，抽肠而死为何因？偷佛灵圣卖钱文，留正正毒为何因？鸟枪打猎丧残身，多生瘟疫为何因？杠子毒药药于兵，于兵本作兵鱼，今生烂脚为何因？活剥山林树皮根，天雷打死为何因？三世不孝父娘亲，官刑牢狱为何因？打骂善良养非情，自身造孽自身当，苦楚万般前世因，劝人及早修善道，皇天不负善心人，活佛叫醒迷高子，速速早行善功德。佛说三世因果经，愿子早悟因果经。老衲希望各佛子众生能早晚恭念此三世因果经，了悟因果报应之理，勿在行恶未逮。但愿众生体悉上天慈悲之意。王生曰：上天已替众生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方便法门，只是等待各有缘善性大德能早觉悟人生如南柯一梦，速步向康庄正道而已。希望恩师之愿望能早日实现也。活佛曰：前面乃澎湖天上圣母之行宫，此的众生皆以捕鱼为生，为求出海平安捕鱼，君到此求又发愿，成者达愿。现本境，圣母已不出行宫，恭迎我们师徒了。王生，我们上前吧。不可失仪，快参拜圣母也。王生曰：是。下身参叩天上圣母，本堂奉旨著作因果游记。今日到此取证，请圣母多加开示也。圣母曰：免礼，王善生。欢迎活佛到本境，参游取证因果。请随吾入行宫奉茶再谈论吧。命奉茶官奉茶也。活佛曰：多谢圣母招待也。因时刻关系不便多打扰，今因高雄灵隐慈善堂奉旨著作因果游记，老衲特带王生灵驾到本境取因案，请圣母多多指教也。圣母曰：本行宫今夜有名府仪殿秦广王，借本宫审案，凡事假鸡同及鬼神对控案，吾引导王善生参观。活佛请在此饮茶烧席也。王生曰：好，我随圣母前去参观游，请恩师稍后。圣母曰：我们上贵宾做官事秦广王审理办案吧。幽冥第一殿秦广王曰：嗟乎！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真是感叹万分。今宵有高雄灵隐慈善堂奉旨到此取案，以参着因果游记书中，劝醒迷惑人心。
命文武判整班升堂，命差役将犯魂带入案前，审查也。差役曰是，遵命，启禀主公，女魂已带到案前。明王曰：案前女魂，汝阳居何方？姓何名谁？今宵有南天直辖高雄陵引词，善唐王善生，奉旨取证著书，汝可将杨氏所作之事，从实招供，以证入宝书之中，劝化世人也。女魂曰：小魂阳居高雄县人，姓林，名春香，今要控告玄天上帝，毒死小魂，请大王为小魂伸冤。明王曰：大胆女魂，焉敢控告大神？命差役拖出宫外，掌嘴夹食。二下再审之。差役曰：遵命，启禀主公，12掌嘴以刑毕。明王曰：蔡女魂，汝控告玄天上帝，如何害死汝？应从实招来，不得半句虚言，否则因律绝不宽容于汝。女魂曰：吾小魂在50年前，年纪初长，与同庄无赖采花郎，陈其名相恋，继而逾越，陈仓暗度，珠胎暗结，不以窃欲为宜。今研医诊查，大夫知其症而不敢断症下药。因我乃黄花闺女，名誉关系，又恐为父母谴责，其后腹部日胀，医生无能为力，父母之息在无可奈何之下，请本庄之大神玄天上帝出坛为我医治，即请法师与鸡同出坛，该法师和鸡同道。坛后即大吵法螺，敲鼓脚上香，不及一刻，上帝宫及神光未照。鸡同即先跳动，说我身患骨胀之症，遂开妙方。所开之方是带黄、补消、麝香、熊胆合调，再用草麻调之助气，即可痊愈云云。我父母果然将此妙方如法施行，霎时见效，坠下一娃娃，此时漏出丑行，证据充足，已难隐瞒众人耳目，无又因流血过多，元气大失，在此情况下悲恨交加，气逆血运，昏死过去，一命呜呼也。此岂非是玄天上帝害死我乎？我魂归的府，被禁血池地狱20载，再转晋王死城20载，至今释放。小魂要求统司府，待无到此控告。以上所言句句实公，请大王替小魂做主。明王曰：闻汝之口供，可是真实之情？女魂曰：当真不假也。明王曰：命文判查阅善恶不对症合符事实否？文判曰：禀主公，查魂所言确实无讹。明王曰：此案与上界大神有牵连，案情复杂，本王不能独裁，请武殿森罗王会审此案。命差役带此详文回请武殿森罗王至此会审也。速去速回。另依差役持本王请帖，至高雄县北极殿奉，请玄天上帝到案会审也。差役曰：遵命。幽冥第5殿文武判道。幽冥第5殿森罗王将。高雄县玄天上帝将。上帝曰：明王今邀本地至此，
谓之何因？武殿明王曰：命文武判宣读灵魂所供冤情也。文判曰：是，遵命。臣阅善恶记录簿。上帝曰：具公当时乃12月25日，余回京却不在，神光谓赵姬生，此乃于属下之错，非吾之错也。请明王传于属下法师及姬同到案对证。明王曰：命差役引法师和姬同犯魂到案。差役曰：遵命。回禀主公，犯魂2名已带到案前。明王曰：案前犯魂，何谓法师？谁谓姬同？甲魂曰：小魂是法师。乙魂曰：小魂是姬同。明王曰：姬同魂听着，汝在50年前，臣汝主公不在，与法师狼狈未奸，冒渎大神名义，假姬出坛，即骗大神附身，乱施汤药，害死2条人命，今控诉在案，可有此事否？乙魂曰：小魂在阳世，服鸾济世，依活人民众多，焉敢假姬害死人命？何人告我？我与之对质。女魂曰：我乃告玄天上帝，与汝无关，何必出头说话？我不语。汝语，请大王替小魂做主。此案虽非上帝公害死无，但是众军杀人，罪及主帅。上帝公此时如坐针毡而曰：请示明王，此案作何了断？明王曰：本王秉公处理，上帝公虽无犯错，而是属下之过，上帝公尚有疏忽之罪也。依情该判贬职2年，满期后再复职之。上帝公曰：哀！吾不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虽非本地附身，但督察不周，此咎难卸，愿凭明王裁决也。明王曰：本王可将案情禀告幽冥教主的藏菩萨，深表精确裁夺，处之。宣判女魂林香春，在阳部守妇道，待自闺中，不洁自身，与人做出苟且之事，转身为烟花女，终身受人蹂躏。判法师贪求红包，不加谨慎，害死人命，转世为代护人子，劳苦终身。判姬同服鸾不忠，臣主不在时神假姬，乱开汤药，误害2命，罪不轻饶，应判转生哑子一世，不能言语。判采花及陈其名，转世为阳衰之人，一生不能人道，绝子绝孙。此案至此结束，命差役将犯魂押回的府执行也。本王记诗一首。诗曰：妇女葬花花不明，假姬勿要丧残身。贪人红包终损德，判罪应司法律平。圣母曰：多谢2位明王今夜到此审案，奉送2位明王回的府。王生，今夜你亲睹审判案由，回去之后应多加宣化世人，勿再行恶，醉生梦死，苦海无边，自作恶孽，自负其身，难脱3途之苦，而又受生死轮回不息，今生不修，反损其身，转轮畜道，后悔莫及也。
王生曰：感谢圣母今言相警惕开悟，相信此次出游之暗证，定能使更多迷途羔羊携被当头棒喝。恩师在行宫以后多时，请圣母带引回行宫。圣母曰：让活佛久候，请多海涵也。活佛曰：圣母太客气了，只要众生能了悟，弃恶从善，老衲在此等3年也无妨也。而上天乃善恶分明，无私无偏，言法成智，丝毫不爽，渺冥之中，虽肉眼不见，然而阳间报应可见也。有功德者乃随身之宝，可改摄前愆，又可抵前世因果，自由自在，免受冥府十殿之苦行也。今南天直辖高雄灵隐慈善堂诸生，顺天应运，奉旨著作因果游记，由老衲带领王善生游人间取正善恶因业，以让世人明晰。人生难得，应速悟前因，向善道不行。愿众生好好修悟也。今夜就到此止。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回堂吧。王生曰：是，感谢圣母开示指教，下身就此拜别圣母。已坐稳莲座，请师回堂。活佛曰：堂到。王生临驾头体。加014第14回孤标傲世孝子行。天道好还一念存。民国70年11月念2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念6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小至早晨悟贤理，修心静坐的妙术，田耕弘法归佛前，愿生早修结道果。活佛曰：在今世今日，修道悟理之人越来越多，得悟圣贤真理之人也不少，只有一些不知物有因果循环报应之人，偏行恶事，而不知早早修心悟性，还以为圣佛之言乃为不实之事，而加倍行邪恶之事，真是令人感叹万分也。王生曰：多谢师尊开示众生，修道人修心悟理，最主要乃要靠自己去行持，而不要靠投机取巧之想法去了悟，那众同修道亲你。就妄谈论修道也，应该以正心、正理、正悟去实行自己之诺也。活佛曰：王徒说的有理，那怕普化世道，不能度尽92缘。而呢，只要大家诚心去实行自己的功果，就可得载满车，载运而归向无极圣地，而老衲之重负也轻松多也。愿世人切切行修也，不要等劫数下降才修悟天道之理，那就太晚了。王生曰：本堂各师兄姐堂生，乃诚心到堂参鸾悟理，而此功德如何呢？请师尊开示。活佛曰：此本堂各贤生以此诚心参鸾盛事，乃有佛缘也，而日日所行之善行功果，可达以消业本身之业障，而业消不染尘世。如莲花一朵，虽出淤泥而不染污尘，乃自生功德圆满，
可自登极乐也。王生曰：感谢师尊启示开悟，不知今夜出游取案世人因果要相，何方取案证呢？活佛曰：今夜之因果案证，要到屏东取证也。王生快上莲座。王生曰：是。遵命。已坐稳了，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王生下莲座吧。今夜屏东车道上之人，来。往往个人自忙自己之事业，真是辛苦也。今夜师徒出游著书因果，游记乃为盛事而忙碌，只要众生大家诚前行善立功，不要再行恶业，那我们师徒就可在堂上或天极灯烛喝茶看报，高枕无忧。不要再为凡尘这些不修心之人而费尽口舌劝化而忧也。王生曰：以下连坐，方才恩师说的有理，只要大家有同心合力，一起劝化，那怕恶人不可度呢？活佛曰：但愿有这么一天，而那时就可称为世界大同，不怕佛子不能安然回往无极见母。前面乃是屏东之慈惠堂，而在慈惠堂之堂内有一位神圣，乃本堂一位孪生之祖母，任称圣侄。我们向前拜会慈惠堂之主神金母也。王生曰：是，遵命。活佛曰：慈惠堂主神金母已带领众神恭迎我们师徒，王生快向前参谒金母也，不可失仪也。王生曰：参拜金母，生乃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鸾王生，今奉谕旨，到本堂参证因果，请金母开悟智慧也。金母曰：王儿免礼，请起也。欢迎活佛，师徒为了取证世人因果到本堂取证，此意表示欢迎也。遂无入堂奉茶也，命奉茶官奉上金茶也。此茶温和入心，喝了以增灵光。活佛曰：王生快多谢金母赐茶也。王生曰：感谢金母赐下金茶，而在此向金母感谢恩赐也。活佛曰：今奉谕旨之命到本堂取证本堂一位神圣前世之因果，以参着因果游记中，以换人心，向善道恒，请金母开方便之门也。金母曰：那里。活佛太客气了，此乃应该的。为劝化世而能早觉悟原性，认理归真，向善不行，乃天下各仙佛神圣共赴之任也。不知取证者是本堂那位神圣，请活佛告知，以便请其任执神官出来，道出前世之因果也，以便世人了悟善恶循环果报，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之理也。活佛曰：感谢金母开方便之门，乃是本堂王禅老祖也。金母曰：哦，原来是王禅老祖，命司礼神奉请王禅老祖也。司礼神曰：是，遵命，请老祖进堂，金母有事请之。王禅老祖曰：叩见金母，不知有何事情奉请本神呢？金母曰：王禅免礼也，
今有高雄灵隐慈善堂奉谕旨之命，道：堂取正神圣之因果，者入因果游记之中，以醒世人，而指明事。你请王禅能详述你前世之因果也。快向活佛及王善而请安之，不可失疑也。王禅老祖曰是，遵命。王禅叩见西方活佛圣僧及王善生，欢迎到本慈惠堂指导，乃本堂之荣幸也，请活佛多多指教。活佛曰：免礼。王禅太客气了，你前缘乃是德高望重孝子，大善人，亦是修道之志士，杨氏公闷后受明王表扬。王禅老祖收为徒弟，免得受六道轮回之苦，至学法成道后，受恩师老祖推荐到今，确任护法神。之后又因时局之需，玉帝命你下凡慈惠堂任职王禅老祖，以发扬恩师在世之时济世救民之大愿。此乃一段简单之经过也。王生快向老祖参礼也。王生曰：下生参叩老祖，请老祖多多开示禅机，以便者入因果游记也。王禅老祖曰：不要客气，请免礼。方才圣僧所述经过乃千真万确，是本神之经过也。活佛曰：今特到慈惠堂，请你详述你之前因后果，以著因果游记之著作。王禅老祖曰：好吧。余乃生于清朝嘉庆年间温州府人士。余父姓陈，名明，母亲黄氏。自成婚以来，恩爱夫妻10余年中只生余单子，名尚德。上伐六亲下先弟妹，且余自幼师父，为赖慈母为生，又因家境困迫，母亲日夜带人访之，以为力度生，每日披薪而出，载月而归，克尽其劳，含辛茹苦，至于时幼5岁时，至时渐开，烧之逝世。有一天夜里，余即向母亲请命曰：儿每看母亲如此辛劳，想请母亲代密一职，帮助母亲贴补家用，以减轻母亲之负担。母答曰：尔今虽是15年纪，但尔亦非强大体格，能密找何职呢？余告母曰：我虽体小乏力，但可为人扫地监察等轻小之事务也，或是帮佣牧牛之童均可也。当时母亲默然静思，含泪而曰：自你幼时即与母相依为命，只怪你父亲年轻早逝，留下母子2人，且家境穷困，未能使你攻读书经，以待日后成器，却受尽无限苦楚。虽尔小小年纪，就知孝行，母欣喜也。夜已深了，明天再说吧。翌日母亲就携我到本府善人林伯伯家中，请林伯伯代见一职。果然天不绝人路，见余到王家助理佃务。当时余虽未读圣贤之书，亦知礼仪，自入东翁之殿后，力尽其职，倘有假日，就回家安慰母亲，撰为新贴补家用，从此来来往往，今有年余。王叔书店中
生亦日日兴隆，日月如梭，不觉过5载。有一天，家母因年迈气力枯衰，又是逢冬令，在归家途中受了风寒入心而病。当时又逢东翁殿中繁忙，不能常回家敬慰母亲，致使家母病入膏肓。吾母方托邻居转告于之，于闻之即告王叔叔。母亲并为之事，当时东翁亦有恻隐之心，拿了50两白银交于，带回为母治病之用。余不敢延迟，即刻赶回家中，延请良医为母治病，但其汤药宛如挑水灌食一般，毫无见效。家母一命呜呼，阴阳相隔，于失声痛哭。幸有邻居凉拌即来相慰，人死不能复生，而今在悲伤无用，还是安丧母亲要紧。当时余则忍痛含泪，转到王叔叔家借贷丧资，托邻居采办棺木礼丧之后，并在家中守孝3年期满，方往王叔叔之殿，继续助理奠物。光阴似箭，转眼又今年余。有一天，殿东夫妇叫于近前问曰：尚德，我今有一事商量，未知尔意如何？余答曰：未知叔叔有何贵事呢？我岂敢违命之礼？当时王叔叔则告曰：我夫妇自成婚数10年，中膝下尚虚，且我夫妇年近半百，因此王家香火无依赖之人。所以今夫妇昨日妥明善决，亦收你为义子，未知尔意下如何乎？余闻此言，一时惭愧，答曰：从小受叔叔您夫妇爱惜，又告代家母之丧废，您对我恩深似海，尚未图报，且今余乃一位孤哀子，宛如乞丐身份，岂敢纳受呢？当时叔叔曰：莫非是尔嫌弃吗？余答曰：非也。叔叔再曰：过去一切都不要谈，从今起你是我的义子，知道吗？余恭命答诺。叔父母一时欢颜开怀，在家听授于鼎礼。3叩拜为义父母，一家欢乐天伦。又经2载，由义父母主婚成家，娶妻邻家之女秋珍为妻。婚后夫妻相敬如宾，上幸秋珍甚为贤惠，上奉翁姑，恪尽孝道，并育有一子。过18年后，义父年迈体弱，有一日秋雨淋漓半月之久，雨过天晴时，义父在庭前漫游不慎，踏上金台，失足滑跌，4足朝天而倒，致使脑受震动而逝。当时余哀伤地办以厚葬之礼，并守孝3年。又经数年，义母因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当时余细心尽孝，四处寻觅良医调治，然而疾不可慰，一命归阴。余夫妇孝继厚葬以礼，慎终追远。后余夫妇立发大愿，将义父母所遗留产业一部分留为经商，另一部分则从事慈善，倘欲旧庙补修、铺路造桥、连孤恤寡，无论任何慈善事业，皆不惜财力而赞助也。平时家中敬拜神佛，
礼忏各种经文。后于享年80有3，儿孙满堂。有一夜梦见有引魂童子持礼到家，及恩师王禅老祖言曰：收于未途，命于16日归阴报道。因梦中有此情形，翌日于即将家中及殿内一切事务交代子孙明白，果然日到无极善终。于魂至冥府，受明王褒奖，命于至具善所锻炼神道，并由恩师王禅老祖下冥府开悟道法圣理，期满后蒙恩师推荐到南天津确认护法神，之后因事局之需，调任凡间慈惠堂任王禅老祖之职。辛亥年每月历任本堂。此乃无前世因业之美报也。于愿世人皆要遵心立道，百善孝为先之理，慎勿一失足而坠迷途自误也。以此略述参入因果游记书中之。王申曰：感谢王禅老祖详述前世美报，众生定能向你学习孝道的。活佛曰：由王禅一番话中，愿世人多行孝道，天眼昭昭，善与恶只在一念之差也。愿世人能体会老衲之意，今就此告辞。王申快向金母及王禅拜别也。王申曰：而拜别金母，感谢金母赐我能了悟本堂神圣之因果，以利劝换人心。因时刻已到，告别金母和王禅老祖，希望有机会能在公务圣礼也。金母曰：不送了，有机缘再结善缘也。王申曰：以上连坐坐稳，请师回堂。活佛曰：堂到。王申凌驾头体，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因果游记534 DHTML 15富贵浮云如朝露，浩然正气格感天。16天外有天人上人，言简意该堪深思。17昙花一现叹人生，以匪谈真悟前因。18因果论善恶，春风时雨沐人心。Z1 玉皇大帝降拔 Z2 西方济公活佛降拔。加015第15回富贵浮云如朝露，浩然正气格感天。民国70年11月念4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念8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奉旨因果将完命，劝化世人悟前因。游记道业并修成，愿醒世人之前因。活佛曰：奉旨之使命，出游尘世取按因果业力，以实证描述。于因果游记宝书中，以利醒世劝化，乃至大之功德，且是神人合一，众唐僧辛苦所凝成血汗之成果也，真是不易也。王申，你道果乃要更上一层也，为师在此恭贺你，但要不屈不挠之精神，以此共勉于王申也。王申曰：感谢恩师勉励和开悟智慧也，徒生乃在学习之中。
所要学习之佛理，尚要靠恩师之指导教化也。愿众生看完本书，因果游记，能时时警惕自己，并能发愿向善道恒，以示弘扬道统之正理，乃功德无量也。活佛曰：有理也。如众生能发以大愿向善不行持理，乃将来免为自己之劫运轮回而忧嗔也。老衲奉劝世人，速速切切行持善道，并以老衲祝贺人人都能成佛，而无这一位活佛就可，以名正言顺，让世人称呼是佛也，也让老衲闲一世无忧也。今夜出游取证因果，要上竹山，王生快上莲座吧。王生曰：是，遵命。已坐稳，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竹山，王生快下莲座吧。王生曰：已下莲座，此的无曾来过，此的出名乃是竹笋，而各地游客都来此品尝此的知名产竹笋，也不知恩师也来此，要取证是何家呢？活佛曰：等一下你就知道了，静静察观，前面路很平坦，一边走一边谈此人之因果也。王生曰：吾想此人必是一位善德之人，恩师你说是不是呢？活佛曰：此人乃是一位乐善好施大善之人。今夜未师特请本境竹山福神引路观述此人之因果，现福神已来了。王生快参礼福神，不可失仪。王生曰：遵命。生乃高雄灵隐慈善堂善比王生，参拜福神。因奉旨著作因果游记，特到竹山取证，请福神开示此人因果。著书中醒化世人。福神曰：小神参拜活佛。王善生勉励也。欢迎活佛到本境，带领王善生取证世人因果，正入游记，乃功德无量也。特简述于知辖境内有一善者，姓陈，名天才，家财万贯，为人忠厚，慈心博爱，谦恭有礼，是一位循规蹈矩之人。本境有1年因灾，农务失收，贫苦之民均遭惨祸。此时天才见此情形，遂蒙慈心，将自己仓库之米全部施舍仗济平民，欲持四方，人民皆称其慈悲员外。是经数年，不断的行善乐施，直至现在亦如此。吾带你去访证此人，因夜已深，可能已入睡了。王生曰：多谢福神带引也。福神曰：已到了，前面那幢小洋楼就是此善人之宅，这位老善人已入睡，待我已引魂其一扇3下，就可请他来此与王善生谈话。现此善人已向我们步行而来了，王善生可向前取访也。王生曰：多谢福神也。这位大德善人请了，吾乃高雄灵隐慈善堂善比王生，奉旨出游取案证到此，与善人结缘谈论而行善，积德之慈悲人心。请善人详细解说，
以着入书中普幻世道也。阳魂陈曰：哦，原来是本境福神引悟小明到此，前面是活佛。圣僧，请受小明3拜也。这位善士王善生，您好。您为了大道普化，不辞辛苦奔波，实是功德无量也。其实本人之因果也没有什么，只是守天理、良心而行矣。吾本此4字作为待人处事之方，以慈悲心助济贫困之人，乃感到无上之光荣，为善最乐之心得也。在行善过程中，想必上天厚泽于吾，吾从来不曾生病或遇灾劫，也因此使吾更深信人生在世，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家财万贯犹过眼云烟，稍纵即逝之感应，非人力所能强求的。虽然为善者有的眼前困苦磨难，但善恶昭彰，报应不爽，有朝一日否极泰来，自可想以轻浮自在；而作恶之人虽横霸一时，有朝运衰，报应临头，难逃天理恶报之惨也。但愿世人个个均能本以道德天理，尊善奉行，莫欺压乡里，作奸犯科而自误，以德为本，必受天享；行恶必受天诛也。王生曰：大善人，方才说的有理，下生受益良多也。行善天堂路，作恶地狱行。天有天理，阳有阳法，阴有阴律，分判善恶之报应，如影随形。若无报应之时，谁肯行善乎？善人，你说是否？阳魂陈曰：善恶若不分，天地混乱，玉石俱焚，天地间道理不稳，故曰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十方之神目如电见视，众生之善恶行为，未有丝毫能暧昧也。故一念之差甚重也。愿众生能由善行至道，遵行3纲5常、5伦8德，作为自心修悟之美德也。活佛曰：善人一番言论有条有理，将来乃必有大成功，老衲有机缘再到此竹山助你一臂之力也。总言之，行正道必成神道，邪道必成邪魔。正道是光明坦途，邪道是黑暗崎岖，天堂地狱之路还是由众生自己选择之。天理循环，恶极必反，善极必昌，恶极必败，贵极轮转未见，见极转贵，乃一定之天数也。众生当体悟遵天理而行善，不可逆天理而作恶，慎行也。今夜曲案就到此，王生快拜别竹山福神及善人大德也，我们该回堂了。王生曰：是，多谢福神今日之开悟，及善人开示美报善德，功不世人之希，大义普化人心，功德无量也。因时刻关系，不能多谈，就此辞别。福神曰：应该的。颂活佛及王善生，愿世人能早日觉悟苦海无
边，为善得是护身之福也。杨浑成曰：小民叩拜奉送活佛及王善生。王生曰：以上连坐坐稳，请师启程。活佛曰：高雄灵隐慈善堂道，王生灵驾头体。加016第16回天外有天人上人。言简意该堪深思。民国70年11月念5日，1981。岁次辛酉年10月念9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酸寒梅雨下天地，广被天下则得心。因缘果报享无比，此物前世了今生。活佛曰：在雪山上的岭上，已因下雨堆积冷寒，而白雪广被震。各雪山也。很快又到了冬冷之际，而辛酉年也将要过去了，不知众生和唐僧是否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愿，而速行善果。如未在佛前忏悔过去之罪业者，望愿众生能速速忏悔前因也。以前种种之业，众神佛观视你诚心悔意，定能为你消业而原谅。这位佛子也，王生，你说是不是呢？王生曰：此恩师说的有理，也望愿众生皆能如此也。活佛曰：今业所要取证因果，我们师徒将观视世人在天外天之天斗无极天界，观看众道亲之因果前因也。顺由众佛下凡转世为人，助道之情形，而望王生你亲神待境上莲座，准备出游天外天无极圣地也。王生曰：今夜要上天外天无极圣地，此乃圣土也。吾乃凡人，有6尘埃土未完清净，恩师，吾可以上此圣地吗？活佛曰：当然可以，你乃奉旨著书，领有玉帝之命，当可随师参游圣地也，准备出游吧。王生曰：对了，恩师，此的圣地乃一尘不染，师尊是否可以赐丹于我，以清净也？活佛曰：你本性乃一尘不染，那还赐什么丹药呢？可能贪为师之丹也，好吧。为师生性慈悲，就赐你丹也。王生曰：多谢师尊恩赐，以上莲座，请师启程。活佛曰：王生，你看，前面乃是南天门，来往神圣很多，如果神佛道根不成，而不可入于南天门之圣地也。而修道人必要专心一致修心，不然你连南天门都不能上去，只有请你回的福受苦了。此修道之人应甚哉！甚哉！此谈话之中，很快又到极南桃源圣地，此天界乃天外天之唯一修道众道亲之暂时修道之所，而在此圣地之道亲众生，每日乃听南仙圣母说法，开智开心，众力学理也。此天乃收未成熟之修道道亲之本性灵也，待功满成后，在行上无极理天境见老母也。王生，此懂吗？
王生曰：初到圣地，心情快意，心乐也，真是圣地。圣地前面一团火光闪闪，不如是何也？活佛曰：此火光闪闪，乃快要到天外天之无极圣地了，你再进，必一刻就可到达也。王生曰：是，遵命。活佛曰：已到天外天无极天界也，王生下莲坐吧。前面有无极圣殿，乃是无极圣母之居住所也，我们向前朝见圣母，不可失仪也，知道吗？王生曰：是，徒遵行之。活佛曰：仙童已由两边排列，恭迎我们。王生曰：叩见诸仙女仙童，下生乃是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鸾王生。今日奉旨随师取正因果，请仙童引进。道童曰：欢迎西方活佛及王善生，驾到天外天无极圣界，圣母有请二位随我们进殿拜谒圣母。王生曰：叩谢之。随仙童进入无极殿内，殿内端坐一位鹤发童颜慈容和蔼圣母，左右各仙女侍卫排列着。余生俯伏参叩圣母，余生信慕天恩，奉旨著作因果游记，今随恩师登临天外天无极圣境地，参求圣母能加以开示世上道亲之因果。余生受父普度苍生圣命，至今大任未完，心感惭愧之，请求圣母恩赐至灵，以能济世度人。昔曾奉命随恩师活佛著作阳间善恶游记，今又奉谕旨著作因果游记，圣命在身，不敢丝毫懈怠。然而修道魔考重重，心神欲碎，期望圣母能开悟成圆，了脱俗世，以正大道也。天外天无极圣母曰：善哉，善哉。王善生勉励也。贵堂奉旨，救度众生，醒焕人心。尔普传中华固有文化道德，劝世万千。宗发展处处可见代天宣化善堂。此次你能荣复圣命，赐旨著作因果游记一书，普化苍生，实是荣幸之至，代天弘道，发扬文化精神，乃要靠你了。而时值三曹普渡，神人同忙，阳间善恶游记颁书人间劝世因果游记，以取正世人实按因果，揭发报应不爽，诚醒世人能行善。部圣书乃醒世之宝书，到来魔考，自古各仙佛皆然，愿王善生能克服逆境，振作精神，将善比之光芒照耀四方，以开导更多众生，觉悟迷梦，早脱浊尘，改头换面，共同步入善道。如此，能为天人之圣命，善名永留，岂不妙哉？王生曰：感谢圣母精言治理，开无智窍，灌注无心，愿圣母的爱心能时时给予众道亲众生，关怀眷顾，谨遵圣命，下生定鞭策自立，报答上苍之恩典也。圣母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如门承天应运，普化众生，
未使92元儿，能早日回登无极圣岸。寄诗一首，新旧原来一样亲，6万余年在凡尘。归家任母亲兄弟，团团圆圆乐先真。灵山失散6万冬，今生有幸天道逢。千秋难遇名师求，救度众生归真家。此诗言王善生能悟义也。王生曰：圣母慈言开悟，生悟悉遵行之。请问圣母，不知天外天无极圣界，是否在3界之中呢？请圣母开示，让世人知道也。圣母曰：好之。顺便谈引3界之情形，好让众生知悟天界之情形。3界并非上、中、下3界，或天、地、水3九分之3界，乃是分为欲界、色相界、无色界，共有28天。加上梵行4天为32天，在上有3清净3天，即上大罗天，总共有36天。分数如下：1. 欲界01太黄黄层天02太明玉丸天03清明和同天04玄胎平玉天05圆明文举天06七曜摩夷天等6天。此欲界6天人民有色有欲，男女阴阳交媾等，与人视同，但只气交，无精血不尽，意系胎生，天福享尽，五衰相现，亦有死之，加寿命甚长耳也。2. 色界01虚无月衡天02大吉蒙翳天03赤明和阳天04玄明宫华天05曜明宗飘天06烛落皇家天07虚明唐耀天08光明端净天09玄明恭庆天10太幻极瑶天11元载孔生天12太安黄牙天13显定极讽天14始皇孝芒天15太皇翁众福荣天16无私江游天17上叠软乐天18无极坛氏天等共18天。此色界18天人民有色可见，亦分有男女，为无情欲阴阳交媾等之，戏称化身。寿命比欲界长数倍。3. 无色界01昊庭消度天02渊通元洞天03太文汉宠妙成天04太素秀乐净上天等共4天。此无色界4天人民即仙佛即无色欲无色想，虽有形而人不自觉，唯有真人方能见到。寿命比色界又长数倍。4. 梵行天01太虚无上长荣天02太式玉龙腾胜天03龙变梵度天04太极平玉甲义天等共4天。此梵行4天
无三灾八难，人民寿命无量。5. 大罗天，此天即是理天也，乃三界之上，渺渺大罗，上无色根，人民的物。大道后，即回此天，享以天乐之，免受天地混沌之轮回。而天外天无极圣地，乃大罗天的临近圣地，乃在天中浮出一块小天地，似如西方圣土，清净无比。凡众生、赤子、道亲与本圣地有缘之人，皆由极圣引魂童子度到此，共修道法，极品之道。如供满仙佛阁，可上无极理天，共享无忧愁之天乐也。王生曰：感谢圣母慈遇精言开悟之，愿圣母能再开示修道之法。圣母曰：好的，只要芸芸众生能觉悉向善弃恶，了悟天地之间有轮回报应，当以尽力之。现在吾将修行大道，详以简表让你知悟之。天外天，无极修行人伦大道表。一守五戒。01不杀生增长本身福寿。02不偷盗庄重本身人格。03不邪淫言律品格。04不妄语树立修道威信。05不饮酒培养本身智慧。25蕴皆空。01色02受03想04行05识，皆空即是真心无性，其体是空，众生皆空，万法皆空，实心所生，梦幻泡影，三行十善。01不杀生要放生生三善。02不偷盗要布施生三善。03不邪淫要进行生三善。04不妄语口四善。05不绮语口四善。06不舌真口四善。07不恶口四善。08不贪欲意三善。09不甜慧意三善。10不愚痴意三善。人伦表。01三纲君谓陈纲，父谓子纲，夫谓妻纲。02五常人，义、礼、智、信。03三从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从子。04四德妇德，妇语，妇功，妇荣。05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06八德忠孝信悌礼义廉耻。以上所述乃天外天无极修行人伦大道法，只要众生守之本分，一循此理而行，将与本圣地有缘也。众生悟之。王生曰：感谢圣母罕辟而喻此千古不易真理，教化经律，匡正世上众生必获事半功倍之效也。活佛曰：方才老衲在旁恭听圣母阐释之圣理，切众实必，却是现世修道之人应履及见及共修之。老衲随言参礼，练道之诀，以让世人参修也。大道无情化众生，
何人修炼一生成？三元正固金丹熟，内外功元上太清。守金固气运元神，还得须来脱俗身。一点清灵真自在，长生不老万年春。时的玄机理入围，人还万事物非非。仙风道骨超凡俗，真返灵山驾鹤飞。日日心虚炼内丹，空来色相作玄坛。逆流坎水泥宫观，补脑还精续命泉。丹心开来运坎离，养成刹女与婴儿。皇庭内景风光好，妙用无亏12时。兔髓乌肝养命长，却将妙法炼阴阳。金丹换骨仙胎结，遍体常闻大药香。道润身中白虎将，婴儿刹女喜成双。御风顶上三花放，破浪乘风渡九江。龙泉喷起接天桥，步过云霄玉帝朝。满面春风人不老，蓬莱郎愿任逍遥。3000日炼庆成功，洗髓伐元历劫中。妙果原石仙集注，丹书来照上天宫。几首诗中仔细言，说来道绝最玄玄。谁能解破真权理？直生无极作佛仙。总之，大道之功夫，要内外双修，动静无二，无内无外，可内可外，知行合一，常应常的，乃方便不二法门。大道玄奥无垠，众生自强不息了勿老衲之意也。王深曰感谢恩师。今欲真言炼道之诀，世人若能体悟受益，无穷。上天慈悲，大道普降人间，愿众生道亲，能速悟，切身行修功德，力行善果，莫在六道轮回中受到循环轮回果报也。圣母曰：方才活佛开示炼道之诀，乃千载一遇之圣理，众生若能了悟，皆与本圣地有缘也。今贵师徒奉旨著作《因果劝》，话世间无特叙述一因果劝世良言。诗曰：生死轮回几万遭，迷人不省半分毫。人若不行平等事，三途地狱苦难逃。劝世良言，一生人生非空意。人生在世要存心，存心自有天之道。切莫错过好光阴，此生不向今生度，何向根深度此生？黄金失了有寻处，失却光阴无处寻。一寸光阴一寸金，千金难买寸光阴。男男女女各人相，行善主义上等人。世间难买是人生，列位三才具五行。为圣为贤须在矣，为仙为佛宗游人。存心不可欺天地，举念还当为鬼神。急急修来勿自怠，轮回六道探审轮。今生不知前世因，听我宣说因果语。
若是前世修种好，今生享受定非轻。修养之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自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又曰：德行原来不费钱，平人亦能发善缘。只要公平存恻隐，正道主义达苍天。圣母叹世人曰：人生恰似一孤舟，朝朝暮暮水上流。孤舟破了堪修补，人生死了万事休。急急修来急急修，平生切莫结冤仇。劝君莫做亏心事，冤冤相报无时休。要明18位，世人众生每朝卯时5点到7点奉诵一次，可保平安。诗曰：古人留下旧医方，名曰静心大补汤。众生用我诸般药，劝化疑凶化急功。信食一片，人亦广用。安分、经济、孝顺各10分，恩惠广施。忠孝一片，道理3补。好心一片，温柔一个。博爱一般，和气一团。仔细3补，公道全用。好心肠一条，忍耐100句。方便不拘多少，因智全用。此方用心研细末，用波罗蜜味完成，如菩提子大，平心汤服诵下，专治众生不善等症。一方修治，无不效验，早晚供奉诵，玄妙无比。以上良言，愿众生赤子能作为修身之名，了悟因果相循之参考，圣之修悟也。王生曰：再次感谢圣母慈言宝训，始余生茅塞顿开，生回堂之。后定发扬天道妙法之理，以报答上苍之德义，必众之身也。活佛曰：感谢无极圣母今宵慈赐，使王生能闻识奥妙之圣理，众生也能借此而开悟因果，修心增慧，而天外天无极修心大道之妙法奥义也尽泄于此。愿能阅读因果游记之众生，皆能尽心忏悔，体悟其中之妙理，及轮回因果报应，切莫走马看花一扫而过，否则你将后悔莫及也。圣母曰：二位劳苦功高，奉旨著作因果游记，愿世人阅过此书，若能遵照吾所述诸道言，天理之法修持，成佛不难，可安一回，往本极土也。活佛曰：因时刻已到，辞拜无极圣母，感谢慈惠，加倍无碍图。灵光、王生快谢圣母，并拜别之，准备回堂。王生曰：感谢圣母开我慧窍，恭临良言，下生敏感于心，因时刻已到，就此拜辞圣母也。圣母曰：奉送二位贤师徒，愿苍生能向善而行，切莫向罪恶生。曰：弥莲也，切记，切记。王生曰：以上莲坐坐稳，请师回堂。
活佛曰：此因果游记以胜二战就告一段落，下回之出牌就要靠你及各堂生之虔诚了。现堂已到，下联作吧。王生凌驾头体。加017第17回昙花一现叹人生，以废坦真悟前因。民国70年11月念7日1981，岁次辛酉年11月2日。西方济公活佛讲。诗曰：忏悔前业学圣贤，莫怨今生有此业。恶种恶恩此生报，善种福田前美报。又曰：游记宝书堪称一，醒唤人心向善行，内含实证神人和，愿众乐玩传四方。活佛曰：今业乃本堂奉旨出游人间取正善恶业障因果之果报也，而也是最后末班车将要出发开动，而此连坐云车将载多少人，现在还不知也，只等众生各个最后5分钟之冲刺也，才能明晓此联。坐云车要增添多少人，最好能客满，不要老是我们师徒2人在坐，那实在不公平也。但愿众生看完此书游记之后，能速速改过自新，不要再错下去也。如有那么一天不悟，只好请你到地狱受苦果报刑罚也。王生曰：多谢师尊教诲也，众生定能速速忏悔前业及今生之恶业，而能了悟恩师之言也。活佛曰：但愿如此也，而不要在6道轮回之中受苦业，那是不好受的，慎修慎修。王生曰：在跟随恩师共命盛世，乃有1年多，这年中多蒙恩师不间断的开悟智慧，使无增慧不少也，这乃要归功恩师之苦劳教导也，真使徒永生难忘也。活佛曰：但愿是名师出高徒，将来弘扬真理，代天宣化，不要使恩师为难就可也，好让为师这活佛高足清闲，等待高徒度醒众生，回往金仙界，以享天乐，是以为导也。王生曰：感谢恩师之开导，但愿是如此也，今日不知要往何方取正因果之案呢？活佛曰：上联作吧。今要到人间因果之善恶经殿，觐见灵宝天尊也，请灵宝天尊开示世人之因果善恶之业，使人人了悟有因果报应之理也。王生曰：遵命，已坐稳也，请师启程。活佛曰：已到了，下联作吧。前面乃是灵宝宫，此宫乃以无气珍珠所凝成之神宫，而世人之凡眼乃看不见的。王生有福，使你看看这灵宝宫之庄严也。王生曰：此福分乃上天之恩赐，真是感恩于天也。前面有正气五彩宝光，在星星火亮也，直长远望，2眼真有点受不了，不知何因也。活佛曰：此光乃灵宝天尊亲驾要恭迎我们师徒，才会发出万
道五彩金光，不要惊慌也。王生你转过身来，两眼直望为师也，不可有失错，一气吸入内，看为师师佛法，自可跟神眼同比也。王生曰：现在好多了，师尊佛法真是无边也。活佛曰：好之，现在灵宝天尊已不出神行功，要恭迎我们师徒也。王生我们往前参谒灵宝天尊也，不可失仪也。王生曰：是，遵命。活佛曰：老衲济公活佛，参视灵宝天尊，今奉谕旨之命，待爱徒王善生出游取证人间之因果，以参书造入因果游记书中，醒化世人也。多谢天尊亲自布驾恭迎我们师徒，真是多礼也。王生曰：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鸾生善比王生，参拜灵宝天尊。今到行功参悟真理，请天尊开示。灵宝天尊曰：请起也。王生勉礼，活佛实在太客气也，无天尊亲驾恭迎活佛及王善生，乃是应该也。而你们奉谕旨之命，出游人间取证世人善恶因果，实在太辛苦了，为世道奔波，待天宣化，唤醒人心，乃功德无量也。请随吾入行宫奉茶再说也。王生曰：感谢天尊。活佛曰：王生随天尊之后入神宫也，入内不可随便，要有礼，不可失仪也。灵宝天尊曰：命奉茶官奉上上等茶叶，此茶叶乃上天之灵气所凝成的，甘露无比，喝下可开智慧。活佛及王善生请用茶吧。不要客气，承蒙活佛亲驾行功，乃容谦之。不知王善生要无天尊恕由何事呢？王生曰：晚生要请示天尊开悟世人之因果报应之理也。使是人了悟有因果报应之时也。灵宝天尊曰：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的，或生或死，不了俗客之缘，不思量大限如梭，推破而极。一旦众生之呼吸断了，万贯家财也非宝也。似草漏而怕潮汐，人为万物之灵，人之荣枯。得失无常，总要早觉脱离六道轮回，始为上乘之道也。乃大道光明人不尽，得辅幽冥偏闯行，而都是修道之人无心相。学修悟，是以大道难得也。富贵贫贱中难脱一死，唯有智慧者早度此生。至隐众仙佛不忍袖手旁观，而平摄俗尘阐化世人之业。鸿开航渡之源，迷者不回头之人，遥遥难测。末劫三奇浩荡连天，欲脱其身之围者，唯行善可赎，愿示众生勿执迷而自悟。本行功奉命统领万邪，凡不正行善者之先灵，无先开典前人之后代，要速行善立功，弥补先业之罪，方可超然的生也。不悟之人悔悟忏悔者，定批示于民府刑罚其人之过。
行善之人，本行公派善神带往西方极乐国土，享受天伦也。若是因果无报应，目连救母是何因？若有人能深信因果报，同生西方极乐国也。偈曰：平逢凡劫累沾巾，苦海人生未了忧。恶堕善登缘有果，醒迷诸子上慈舟。又曰：业障红尘类果因，犹记抵住善黎明。取证金石般还世，引物于玩物道真。愿世人越因果犹记者，痛改前非，共造善事，去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见。凡有人祈求子孙福者，自可得本天尊加冕也。可对虚空奉相告示，本尊自有妙法佑世人也。愿世人能速行功德，改过前非也。王生曰：感谢天尊开示金玉良言，相信众生的悟天尊之精言，定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痛改前非之过，有朝一日乃要感谢天尊之德也。活佛曰：当然的，今天天尊所开示的，众生你要行不行在自己。先佛只是指悟前途，光明大道让你自己行持而已，相信众生能体悟老衲一番话也。多谢天尊开悟，因时刻已快到了，不能多谈，尚请天尊谅之。王生拜别天尊，准备回堂也。王生曰：感谢天尊今朝一番圣言开悟，因奉旨出游时刻已到，不能多恭临天尊今言圣礼，请天尊勿以见怪也。灵宝天尊曰：勿怪，勿怪。大道普化工作上要靠各位，王善生未到，勿日忙无愿，乃可嘉也。吾天尊特赐你灵光嘉惠，并赠物露水丹，赐你早晚服之，可保身安也。拿去吧，不必再言谢了，不送了。王生曰：感谢天尊之赐也。以上连坐坐稳，请师回堂吧。活佛曰：堂到。王生凌驾头体，加018第18回18因果论善恶。春风时雨浒人心。民国70年11月念8日，1981。岁次辛酉年11月3日。西方济公活佛降。诗曰：灵隐奉旨者因果，慈善正鸾王善生，唐茂一心可弘扬，愿后共结先天缘。又曰：因果善恶访取证，皆因人间邪辈子，唤醒人心向善行，犹记堪称修心书。活佛曰：今夜乃可喜可贺之日子。高雄灵隐慈善堂奉旨著作因果游记，出游人间取证众生之善恶因果，而老衲与王生也可放心，这负重担之命也。而在这因果游记之取证实事，众生看完了，不知有无忏悔过去之恶业，向善而行呢？虽然师徒二人互
相冲当男主角，如今已演完了，虽是这善恶戏不能堪称最佳表演奖，但众生可自悟内涵之意也。要向善向恶要全看各位了。老衲只不过是在旁点醒各生而已。今夜老衲将带王生到南天觐见观恩主，并在南天功劳厅上领奖。王生快上莲座，我们启程吧。王生曰是，遵命。但有一事徒想请教恩师，请师开悟也。今天无灵台之上忽然一气冲心，两道阳温之气合结于灵台上，不知是何因呢？请师开示也。活佛曰：这为师要恭喜你，此乃你道果上增，灵神之气已受，无形之佛光照化之因也。因你随恩师出游人间，善访各众生之因果，并有直接接近仙佛神圣，乃普化佛法之光映入你之灵台，而你天门已开，现已浮出人莲之花果也。为师此恭喜你。愿因即此也。王生曰：感谢恩师开悟智慧。在这年来，承蒙恩师显化助徒，智慧真是永生难忘，已坐稳莲座，请师启程。活佛曰：王生你往下看，本堂已张灯结彩在庆祝本堂奉旨者作之因果游记将完纳使命，神圣相互庆祝恭贺，而不知本堂之堂生现客心情如何，相信是皆大欢喜。而有一部分之堂生可能自忧，因他没有下决心修心，乃自心忧愁也。老衲勉励这位上进之身，应速行修善德，不要等到结束来临要求老衲助一臂之力，那老衲只有爱莫能助了。现莲座已现出万道光，照耀四方，相信贤徒内心与为师同感吧。王生曰：吾心真与恩师同感也。活佛曰：愿你以后功果成就之后，能度更多佛子向上天堂之方向来，不要再让这些佛子在下地狱受苦，为师之心血方不白费也。但愿爱徒定能完成为师之心愿。王生曰：徒儿当全力以赴，不失恩师之教诲。活佛曰：已快到南天门了，在莲座上静一下。王生曰：恩师您看，前面是不是已到南天门了？活佛曰：已到南天门了，前面乃是悟空镇守之，现已向前恭迎我们师徒，不可失仪，快向前参礼悟空大圣吧。王生曰：是，遵命。吾乃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銮王生参礼大圣，今由恩师济公活佛带领下生到南天觐见恩主，请大圣能带引方便也。悟空大圣曰：王善生免礼也，请起。欢迎活佛光临。悟空奉恩主之命，特在南天门恭迎你们也，请活佛及王善生随吾入南天门，由吾带引你们觐见恩主也。王生曰：感谢大圣之带领。前面大道路上，各仙佛神圣来往，
自如真与凡尘大不相同也。活佛曰：如果天界与凡尘相同，那老衲何必费尽口舌好话说尽，众生尚不知悟呢？真是使为师感叹也。悟空大圣曰：活佛方才之言有理。众生如不悟不修，而不把天理人道放在眼前，勿怪老天有眼，下降灾劫，刑罚各不修悟之邪悖也。但愿众生有眼，能悟无之言也。前面乃是功劳殿，现恩主乃众仙佛在里面恭迎你们师徒2人，吾待引任务已完成，无要回南天门镇守，以防邪魔入本天也，无先退。活佛曰：感谢大圣。王生，我们赶快入殿，不要让观恩主等候也。王生曰：是。活佛曰：前面观恩之已亲驾不迎我们师徒，旁边有纯阳祖师观音大士随旁列排恭迎，王生快向前拜谒恩主及众仙佛也。王生曰：是，遵命。中华民国高雄灵隐慈善堂王生拜谒恩主及众仙佛。王生此3叩首，恭请恩主开悟。观恩主曰：起来望善身，不必多礼。欢迎西方活佛光临本天。今俩师徒奉旨著作因果游记，揭发凡间因业正入书中，以换人心。此书劝化世人，并代天宣化，乃有功劳。吾特于召见王善深入南天功劳殿颁奖，特在此展开功榜参，以加勉庆祝也，并邀请南天众仙佛助兴也，快随吾入内吧。活佛曰：王生，你今天乃是受邀之主角，而老衲只是随旁而已。观音大士曰：今王生乃是主角，应坐中央也。王生曰：徒不敢也，中央乃是恩主之位，生何德何能，敢一冒犯而坐呢？还是坐旁边就好。观恩主曰：王善生真是圣僧之高徒，知道礼仪之节，真是儒门之范也。不要客气，请坐下。吾就坐你身边也。活佛曰：快谢恩主赐座。王生曰：多谢恩主赐座。观恩主曰：命天厨师出餐吧。天厨师曰：是，遵命。纯阳祖师曰：各仙佛道友，大家分坐各桌，准备用餐也。活佛曰：现仙乐奏起天音区，音法玄妙，听了比王生你在凡间所听之凡区大不相同也。王生曰：真是不同，心情快意无比，灵台已入灵官，活生动，快乐无比，不知是何因呢？观音大士曰：此乃乐心仙区，凡人如听之本灵会增光，智慧开心窍，妙用无比也。此去乃凡人大善德获得道高僧，在凡已归天之时，天女所吹奏之区，表示欢迎王佛子归天之区也。王生曰：哦，知道了，感谢大士开悟。活佛曰：王生快用餐，这是最好机会，
好好的享受一番吧。纯阳祖师曰：王善生不要客气，尽管吃吧。王生曰：是，感谢纯阳祖师之垂爱关心，吾会尽量享受的。观恩主曰：活佛及王善生为了醒化世人向善，师徒不辞辛苦，游遍凡尘，取证世人因果，正入游记之中，乃有大功德也。吾恩主特赐王善生拟之功果，为正三品一级果位，祖先之因也。总予赦罪，并封祖先下冥府修道正神，以资鼓励。愿后王善生再接再厉，为天道之普化，使众生人人向善导行。王生曰：感谢恩主之封赐，生定能全力以赴而度化众生，请恩主放心。活佛曰：桌上之蟠桃及琼浆已剩不多，你可以带回凡间分享，跟你辛苦效命护法之唐僧化用分享。王生曰：徒正有此意，既然恩师已说，那徒就不客气了。观音大士曰：此乃应该也。应与分享辛苦之佛子，但愿这佛子能品明天界仙果之仙味也。王生曰：本堂之师兄姐们，如知道我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厚礼，相信会很高语的。活佛曰：今就用餐到此为止，王生要拿好仙果及琼浆，不然半空中掉下去，就免分享各生了。王生曰：是，吾一定提稳，请恩师免担忧也。观恩主曰：命各仙佛共送活佛及王善生回凡尘也。纯阳祖师曰：各道友大家起来，恭送活佛及王善生吧。众仙佛同曰：恭送活佛及王善生，欢迎有机会再共同结缘也。活佛曰：多谢各仙佛道友之送也。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回堂。回堂之途中，莲座不会休息，要坐稳，而仙果和琼浆要拿稳身边，不可失误也。王生曰：是，已上莲座，请师回堂。活佛曰：莲座已慢慢下降，停在堂前，王生下莲座入堂吧。因果游记已近尾声了，而莲座马达之灵动也慢慢停息了。此由师徒二人合作演出的因果游记，众生如看过后有兴趣，不妨再看一遍。书中有劝化世人善恶之业因，而阅完之后传阅各赤子，观之，乃功德无量也。言此，愿众生好好修持，勿再受六道轮回之报也，免之，免之。老衲要回天复旨，王生要好好保重道果。休息一下，好好静悟修心，等待上天之新使命。吾回天复旨，再见各堂生，自我珍重也。加Z1 玉皇大帝降拔，本堂司礼神将，盛世今夜预兆将降临本堂，各生排班后驾，各生俯伏之。命本堂服神及本境城隍分5里，10里恭迎预兆也，不可失仪。吾退。
南天使者降。诗曰：金阙使命已完成，灵隐诸生亦前至。唯皇心念凡世子，愿其因果醒大千。甚是。今夜吾带金阙玉照到本堂宣读，神人俯伏。玉照宣读。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朕居金阙，心念是臣赤子，无实为苍生之念也。察尔南天直辖高雄灵隐慈善堂，奉朕之命于天运辛酉年9月3日至11月3日完命，者下因果犹记。此书乃使朕隆心大喜也。尔本堂前有奉朕之命完成阳间善恶犹记，此书劝化世人不记。其数现又完成因果犹记，乃功不可量也。朕特赐5000功封赐各生，以在2个月中之辛苦血汗之劳，并于壬戌年2月2日活佛圣诞完命缴书也。并赐本书3册在南天炉中焚化，缴于大千三曹也。朕欣喜，特赐众生凡有人宣化、注印、翻印者，发善愿求子。注印此书，朕自以派善神佑之，或消其因业。高雄灵隐慈善堂自奉朕命设堂弘扬正理，醒化众生，乃如木鼓尘。中愿生能再接再厉，勿以松怠。将后使命完成后，朕自会论。公封赐国谓之。钦此，谢主隆恩，轻哉勿乎！加 Z2 西方济公活佛降拔。高雄灵隐慈善堂奉旨于辛酉年农历11月3日完竣。此书出，有乃取世人恶业之报应，善果之美报，乃是今世修身读本，自诸机，句真实，取证世人因果，天理昭昭，循环报应，如影随形。探今世道，变化多端，恶孽日增，被善者多，目无法纪。盖上天慈悲悯怜，不忍作事，命指高雄灵隐慈善堂镇銮王生与老衲，出游人间，取证世人善恶因果，警示修身，待天宣化，教中劝孝，矫正人心，婉转颓风，恢复古道之德也。本书之者，乃师徒共命，神人合一，文虽浅白，内含文语乃大有道理。愿能让世人阅读此书，而受之感化也。人生苦海茫茫，能自拔泥沼，归向康庄大道之明灯，回头是岸，共修天道之理，切莫再堕落于六道轮回之中受苦也。本书以着臣众堂生在60多个日子来，陪着此游记扶鸾护法著作，辛苦并无白费也。唯愿世人善得大事，慷慨解囊印赠本书，期待天宣化之功果莫大也。印赠功德，老衲自会护佑于善德，平安如意。特述术语，表无老衲心意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天运辛酉年甲月4日，甲月等于11月。甲
加 Z3 因果善恶律原书附载略。因果游记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奉旨著作零天堂游记零目录收原图。下载天堂游记 300K-12 网页 -541x Execute。济公传译指喻指天尊续金母续观音续。01游南天门02南天玉阙03在游南天04游太清宫。05在游太清06游上清宫07游三清和08在游上清。09游玉虚宫10在游玉虚11 3游玉虚12游东华宫。13在游东华14 3游东华15 4游东华16游南华宫。17在游南华18游西华宫19在游西华23游西华。21游北华宫22在游北华23游中华宫24在游中华。25游桃源洞26游大成殿27大雄宝殿28游普陀山。29极乐世界30游天官殿31游的官殿32游水官殿。33游忠孝殿34游阴阳界35上游三界36游瑶池宫。预照前言。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加天堂游记 TNTUG 加奉旨著作加 CC 前言。时间1979-1981，文内日期为阴历。地点天堂，部分阴阳界。导游济公。访客杨生、杨赞如协现圣伦法师。传真玉虚，当杨生灵魂往访天堂，玉虚附上杨生肉体符鸾。原产圣贤堂台湾省台中市北区丘错南巷61号之一。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公务本文有错，原书作准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作网页，不用声明出处。注意，凡有此符号 XX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异体字或近义字。弃字，本作上记下火大五马缺此字。术语，游记内文有关阳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转化 Doc WordPad 斜线 Office 文件转作 Text 纯文字文件。A. 先造一纯文字文件，在桌面上右按滑鼠，新开档案。纯文字文件随意命名。B. 打开 Doc 文件档案 F. 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纯文字文件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储存档案 S 是 Y。 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作网页，不用声明出处。乱码，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汇乱码，可复制该句，贴上新文件便见内容。修改，先把本文分拆不过 30K 文件多份，
有此符号，%改正后重组，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插图541 kbmp 收源图等于541 k， 文内寻找代号。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jbk， 容量270 k 加00。目录寻找代号 number。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41 HTML A1 济公活佛圣传 A2 意旨 A3 谕旨 A4 序天尊 A5 序金母 A6 序观音。541B HTML 001第一回游南天门听大圣说法，孙悟空。002第二回游南天玉阙拜见文衡圣帝。003第三回在游南天玉阙听圣帝训示。004第四回游太清宫听太上道祖说法。005第五回在游太清宫听太上道祖说法。006第六回游上清宫听灵宝天尊说法。541 CHTML 007第七回游三清河听和尚公说法。008第八回在游上清宫听灵宝天尊说法。009第九回游玉虚宫听元始天尊说法。010第十回在游玉虚宫听元始天尊说法收源图 541 k 541 DHTML 011第11回三游玉虚宫听元始天尊说法并朝叶玄上人。012第12回游东华宫听东华帝君说法，东华帝君伏羲氏武帝仪。013第13回在游东华宫听东华帝君说法。541 HTML 014第14回三游东华宫参观众生园林花树。015第15回四游东华宫参观众生园林花树。016第16回游南华宫聆听南华帝君说法，南华帝君神农氏武帝二。541 FHTML 017第17回在游南华宫聆听南华帝君说法。018第18回游西华宫聆听瑶池金母说法。019第19回在游西华宫聆听瑶池金母说法。020第20回三游西华宫聆听瑶池金母说法。541克 HTML 021第21回游北华宫聆听北华帝君说法，北华帝君商汤三王仪。022第22回在游北华宫聆听北华帝君说法。023第23回游中华宫聆听中华帝君说法，中华帝君轩辕氏武帝三。024第24回在游中华宫聆听中华帝君说法。025第25回游九仙山桃源洞拜访广成子大仙。026第26回游大成殿拜会至圣先师孔夫子。541 HTML 027第27回游西天大雄宝殿拜会释迦牟尼佛。028第28回游南海普陀山聆听观世音菩萨说法。
029第29回由西方极乐世界恭临阿弥陀佛说法。030第30回由三官殿拜谒天官大帝，天官尧帝，火德王天下，上元一品赐福天官子为大帝，武帝嗣。031第31回由三官殿拜谒的官大帝的官顺帝，土德王天下，中元二品赦罪的官清虚大帝，武帝武。541 IHTML 032第32回由三官殿拜谒水官大帝，水官大帝，水德王天下，下元三品解厄水官大帝，三王二。033第33回由忠义殿、孝子殿、岳飞。034第34回由阴阳界官人归天情形。035第35回由三界御八仙观妙法。036第36回瑶池宫中开盛会宴谢群珍，老母褒赏扬声庆祝功臣。541 AHTML Z1 预兆 M1 下载本网页纯文字 M2 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 M3 修改 M4 转赠加 A1 济公活佛圣传。济公活佛，宋朝天台人士，俗姓李，名修缘，剃度于杭州西湖。灵隐寺，法名道济。为方便度世纪，阳未癫狂，世人戏称为济癫。活佛身为降龙尊者，金身罗汉化身，身通三昧，彻悟佛法，弃万法为心所现之旨，直修佛心，不视道具。故曰：修心不修口，作个自在佛。特为当时戒口不戒心僧尼，施于当头棒喝之教。活佛神通广大，救人济世，仗义扶危，对于伪善恶流之辈，诸般戏弄，促使其觉悟；对于护恶不圈之徒，打击无疑，大快人心。因此人人称之为圣僧，尊之为活佛，自非偶然也。活佛曾居净慈寺，寺遭火焚，需要木材重建，活佛行化至岩陵，以袈裟罩诸山，山木盖拔，扶将至杭州，己则归报寺众曰：木在相机井中。众僧视之，果然。世传其艺伎甚多。嘉定年间1208-1224作事，藏虎跑塔中，林中石座。记曰：60年来狼藉，东必打倒西必。于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壁。入灭后，有僧欲于六合塔下，复书归，有一席面前当一见，至今犹觉骨毛寒。只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知具盖大菩萨乘愿再来者也。活佛一生就度行化，游戏人间，从无忧虑挂碍，修头陀行。菩萨道：一袭破袈裟，落得轻松自在；两只破履，管他拖泥带水。手直蒲扇，不怕上高下低。光着头，风不吹，雨不打，
何须逐利？赤了脚，寒不犯，暑不侵，要啥衣包？布木画，为无饥渴。懒庄严，应伐皮毛。诙谐淫笑，广结善缘，不必尘世。寻声救苦，百姓真敬，万家生佛。其机盛行，非一般顿世山僧所能及。讽声喇语，岂5月出家之？时所宽容，故后世佛门以清高而避谈，一代高僧圣德因而埋没。不彰，信我佛慈悲，不嗔不怪。活佛行机，妙趣横生，禅机四现，使佛法充满喜悦，故又博得禅师之名。其以出世之伟大精神，孜孜作积极入世之功，实为今日学佛习道者之标榜。故他能于世间即获得活佛圣名，确有其因。今执末法，众生欲赤，分堕苦海，活佛度世心切，故众显昔日神通妙化因风，诚愿现身再来，降临圣贤堂，携扬声之灵，畅游冥府。广搜暗证劝世，从此揭开阴曹奥秘，作度众之慈航，众生有幸得慕法语，永离恶道。伟哉！具作完成，永垂万世，特至圣德。颂曰：当头棒喝，唤回世上迷途。一笑拈花，本属禅门妙诀。人生如戏，演得出神入化。万法归心，便游地狱天堂。加 A2 一指麻姑元军将。诗大道无私降圣贤，园林切盼早回天。玄机自古不轻泄，应运佳期赐宝篇。盛世今夜无奉无极老母之命，代一指宣读，神人俯伏。亲奉无极老母，诏曰：素自鸿蒙太初，原始一气化三清，三清而化东方木公，西方金母，中央黄老，南方火金，北方水金，五老继承，天道运转，木公金母二气氤氲而化育96元灵，分布世界。待至今日，世道交离，人伦道德败坏无疑，令母哀叹。察尔台中圣贤堂，奉命开堂阐教，劝化迷津，诸子献心献力，至诚无间，道气冲冠斗牛，心又自《地狱游记》一书脚趾般送寰宇，度化四海兄弟，洛阳纸贵，人真悦。读观阅此书而回头向道者，不计其数，普度园林之功不少也哉。母念赤子坠尘，历受风霜之苦，造孽不息，心实不忍，故于天运己未年5月初1日，于无极前召开3曹联席盛会，议决地狱真机，已泄露于世，劝化勋功卓越非凡，人能绝地狱之路，则当登天堂之梯，故今必在将天堂风光泄露于世，引导园林归返天堂，混元一气团圆，而享天伦之乐也。母今特颁一旨一道，命任著作圣典之职，指道之日，每逢鸾旗
由济公活佛带领圣比扬生灵游天堂，者成一部万古流传宝典书，名题曰《天堂游记》，并敕命三界各关口，如逢游身驾到，开门迎接，不可有违。如有违背天意者，一律严法不贷，悉圣贤诸子。始至忠臣，效劳始终，书成之日，论功申赏。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天运己未年5月初5日，1979年5月30日。加 A3 谕旨，精确内乡徐将 No. A3。诗曰：鸾门奉命者天书，普化三曹道不虚。地狱游玩开绝路，青云圣域列仙居。盛世今夜无奉命代旨宣读，神人俯伏。青凤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正居凌霄，心怀世道，遥观世道交离，伦常坠落，地狱增减而难容，天堂新居而无客，资执三曹普渡之奇，天道降世，人伦众。正有赖尔南天直辖鸾堂台中圣贤堂，挥鸾劝世，发行经典，善堪广度迷经之功也。地狱游记颁示以来，桃李芬芳，慈航广度，受劝化而弃恶从善。求道修真者，屈指难计，振兴大悦，地狱情形既泄露于世，天堂圣境何妨布满人间。5月初1日，三曹召开联席盛会，群仙菩萨参陪会上，为普渡苍生世切，同声谏言三曹主辖，速将天堂风光重现成凡，早立大同之势。今察能任由生灵通无碍者，为圣笔墨。属故敕命《天堂游记》一书由圣贤堂担任著作之。指道之日，命由济公活佛引导圣比扬生灵游天界，饱览风光，访道劝世，以其盛典早成，而使天下众生知晓地狱之苦，天堂之乐，彼能人人不入善道而登天梯，直向青云圣域，同享逍遥之乐矣。《天堂游记》一书，每逢鸾旗著作者完为止，并敕命三界各关口，如逢游身驾到，开门迎接，协作著书，如有违命者，一律严法不赦。悉诸生一本忠臣，同服大道，亿万勋功，从此可得也。书成之日，论功行赏，神人用命，勿为正命。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天运己未年5月初5日，1979年5月30日。加 A4 太上无极混元教主，元始天尊降。诗曰：无极混元一生气，氤氲造化道含音。逍遥圣境原来地，极乐天堂欲殿清。又诗：欲断轮回斩六根，罪牙枯灭李天尊。红炉炼就金仙客，世道堪修般若门。序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人生由何处来，死归何处去？古今圣哲得配天地，道贯古今，测知天地鬼神之事，故代天传道解惑，以解开人类生死之谜。宗教正是通往生来死去之门，故于物欲横流之事，非即宗教教育，无以净化人类心灵，使其达到归真返璞、明善复出境界，而宗教理论又因具教主去世日远，故有经典理论及诠释，对现代注重实证人们总觉空洞无可捉摸，故在物质充斥、精神空虚之世，人类精神魔所归依，奢侈犯罪行为自然急剧增加。瑶池老母玉帝有鉴于此，特下一旨，谕旨命由继佛带领圣贤唐圣比扬升，先由各地狱谢数恶人受报惨况者乘地狱游记，作堵塞恶流之柱，为鼓励善行，垂翼登天之梯，皆引善德登天。逍遥世外，今在游历天堂者乘天堂游记，传真善人升天逍遥时。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二本游记中，是为最佳写照。人由天生，是当回天，方为坦途正道，欲求灵魂善终归宿，安息永生，只有迈向康庄善道一途。书中除将天堂美妙风光传真外，诸天仙佛应机说法，天花烂漫的咏经莲，大道玄机泄露无疑。众生有幸得遇此书，悉尽心言，读沐浴灵性，知所归依。天堂有路，尽道即是，愿众生晓悟缘。来同登无极，使所期望。元始天尊降鸾，景序。运庚申年12月16日，1981年1月21日。加 A5 无极瑶池金母降。诗曰：瑶池圣母先天亲，遍植蟠桃呆善人。曾现观音情度世，慈悲救苦劝修真。又诗：天堂尽的要寻根，彻悟本来不二门。游记偏偏传圣机，得风传闻满乾坤。善哉！无极运化芸芸园林，洪荒之时，降凡开拓人世，出十天。性纯真，不忘本来，生于世死而归天，后因尘分日生，灵明见失。久而淡忘本来天上故园，沉迷爱河欲海，任尘土为乐的，终而月。乘月下，罪行所惧，形成一罪恶身躯，不得不设下地狱加以磨练净化，以其回复天性。为广度迷津，母曾现身观音及诸圣，寻声救苦，随缘度化。今者科技盛世，有巧夺天工之术，习道德虽重整复旧之法。灵性日趋悟性，罪极万卷，地狱有客满之事，实堪悲叹。母念万物同源，大千为一，不忍众生本性远昧，误入歧途，再造罪机。
故先命祭佛带领圣贤堂扬生灵游地狱，探案搜证，将地狱罪魂苦。况公诸于世，以下祖罪源，净化人欲。今在下亦只开着天堂游记，祭佛带领扬生云游天界，将天堂美妙风光呈现人间，唤起人心向善，灵性升华，人格高尚，使人之所依归，以其身后灵性往生无极天堂，逍遥自在，不再轮回。经1年半余，杨儿历尽种种磨难，足迹遍布诸天，于今书成。母心堪慰，瑶池蟠桃正熟，期待诸子月罢游记，知物本来，力行圣德，以修大道，则生于无忧盛世，莫返极乐天堂，庶几不父母，以驴盼望之心也。是为序。天运庚申年12月16日，1981年1月21日。加 A6 观音大士降。诗曰：如来在世说真经，佛法无边喜耳听。圣彼辉鸾成宝典，扬生操孤得身心。又诗：菩萨甘霖柳度阳，身清业净极天堂。风光绝世心开朗，西方极乐本故乡。序：如来以慈悲摄教，广开无量法门，鸾门以仁爱为怀，普度天下苍生。异曲同工，皆因地制宜，为方便度众立法。无有不度尽众生，是不成佛之宏愿，而欲度尽众生，当用无量法力，非仅以古今旧典所能成就，须以新知新法，针对时弊，投以真要，使能切断现代众生病源，收万病回春功效。自古以来，天堂地狱之说深印人心，习经典所载，民间传说又都模棱片段，未足管窥全貌，至法警示度众之经书，使世人貌不知所指，三途六道，轮回不息。诸天仙佛有见于此，三曹圣会一致认为须将天堂风光泄露于世，以激发世人向往向道之心，遵循天道，以超生各自期盼之天堂无忧逍遥净土。语云：物欲尽其用，必先利其器，欲甄选灵游三界之凡人不易。除须有度世之宏愿外，当具善根、智慧及清明灵性，使客担当此一神圣重任。经推荐甄选结果，以圣贤堂圣彼扬生最为适当，于己未年5月5日颁命祭佛导游扬生灵游三界，效唐僧取经之行，访道求法，教化后世，历经奔波。今日书成，天下又多一普度众生宝典，诸天无不赞叹，六道争相报喜。轮回路上顿开绝路，茫茫苦海喜放明灯，众生经三阿僧只劫。今日圆至，阅悟此书，得正三宝地，儒者成圣，道者成仙，士者成佛，天人皆大欢喜，跟诵不已。游记告成，三曹大放光华，
遍地浮现金莲灵芝，无心欢喜南海。又多益广大慈航，度尽众生之宏愿，心见日渐有成。宝典父子在即，仅述数语，颂赞圣德。南海观音大士降鸾，景序。天运庚申年12月16日，1981年1月21日。加 Z1 玉照金阙内相徐降。诗曰：圣旨平班直辖堂，者陈游记宝书香。苍生普渡崔石集，明岁元公四海洋。盛世吾今夜奉命代旨宣读，神人俯伏。亲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朕居凌霄，关怀世道，叹哉！科技发达，道德衰落，故诸天仙。佛降临伏鸾阐教，以晚道兰。兹尔台中圣贤堂，领指挥鸾，公居其首。前奉命著作《地狱游记》，广赠天下，劝化人心，以收移风易俗之效。今又指奉著作《天堂游记》，普垂天梯，接引元人，为普度苍生事。切瑶池一指平催，其宝书早日者成，颁赠天下，普劝黎民。故朕今敕旨一道，《天堂游记》一书，命在明岁辛酉年2月初2日，即公活佛诞辰之日，举行缴书仪式，以示两全其美之意。该书36回，以符36天罡圆满之数。祭佛扬升大任将谢，悉保持最后时刻，将游记圆满者成书，传千古，流芳万世。圣贤诸生殷勤效劳，陪着天书，各立大功。悉秉此精神，矢志勿退，以建功立德，超玄拔祖，后日龙华会上，道果堪正也。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天运庚申年10月初6日，1980年11月13日。加 M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一菜单。3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M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1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一菜单。
3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甲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斜线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丙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显示网页控制码。一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2转换方法看甲乙丙。3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M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分段符%。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M4 转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4 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
盖此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天堂游记001第1回游南天门听大圣说法，孙悟空。002第2回游南天玉阙拜见文衡圣帝。003第3回在游南天玉阙听圣帝训示。004第4回游太清宫听太上道祖说法。005第5回在游太清宫听太上道祖说法。006第6回游上清宫听灵宝天尊说法。加01第1回游南天门听大圣说法。孙悟空。济公活佛降，岁次己未年5月初9日，1979年6月3日。诗曰：临游天界赏风光，脱去尘劳俗虑望，访到朝山开觉路，鸾门圣地驾慈航。祭佛，哈哈。走完了地狱各殿，觉得那些阴森气氛令人窒息。除非是病入膏肓，没有救药的人，否则相信无人愿再到那个恐怖地方。老衲待阳生游完地狱后，超生了不少鬼魂，世人也改恶从善，减少在做地狱的种子。地狱既然不受欢迎，大家裹足不前，都涌到天堂门前徘徊探望，想一观究竟。老衲每在大街小巷访度有缘，今日看到这么多回头向道众生，想登天梯而入天门，真是喜从心来。今日机缘也已成熟，特来取下这10字门栓，打开天堂大门，迎接善事进来。哈哈。玄关正门我已用此万能锁打开，无人敢阻挡去路。阳生啊，从今以后，你可与我一同出入天堂，饱览美好风光，开眼界。地狱游记一书者成问世以来，劝化功德无量，阅后游记者都能发露善念，毫光直冲凌霄，玉帝不得不开天门观看，我们也可趁此机会进去参观一番。大任兼担，为师吸你精神养气，以便随我云游天堂。你看此座莲台又增大了，毫光闪闪，烁人眼睛，有此善心宏愿，故又能容因。天堂游记著作重任，为师奉无极一旨，带你游天堂，快快上莲台吧。杨生，好久未与恩师畅谈，甚念。今日奉旨云游天堂，著作宝典，我觉责任深重，恐未能胜任，请恩师提携吧。祭佛，师徒如同父子，你奉师至诚，我也常暗中灵光加倍。今日我们同负此职，只要一念真诚，相信能一路顺风的。你勿踌躇，我准备一瓶天水，你先服下，可以洗肠换肚，除尽尘秽，方能上天界。快服下。杨生，多谢恩师赐我法水，服下立觉身心清凉，精神大振，飘飘
欲仙。祭佛，你有福了，如不服下此水，恐俗体超重，使莲台起飞不得。快上莲台，以便启程。阳生，我已坐上，不知要何闭眼睛吗？祭佛，不必。天界不比地狱，你可沿路观赏大自然风光。但若风力太强，你可以闭目养神。阳生，实是。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浮在空中，低望云下，盏盏闪烁灯光，世间的夜景也真迷人。圣贤殿堂万道金光冲射虚空，如虹贯日，似探照灯扫射一般。前面青云霭霭，许多神仙来来去去，都向我们合掌或颔首微笑。祭佛，此就是空中过往神旨，这个玄妙世界，是人是看不到的。阳生，风声萧萧，瞬间来到此地。为何前面一片通红，热气逼人？但许多神仙菩萨却来往自如，并无感觉热气腾腾呢？祭佛，此的接近南天门，天之方位，以五行定位，南天门属火门。一切神灵必经此门出入，如果功力不足，就无法进入。天分东西南北中5天，其他4门紧闭，只留此门通行。凡是道功不足者，难过南天门之火焰考炼。你已服下天水，可以抵挡此热气，不要害怕。我们快下来，改用沉云进门。阳生，实是。前面守门者，好像是《西游记》所述之孙行者，手拿金钢棒在那里挥动，不停跳跃，好像有阻挡去路之意。祭佛，非也，他是在展示功夫而已。阳生，他是否就是孙行者？祭佛，是的。阳生，据闻孙悟空只是小说虚构人物，今天怎么真的出现在南天门？祭佛，其实是人会错意。三藏法师旁边跟着被收服的孙悟空，原来是一只山中猿猴。一个修道者要往西天路程，一个佛心一定。随着跳跃的猴凡心是需要经过种种磨难、钱财、美色的考磨，若能将此心猿一马制住，收其放心，才能归于清净之心。这只跳跃心猿最难克服，一旦物色即空，空即色，则西天路程10万8千里，刹那就在眼前了。所以孙悟空随着圣僧唐三藏是言知有物，见之无形的，世人切勿惊视之。阳生，原来如此。他笑嘻嘻地向前而来了。大圣，欢迎祭佛及圣比杨善生驾到，2位奉旨游赏天堂风光者。作劝世宝典，南天门于5月初5日已皆无极一旨及金冠玉旨准备，欢迎2位莅临天界参观，今日怠慢接待之处，请原谅。祭佛，大圣勉励。今日我们师徒奉命游赏天界风光，访问3界圣神仙佛，
阐释修道密要，启化天下众生，早日返回天堂本位。以后将常经南天门而到各天坊道，打扰必多，悉大圣开赐方便之门。大圣，天堂本来无门，只是门前火焰高炽，如不能悟空者，来到此的随身所带业债被燃烧，只得全身着火，痛得滚下成凡或是地狱了。阳生，请问大圣，你镇守南天门感想如何？大圣，每日在此门出入之三界高真难以计数。如上界高真，因其道果圆满，出入自由，不受拘束。中下界神圣，因道果尚未能达道圆通逍遥境界，故出入必要平正，不可乱闯。我的金箍棒厉害，非常，任何仙真遇此棒，皆要退去，故又名金刚棒，就是金刚不坏之宝。我镇守天门，乃是天职，观下界红尘，人类造罪滔天。新来高真不多，故人是悟空老样子，并无何新花样可耍了。阳生，今日我们师徒奉命著作《天堂游记》一书，齐步来到南天门，请大圣多多关照，并述修道概要。大圣，《天堂游记》若者成，我悟空可能要麻烦死了，因为许多人向往天堂风光，认真修道，一天到晚均有人修成正果要进天堂。阳生，那是好事，天界将又增多许多同伴啊，怎可嫌麻烦呢？大圣，开玩笑，请勿见怪，你看我像什么？见怪吗？阳生，见圣。见圣。大圣，哈哈。谈到修道二字，一言难尽，如我有72变法术，总难逃过佛祖之五指山。世人修道，任你有何通天本领，如不脚踏实的守人间五常，仁、义、礼、智、信，则难脱五行气数之掌握，也将无法修成正果。世人心中养有一只猿猴，一天到晚蹦蹦跳跳，不守规矩，想看想吃，想摸想鱼，胡思乱想，没有一刻安静，只有在树干上荡秋千，无法直越青云，进入天门。所以我名悟空，就是叫人心要放空，不要执着物事，以免心猿意马，趋于罪孽，死时魔障缠身，带着红尘污秽身体，一到南天门，遇南方丙丁之火，一触而不可收拾，除非金刚之体，否则只有翻落下界，非我悟空无情打下。故要入南天门者，须保存清净之体，才能进入。上界高真，因一身清净，具空中妙有之身，以得悟空之道，我无权管辖，亦无从捉摸，故可以任其出入。中下界品位之神灵，则尚有幻觉之身，非至悟空境界，故须凭证出入。世人修道无何困难，只要空乏其情欲及妄念，自可通过此关。阳生，大圣说的甚是。
看他的头上尚有佛祖所赐之金圈拴住，不正静心猿恶马，则南天门前尸体再爬也爬不上来了。修道如登天梯，不摇不动，一步一步向前，自然可以达到天堂。心猿一马最难除去，驰骋之马绑在梯上，谁人敢登？是人物吧。要登天堂之路，先洗净双足，安定心神，睁开慧眼，法水充满圣体，则南天门孙悟空无你之办法，是吗？大圣，是。这些道行高超者，我行敬礼迎接，如今日欢迎耳。未一样。祭佛，哈哈。今日出游天堂，与大圣会面，会赐加言良多，打算就此回堂，后日再进入门内探个究竟。扬声快向大圣拜辞。扬声，南天门外金甲神，簇簇皆排立四方，并无笑容，肃立庄严，令人敬畏。大圣，此事天兵天将，你不必害怕。祭佛，感谢大圣惠赐金言，就此告辞。大圣，命众天兵天将排班送驾。祭佛，扬声快上莲台。扬声，我已坐稳，请恩师回堂。祭佛，初开慧眼，一览美丽的天堂风光，的确不同凡响。但任重道远，扬声切勿懈怠精神，快马加鞭，勇往直进天堂大路，等待有缘人齐步进来吧。圣贤堂已到，扬声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2第二回游南天玉阙拜见文衡圣地。济公活佛降，岁次己未年5月16日，1979年6月10日。诗曰：万法归宗不二门，灵山塔下一桃源。欲超三界三心境，六道无时断六根。祭佛，万法归宗，在于一念纯真，如能去三心，即过去心不想，现在心不存，未来心不起，则可超三界而成正果。要脱六道轮回，则当先将眼、耳、鼻、舌、身、意六贼恶根斩断，六根断时，六道之线索自然无何牵缠，六道之轮回亦可自此了断。世人修道皆因三心二意、六神无主，致使魔群当道，拉你下海，故沉沦三途六道，而不能超生。今日悟吧。要上天堂，须无债依，身轻松自然，才可以随着清气轻飘而飞升。今日游天堂时刻已到，扬声快上莲台，准备启程。扬声，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莲台浮上空，载着师徒二人，渐渐脱离了红尘污染，青山白云，毫光锐气，冲塞在眼前，转眼已到南天门。扬声，今天南天门为何有千军万马在那儿？好像严阵以待。大圣又从那边嘻嘻哈哈过来了。祭佛，天界刚操练军兵完毕，现正在休息中，
故有这么多天兵天将在此，你安心吧。切勿被前面景象所影响，而心猿意马了。杨生遵命。心猿已来，一马不动，如何排解？祭佛，管他去的。杨生是。马到远走。祭佛，不管他。大圣，欢迎祭佛及杨善生驾到，请入南天门参观吧。祭佛，多谢大圣，今日我们将入南天玉阙拜会南天主宰文衡圣帝，请大圣引进。大圣，既然如此，快随我来。杨生，大圣一翻身，驾起祥云如飞，我们随其背后前进。天界真是方便，足下生云，来去自由，真想学学，不知恩师肯否教我此法？祭佛，这是好事，顺便教你几招吧。要学悟空这段功夫，请听我道来。悟空头戴金圈，叫金刚头，手拿金箍棒，放之则迷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正是大道手中握，伸缩本自如。太上老君炉内熬炼出，火眼金睛，故镇守南天火门，能丝毫不损，翻个筋斗，转身自在。而且足能生云，此乃精气神三宝固守完全之真后。如湖水加热，真气外射，足下涌泉穴涌出真气，似火箭燃烧推进。头上泥丸功真神上身，手足翻身自由，故可以一翻3000里。世人要得此功夫，必固守精气，去欲存神，则如水入湖中加炭，一扬发动，则可以冲天闯的，否则日日沉迷于酒色财气中，终如爆破气球坠地，散功泄气，怎能飞升大罗？此点功夫谨记在心，练就一身混元体，则可以敛气于三界，包罗乾坤山河水呢。杨生，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功夫，才能展翅飞翔。祭佛，已到南天玉阙文衡圣地处，杨生肃静，准备叩见文衡圣帝。多谢大圣引导。大圣，不必谢我，先告辞了。杨生，叩见南天文衡圣帝恩主，弟子杨生，今日随恩师祭佛来，到此的，求圣帝开示。圣帝免礼。二位请坐。先帝速奉清茶。先帝遵命，已奉上。圣帝，二位免客气。祭佛，杨生不用客气，圣帝赐你仙茶，饮下有益。杨生，感谢圣帝恩主赐茶。此茶清而白，凉而甘，妙品。妙品。祭佛，此乃南天正气茶，清白润喉。今日我们师徒奉旨著书，特来拜会圣帝，请圣帝开赐经言训示吧。圣帝，二位辛苦。你们这乘地狱游记后，普度群生之功不浅，故能得无极老母及玉帝之词卷，赐旨开着天堂游记。资职三曹普渡，
三曹圣神仙佛忙碌异常，无极老母及玉帝为普度天下有缘众生，特颁命三界圣神仙佛下凡救世度人，并于鸾堂设立沙盘，大开方便之门，革新度法，宣述应运真理，度回原灵。故无南天主掌天下鸾堂鸾物，凡是开堂服鸾阐教者，无处皆有名。册记载，功过簿中记录分明。昔世人入鸾修道，务必认真，凡是入鸾堂宣示修道者，则南天有名。如能贯彻始终效劳，修身积德者，其亡后可由恩师度回南天。报道，评定功果后，再按其因缘定其果位，享受天堂之乐。如入鸾后违背道德誓言，则打下地府受苦。总之，有道有德上天堂，无道无德下地狱，此乃一定之理。世人不守三纲五常，故不能超生极乐，令无苦叹。昔天堂风光泄露于世后，世人能向往此的，尽力移居来此，则无欣喜也。祭佛，多谢圣地开示，今日就由至此，告辞。扬声，感谢圣地惠赐金言，因时刻已到，先拜辞了。圣地命诸仙官排班送驾。先例遵命，奉送祭佛及扬善生回堂。祭佛，扬生快上莲台，准备回堂。扬生遵命，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天堂风光漫无止境，安排路程熬费苦心，但已渐渐进入轨道，处处皆是洞天福地，还游天界，当有一番乐趣，世人何不来乎？圣贤堂已到，场身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3第三回再游南天玉阙听圣地训示。济公活佛降，遂赐己未年5月念3日，西元1979年6月17日。诗曰：蒲扇轻摇道气来，壶中美酒喜常哀。世人学我常怀乐，灵隐寺前活佛哉。祭佛，我手中轻摇着蒲扇，美酒一壶，口中栽灌，一副行脚罗汉模样，世人几个能学我这般自在？美酒无味，扇风不凉，到底在变什么把戏？有人约我爱食狗肉，好饮酒，疯疯癫癫，以为我不正经，其实他们看错了。世间有食肉和尚，天上绝无饮酒罗汉。一席时，我在天上观看出家修行者，口持清斋，心怀鬼胎，少有善知识开悟佛法，都是混饭来吃。我不忍佛门慧命悬丝欲断，故投胎下凡，化名修缘，普度群生，扬风卖傻，游戏人间。专门与那些和尚作怪，他说不能吃的，我偏要吃；他说不可去的，我偏要去，逆法度真人。所以一些浅智薄慧者，以为我这个野癫僧是佛门魔鬼，
那知我身颠心不颠？我念的是真正经，不比他们念的是假正经。其实那些假慈悲者，才是骗吃骗喝，以求供养为生。我既颠一道，便打破他们的饭碗。故当时僧人气我、骂我、恨我，时至如今，佛门上对我存有偏见，以为我是个不净和尚，不知我乃罗汉化身，日光之体，身藏三昧。真道，故吃肉饮酒只到喉中，3寸有滋味，未尝空空如也。在口中幻化一下，以讽刺僧侣痛修而已，这叫着白吃白喝没味道。世人逢我，个个笑哈哈，我就是如意佛、欢喜佛、济公活佛，哈哈。世人活佛不拜，却拜死佛，可怜可怜。时逢末法，我又耍了一招，不到佛寺，却到俗家，真想使世人建立佛化家庭，万家生佛。今天又到这里，带领圣比杨生灵游天堂，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杨生，走吧。杨生，恩师说了那么多天真话，世人要笑您自卖自夸了。祭佛，不要怕，老衲住惯了平民家中，不稀罕大寺大庙，反正我这副没有伪装的德性，才是度化俗人的方便法门。世人笑我颠，我替世人怜呢，快上莲台吧。杨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今天为何到这里呢？这是阴阳界3岔路口呢。祭佛，我们以前都是直向南天门而入，今日带你由此的，再往南天门。杨生，阴阳界，我以前游地狱时已经看过，但今日看到这条大道，毫光闪闪，直上云霄，路上行人甚多，有者坐轿，有者腾云，有者漫步，各有仙力或沙弥或天使引导，此是何因？祭佛，人死后，一般有善果者来到阴阳界，一部分不必入的府审查功过，由此除阳界3岔路口分路，向新头山直去。你刚才所看的，就是在世行善道，大功果者，死后由各教所属之使者接回天堂报道。但若是得道者，则不必如此。因得道者知生死，明去路，生时走惯天堂大路，死后自然如识途老马，自由自在，一点园林轻飘，而浮上天堂，逍遥自在。世人归天详细情形，后日我当带你参观之。今日我们要在上南天玉阙拜会文衡圣地，聆听圣事。杨生，好的，看这些归天的人，头上各浮有不同光圈，各个表情欢喜、悠闲自在，与被赶向的府那些亡魂啼啼哭哭，大不相同。祭佛，那当然。上天堂归极乐，下地狱受刑罚，两般情景怎会相同呢？人要上台领奖，还是要下跪受打呢？快快，我们赶往
南天门。扬声，莲台即飞，一片光辉大道浮在眼前，刹那已到南天门。看，见大圣又在那里挥动金箍棒，嬉笑不停。祭佛，我们不再停留，只向大圣打个招呼就可。已到南天玉阙。扬声快向圣地参驾。扬声，遵命。参拜文衡圣地恩主，今日我们又来玉关，请圣地恩主开言训示。圣地免礼。二位请坐，先例速奉清茶。先例，遵命。已奉上。圣地，二位辛劳，祭佛你负大任，普度苍生，今又带领圣彼扬声，奔走三界，著书劝世，劳苦功高。上天此次降旨著作《天堂游记》一书，具有非凡意义，因天机既泄，必须收到劝世效果，否则有劳而无功。因尔灵贤堂著作善书经典，诸善信皆大量印赠普化苍生，正如一滴甘露，而能滋润万物。如果此书降于他处，恐劝化效果未能如贵堂之迅速广大。故天堂游记必择天地人三才配合最佳之善堂而降，此非苍天有私偏，乃是天道无亲，唯德是辅，故悉诸生应觉光荣，而加倍奉献劝世，以达天恩。扬声，感谢圣地洪恩，我们全体同修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及固有道德，可谓不遗余力，幸苍天有感，全体同修感激不尽。我回去当向他们转达圣地恩主之训言。圣地由天界之范围甚广，若每处皆去，恐永远游不完，故无之意。只要选择对当今世道有关之部分参观访问就可，以其圣典早日完成，班事度人，有劳祭佛费神引导了。祭佛，此事职责，请圣地多开方便之门。圣地，客气。现时逢三曹普渡，天上、地狱、人间，处处有神人鬼访道修真。此次天堂游记之著作，着重于此方面之宣述传真，以收劝世实效，对症下药，方能劝化人心。今后自可按此蓝图，建立起一座圆满之天堂乐园，仅此数言吩咐。祭佛，多蒙圣地指示，遵之。今日就此告辞。扬声，感谢圣地开赐金言，先拜辞了。圣地，有何困难，可来此陈述，吾自然代为化解。扬声，多谢圣地恩主关怀。圣地命各先例排班送驾。祭佛，扬声快上莲台，我们准备回堂。扬声，我已坐稳。祭佛，圣贤堂已到，扬声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4第4回由太清宫听太上道祖说法。济公活佛降，遂赐己未年6月初6日，1979年6月29日。诗曰：老君西化驾青牛，
吾佛东来犯圣周。孔子周游推匹马，耶回沙漠骆驼修。祭佛，天地本是一气所化，大环包罗万象，五教教主当初传道教。人所乘之交通工具虽有不同，但背后所藏之经书千万字中，无非教人上天堂之法。但至今日，这些书中修修改改，私自画蛇添足，如把一张藏宝图画得东倒西歪，使那些修道寻宝者都迷在深山中了。殊不知各教之理相同，必须和平相处，为正义而劝化人心，婉转颓风，以尽大同之事。吾佛在天界观众生为一体，人当体天好生之德，传布宗教当以增进人类幸福和平为宗旨，不可互相轻视、排斥毁谤。天下众生源自天上来，分散各地，各自谋生治世，久而忘记天堂家园。上天为便众生回头，认祖归根，故特敕命尔台中圣贤堂者作《天堂游记》一书，谢尽天机，使世人洞晓生灵造化原理，而早日归回天堂。如再不修身养性，则只有越堕越深，终至轮回六道，万劫而不能复始。扬声，快上莲台，准备启程。扬声，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驾着一朵彩莲，飞腾在万里空中，奔上光明天堂。那种超身轻飞滋味，的确飘飘欲仙，如痴如醉，觉得飞行自如，一身轻松，真是逍遥自在。贤徒，你何不说说现在的感觉？扬声，心中觉得开朗透彻，一片豪光灿烂，不见愁云，但见鲜花遍地，真情一鸟飞翔，口中滋滋，好像唱着仙歌，其情意受徜徉。树下花中穿梭绿草丛里，我实在看得心花怒放，如醉其中。这里无半点俗气，天堂风光实在优美迷人，真不想回俗家了。祭佛，这种仙境真是世间无处见，天上独有，因现在你成原味境，不能在此久留，须在世间多度化苍生，结伴同修，后日自然可以来此游山玩水，常住仙山为仙客礼。扬声，感谢恩师提示。前面楼阁矗立云霄，金光闪闪，又有一只独角青牛直向我们而来，为什么天上还养牛？祭佛，那是太上老君之角力，独角青牛，它是仙兽，非是野牛。你不必害怕，它是来迎接我们的。世间的牛最可怜，壮牛耕田，老牛拉车，肉牛供食，牛乳养育婴孩，牛对世间贡献甚大。老君养此牛，乃是天牛，救世的牛，土牛之始祖。世间有黄牛、白牛、黑牛、红牛，独无青牛礼。扬声，前面之殿阁巍峨壮观，气势非凡，如金玉所器，似祥云所凝，
一眼浩然正气，使人见之肃然起敬。上浮有太清宫三字，光耀夺目。祭佛，此乃太上道祖所居三清殿府，又称兜率宫，位居大赤天。今日我们先到此的，请道祖开示天地造化原理，供世人了悟，比作修道回天之捷径。天堂游记之著作，须先阐述天地运化之机。道祖乃世上真经仙，混元之圣，故当请其阐化天机。扬声，原来如此。100%。祭佛、道同两边排列，正迎接我们。扬声，叩见诸位仙童，下生乃一凡人，是台中圣贤堂圣地门生。今日奉旨，随师游天堂访道，请仙童引进。道童，欢迎灵隐祭佛及扬善生驾到，教主有请，请二位随我们进去拜谒道祖。扬声，叩谢之。随仙童们进入太清宫内，但见殿内庄严肃静，天阴寂灭，中殿高坐一位鹤发童颜道者，前面香炉，香烟袅袅上升。道祖满身金光，我眼睛有些受不了。参叩太上道祖，余生奉旨随师游天著书，今日来到太清宫内叩见道祖，请道祖慈悲开示道义，以登载天堂游记，劝化世人。道祖免礼。扬善生请起来。祭佛一辛劳了，二位请坐。扬善生，凡体未化，灵眼初开，道力不足，来此大赤天界，心灵难耐，无特赐金丹一粒，以固道体元神，拿去吧。扬声，感谢道祖恩常，我实在有些受不了。天堂风光虽美，但心灵不安。道祖，功力不足的关系，还33天外之大赤天，非上甚高真，不能来此。你有后福，奉旨来游，吾当助你一臂之力，快服下。扬声，遵命。我已服下，突觉心中如烈火燃烧，一股真气上升，两眼大开，感觉已能适应这里的环境，感谢道祖。道祖，此乃九转金丹，已在金炉内炼81年了，等待赐下有缘人。今日扬善生来此，算是有缘人。祭佛，感谢道祖赐无徒儿金丹，助其灵光非小，今日来此拜访，请道祖阐释天地造化之机，以启化世人明悟大道，炼性归真。道祖，天地造化之妙，除非得道者，否则世人只是推理，一知半解。源于科技盛世，大开普度，天地气数运转玄妙，故天降秘籍。天堂游记一书应运现世，吾心怀天下众生，不能认理归真，故在此时特演化天地造化妙理一篇，将天机泄露于世，救度众生。夫天居高，地位卑，人力中，三才立，而世界成。素自鸿蒙伟判，天地混沌，日月不分，斯时无穷尽先天圣佛仙真混元一气。
放无量毫光，运转虚空，即是玄玄上人，又称元始天王。因为居至上，又称上帝，又为万物之始祖，故有称天父、老母、阴部。知其名，故称玄玄；不知其源，故称元始，则是大道之源，无名之始。运转既满周圆，气自分散，故化三清，欲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玄、元、始三位一体。三我既成，三清分化有形，清清之气上升，而紫会开天，日月星现，三宝完成。天尊位居三清，在化五老，东华木公，西华金母，南华火金，北华水金，中华黄老。五老既成，而五行全，重浊之气下降，丑秽的辟生，天地生，人种无。玄玄上人为造化天地，用心默运真气，五方定位，世界成形，无人可立，而三才不贯，故命五老运化园林下种，五者受命。后共推金母、木公主持园林运化之事。当时黄老选择须弥山坳为丹丘，寻真孔穴处，取黄土为玄胎之府，至园盖方殿，复载设之周全。木公野山左五金之金，作为三足鼎。金母陶西南五土之神，为偃月炉。水金子辟山后玄阴之时，圣真水居住于炉，安土府于中，复金鼎于上。赤金钻真南博桑之木，取真火运烹其水。一霎间，熏真逼逐鼎内之气，自太和中滴成灌底，府腹下有气透出，思溪水中所含之精华自然。驼玉盈虚，和宜升降，梦中畅美，意外盈盈，五老能消息玄关。莫会丹头凝结，撒去鼎气，抱斧出世，金光四柱，七日始敛。黄老、赤金、水晶静坐高处神官，金母、木公乃重立坛灶，以辅驾。于其上朝为其寒，下复阳光之焰。木孔其灶，上施太乙之金。木公、金母以金液炼行之道，至于存神敬仰，涤虑忘机，处之贤中，其节抽天际毕，遂后江州，至以成之旗，采蒙朝顶上，甘露洒须弥，觉鼎内有生。木公、金母二老之丹已熟，掀开鼎而视之，见中有一物合抱，金母顺手携一视之，乃阳相阴。而木公举起视之，是阴相差女，两人微笑而跳出五行鼎炉，此即盘古氏、太玄玉女，亦称亚当、夏娃、淫秽匠人，正在此时也。斯时五行正气而生人，其偏气外泄，分散天下，而生动直飞前等物，如五金、草木、河海之水、电光石火、尘世动物等。捏土吹气成人之典故，则源于此也。人本土作，土生土长，
故死而还原，归土。创世继承，因而差女下凡而去，本为清净之体，因时凡间劝情境。果阴阳相交，故人类复此生生不已。缘由无极原始移动而生态，即太极含两仪阴阳，而化三才四象五行。一本散为万殊，故曰众生，又谓之九六元灵，亦取天九的六之象，包罗无穷无尽，非仅九六一位也。五老运化元灵，各运真气，故人生而五脏全，五气盛，此乃五老之功。世界各地人种肤色不一，五方现五色，东方人青色，西方人白色，南方人红色，北方人黑色，中央人黄色。其颜色正如制泥土在炉中烧砖，火候不同，而生青白黄红黑色。元灵下凡，出而本性淳朴，树叶遮身，心如原始，不知所以，故生而死，死而归天。但元灵种子入土既久，变质变种，终古之是性灵着重，有者亦不能死而归天，着重之气下沉，故地狱自此成矣。五老在天，归心欲绝，共议收回之策，在不得已之下，五老亲自下凡，分行将士投胎五方，各为五教教主，传教授徒，其普度收元。然教主去世，教徒又多离经叛道，致使元灵分散到心、身灵宫结，伤天地之和气。金母在五老之天，哀伤元子一去不回，故今颁命，真道普降，广度元人，为加速劝化之效，又在即非卵产教，颁示天音，劝化浪子，为普化苍生世切，故三曹于己未年5月初1日召开联席盛会。三曹主辖一决，须将天堂风光泄露于世，引化元灵回归极乐之地，助金母收元之愿。悉天下苍生，阅罢此书，皆能回心向善，皈依大道，返回天堂。元灵会合，而登三清，具一气，享逍遥之乐哉。祭佛，感谢道祖谢尽天机，启化众生，因时刻有限，我将待扬声回堂，后日再来拜访。道祖，好也。命道童排班奉送2位回堂。道童，遵命。奉送祭佛及扬善生回堂，悉再来此一游。扬声，感谢道祖开示金言妙语，先拜辞了。我已作岁莲台，请恩师启程。祭佛，圣贤堂已到，扬声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5第5回在犹太清宫听太上道祖说法。济公活佛降，遂赐己未年6月念9日，1979年7月22日。诗曰：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祭佛，
这首道诗相信世人知晓者甚多，但还不是口头念念就可得。道因口头离心头还有一段距离的。诗中所说灵山就是心头山，此就是上天堂或下地狱之分岔路口，从人道往天道或复地道就在此的分野了。天下众生修心问道不必远求，可取一缘镜自照，看看自己本来面目，自己像好人像坏人，摸摸良心是好心或坏心。灵山在你心中，一朝上山突然见佛，则是找到往天堂的路了。今日我又要带领圣彼扬声魂游天界，著作宝典劝世，扬声快上莲台。扬声，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今日人往太清宫拜访太上道祖，贤徒坐在莲台，一路顺风，飘飘而上天界。扬声，今天好像很热。祭佛，已快接近南天门，此乃是大气层边缘，已快没有空气，我们速度又快，故有灼热感觉。扬声，到底天界有否空气呢？祭佛，你不曾闻太空人进入太空都是全身罩住，并从人间带上氧气，否则焉能进入太空吗？凡人以肉质之身，想生活在天界，实在无能为力，须修至金刚之体，方能适应，否则肉体到此只有窒息僵硬而亡了。因此，希望世人想迁居太空，须先将此心放入太空，虚无一物，才能轻飘逍遥，生存于此。你看阿姆斯壮登陆月球那一刻，那种飘飘欲仙姿态，就证明了氢气上升原理，仙佛逍遥自在的生活可见一斑了。仙佛以由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需由肉体成法身，视色如空，故来此能够适应天堂生活，此点悉世人知之。扬声，宇宙的造化为何如此奇妙呢？祭佛，造物主将宇宙各星球有秩序的排列，而循其轨道运行。由地心引力产生一大磁场，磁场发出电波，保持各星球正常运转，不会发生摩擦或相撞，此为造物主神灵的伟大巧妙安排。世上科技发达，这星球已有人造卫星住在，可谓巧夺天工。但这比不上修心养性者开通慧眼观察另一种世界生活，较为传真。用科学仪器所测，不过岩土表面那些高超的天国生活，他们却是无法探知的。犹如你看着浩大的海面，仅是一片深蓝色海水，而海底无尽宝藏与天地，岂是您能看见？扬声，恩师泄露了这些宇宙无穷奥秘，尘世新闻终可以公诸于世，流传千古了。祭佛，天机无穷，仅点破几分而已，其他留给世人慢慢去探查吧。师徒一路论道，刹那已至太清宫前，
今天此的寂静无声。树下凉亭处处，皆是坐着闭目养神、天真无邪之道童或慈眉善眼的高僧。阳生，他们全身都会发光，这是什么道理？祭佛，他们正在运转玄功，心如虚空，此乃道恒上乘之使然。如宝珠一尘不染，自然发出灿烂毫光，我们不要再流连，快进恭向道祖请示道义。阳生，好的，那只独角青牛在树下溜达，好像很逍遥的样子。祭佛，此牛非是凡牛，它正在那里步步踏实的修真呢。我们就入殿内，聆听道祖说法开示吧。阳生，是的，余生叩拜太上道祖，今日又随恩师来此，请道祖开示。道祖免礼。二位辛苦，请坐。命道童速奉琼浆浴液。道童遵命。已奉上，请祭佛及扬善身用吧。扬生，感谢道祖之厚爱。道祖不用客气。二位今日再度光临此的，吾甚为欣慰，吾虽住逍遥之天，但心怀世道苍生，观今之世人，遵守道德者少，令吾感叹，为度回园林，故三曹召开盛会，必将天堂风光泄露于世，方能引渡众生回天，故尔荣因天堂游记著作之职，保在任重道远。因此吾当将天地造化之机及苍生回天之道，尽力泄露于世，以不负苍天之用心。阳生，现在世人甚多感觉物质满足，但精神空虚，想修养精神以求寄托，但不知大道如何来修，方能有所结果，请道祖指教。道祖，修道之路虽有千万条，但其归中路途，无非想到天堂的极乐世界，所以要修道先须了解大道缘由，方免盲修瞎练，累得满身大汗，却是走错路，那就可惜了。修道第一要有缘，无缘者不识道，既不识道，则茫茫一片，何处找个歇足的呢？但道运随时变迁，不识天运者，虽有缘亦无法得道，如知道向某处问路，但不知开车时间，人到站时，车已离站，那么虽有缘，因不识时运，费了许多功夫，仍然无法步上轨道。识天运后必知进退，修道无难，但要步步小心，若一不注意便发生车祸，道中之人不得丝毫差错，若有违规，不是被扣留处罚，便是生命危险。平时积功累德，如同沿路加油，终能到达目的的；背道失德者，如同横冲直撞，死路一条，活道无分也。故修道者当慎之。阳生，道教以修至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为最高境界，成为金仙。不知如何修法？道祖，仙道以金仙为极品，即是无极金仙，他不生不灭，永不轮回。
三花聚顶，武器朝元，为道家上乘功夫，莫能修至如此，则无法进入金仙境界无极圈内。吾阐述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妙义如下。三花聚顶，人花炼金化气，人本由构金而化身，故今为轮回种子。修道者，心必空于下，不思淫，牵花生矣。的花炼气化神，人之生存赖以气，心必空于中焦，无惊无恐，无愤无怨，则气平顺，道畅通，中气足而不思时，银花生矣。天花炼神还虚，精气虽足，无神者，则其体无光，其人无命。故神为主宰，今心空其上焦，不直不着，神闷不思眠，常清常醒，则脱壳还虚，归入虚空境界，则金花生矣。武器朝元，心藏神，后天为食神，先天为理，空于哀，则神定。南方赤地之火气朝元，肝藏魂，后天为游魂，先天为人，空于喜，则魂定。东方青地之木气朝元，脾脏意，后天为妄意，先天为性，空于欲，则意定。中央黄帝之士气朝元，肺脏魄，后天为鬼魄，先天为意，空于怒，则魄定。西方白帝之精气朝元，肾藏精，后天为浊精，先天为志，空于乐，则精定。北方黑帝之水气朝元。以上为三花聚顶，武器朝元之理。换言之，人之修道，必有五行，归五老，三花而化三清，使能归元无极本体，而达圆通究竟。然其修法无难，守精气神，尊仁义礼智信，空哀喜欲怒乐，则其本性自在，成就金仙果位。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修身养性，使自己身心没有一丝缺点，在人间可以自由来往，虽有千法万律，仍然不能拘束他，自然可以超脱三界，跳出五行。这也即是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原理。三花武器是一种神气升华，一旦结为一体，则其力量可以冲天闯地，神圣无法阻挡，自然成就最高果位，大罗金仙。扬声，感谢道祖开示，另有一疑问请示，不知太清宫外那只青牛来历如何？是否可以介绍一番？道祖，你既想知，无意吐露一点。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西化胡王，此事世人大概略有所知。论起此牛，乃是东方木工仪器所化，故谓之青牛。吾化身老子于中国，复命普度中国之众生。中国以农立国，并以牛耕作，故无其青牛显象度世。吾化为老子传道化人，骑青牛过函谷关，传道得经5000言与官令一喜。而西化胡王，即现在之印度国。故印度人民食牛为圣牛，乃源于此因。此神话过程，
世人先有知之，今时人类亦半数以上由牛养大，如婴儿饮用之牛乳、奶粉均出在牛身上，因人类养育功能渐未退化，故以牛乳代之，食用既久，产生许多牛脾气之人。而且人落在后天，生存于黄土之上，由青牛一变为黄牛，难怪道心不同，偏信吕生，悉能听吾说法，感戴牛恩，按部就班而守道德，方不负吾化身度世之心，何以此牛独角呢？表示吾道乃独一，无二，天上天下为道独尊。祭佛，感谢道祖开示真言，因时刻不早，我将带扬声回圣贤堂，就此拜辞。扬声叩谢道祖惠赐金言，因时刻已到，我要随师回堂，就此拜请。道祖，昔二位能在驾临，祭佛，有缘当再来。道祖，命众道童排班送驾。祭佛，圣贤堂已到，扬声快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6第6回由上清宫听灵宝天尊说法。济公活佛降，遂赐己未年闰6月初6日，1979年7月29日。诗曰：天花法语正迷尘，净土逍遥乐道生。圣佛西天观自在，仙真玉殿听瑶琴。祭佛，世人都爱艳丽之花，但花无百日红，反观天上仙女散花，40不谢，8节无停，永无凋谢之期。人喜清新空气，然俗气沉，哀日重，只有勉强呼吸了。观法语一下，大地回春，心清意凉。两种气象如此明显的分别，盖清清之气上浮为天，重浊之气下凝为地也。昔世人能多保持轻松精神，并去烦恼浊情，方能入生太虚极乐，以免日堕于幽冥境地。扬声准备出发，今日在往天宫圣境观光一番吧。扬声，遵命。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请问恩师，刚才您说观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是否能够解释这2字的含义？祭佛，哈哈。你刚要说出观光2字，堂内忽然停电关暗，真有意思。扬声，这是什么原因？祭佛，你心动我已先知，未开悟在堂鸾声，故施佛法暂时停电时5秒钟，这含有重大意义。刚才停电，我在空中看见堂内诸身突然东张西望，想寻个光线，故取来蜡烛火放于沙盘边，想看清楚福鸾正在写什么字，这叫观光。故观光2字乃是向光明之处观看待自虽的风光。当今世界科技发达，大家利用时间到处游览观光，近在国内，远在国外，虽而是否真心去观光呢？哈哈。
有者往色情场所而去，暗示观光。老衲说，他是在观案。今日世人只求人间形形色色之观光，未知天上风光更美于人间万倍，何不驾临观赏呢？今日我带杨生来到天宫，才是真正不用萤火照明之观光礼。杨生，那我有福，也成了一位观光客。祭佛，是呀，下次再来，你就可以带上千千万万的人类来此，真是发现了新大陆。杨生，感谢恩师。祭佛，我们再迅速向前而去，灵山透佛天，人间通天堂，只要有心修大道，则大道是可以成就的。现在已到无极天上清宫，今日将拜会灵宝天尊。杨生，你准备叩见天尊？杨生，遵命。来到这里，心中一尘不挂，轻飘舒适。前面有一大楼矗立云霄，四边遍立楼阁，金光四射。金楼玉殿乃是金之石所砌，珍珠玛瑙所建，非是凡间土木钢筋建筑，赏心悦目，说不尽庄严与豪华。天花片片，法雨滴滴，轻松翠薄，无一点凡尘苦恼。白鹤栖息于梧桐，金鱼游潜于天池，风光奇妮，使人流连忘返。请问恩师，为何上清宫中忽然射出万道金光，回转不停呢？祭佛，此乃灵宝天尊向你说法，此是36天罡72地煞之法光，巡回3000大千世界。我们快入宫内参拜天尊。杨生，道童两边排列，好像在迎接我们。道童，欢迎祭佛及杨生驾到，天尊有请。杨生步入殿内，看见中间坐着一位道长，全身发出毫光，慈眉善眼，向我露出微笑。叩见天尊，余生奉旨随师游天著书，今日到三清圣境，请天尊提携开示。天尊，二位免礼，请坐。仙童们速奉上琼浆玉液，招待一番。杨生，感谢天尊如此厚礼，愧不当敢当。祭佛，今日我带徒弟到上清宫来，请天尊多予开窍，指点迷津。天尊，是也。贵堂神人用力，认真普化工作，传太上之道，不恐门之教，教如来之法，度世公生。今日既来到上清之地，吾当传你灵宝正法。吾居三清之中，为道法主掌者，世间之法不离萨6天罡法72地煞术，且世上已无人能全得此法术。因是道人心阴险，若得道法常入邪行，未能照天尊之戒规，修太上之道德，行灵宝之法术就是，故今普度众道而不众法。有法有术者，往往走入邪道而不修心炼性。世间法术师父，乃无收回上清关内也。36天罡72地煞，则是包罗无极之法，万法归宗，不离一心，
故无经传扬生新法一道，自可应用自如。吾为度回园林，今特趁此机会说法，三界之内为道独尊，六合之中是法无二，因人心不古，而道法自灭，恐心术不正者用于害人，故无收回道法，而令降下科技妙法，则是以科学技术补充道学之不足。经术36纲法与72地煞术，名称如下：天罡36法，斡旋造化，颠倒阴阳，移星换斗，回天反日，换雨呼风，震山撼地，驾雾腾云，画江成陆，纵的金光，翻江搅秽，指的成钢，五行大遁，六甲奇门，逆之未来，边山移石，起死回生，飞升脱机，九习福气，导出元阳，降龙伏虎，补天育日，推山填海，治石成金，正立无影，胎化异形，六小如意，花开顷刻，游神御气，隔缘洞见，回风返火，御本作御，掌握五雷，潜渊缩地，飞沙走石，挟山超海，撒豆成兵，钉头七剑，得煞72术，通幽，驱神，丹山，净水，借风，布雾，齐晴，导雨，作火，入水，掩日，御风，主食，吐焰，吞刀，呼天，神行，绿水，障解，分身，隐形，续头，定身，斩妖，请仙，追魂，摄魂，招云，取月，搬运，驾梦，支离，记账，断流，攘灾，解厄，黄白，剑术，摄缚，土行，心术，不成，甲行，喷化，指化，师解，以景，招来，术或作术，成或作导，击去，巨兽，调情，气劲，大力，透实，生光，障眼，导引，服食，开闭，月言，蒙头，登超，喝水，卧雪，气元作，上记下4点，眼元书作符，闭元书作闭，言或作言，击去令板作碎去，报日，弄丸，浮水，医药，知识，实地，屁股，眼导。今引36天罡法古今相同实证如下：古人有颠倒阴阳之法，今人有电灯出现。
黑夜可以变为白昼，如夜市热闹，白天反而稀为夜。古人有驾雾腾云之法，今人有乘坐飞机穿梭云雾之间，此则是科技之变法也。古人有移心换斗之法，今日可以换心换肾，而且用狗与猴之五脏与人互换，此即移心换斗之法也。古人有五行大遁之法，五遁即金木水火土之遁法也。今者水遁有潜水艇之出现，今者有喷射机之发明，土者用地动之渗透，五遁已成三遁也。古人有逆之未来之法，今人有雷达之发明，敌机敌舰将来可以侦测而知，台风暴雨之来可以预测而知，气象变化科学可以卜知也。古人有飞升脱机之法，今人有飞机电车之作，顷刻可以飞升脱机他处也。古人有堆山填海之法，今人可用炸药或开山机推土机将山土推入海中也。古人有降龙伏虎之法，今人用电鞭亦可驯龙伏虎也。古人有掌握五雷之法，今人可以电脑控制，手指一按引爆炸弹，如五雷之轰隆震耳也。古人有隔缘洞见之法，今人有电视之转播，千里之影像，眼前可见，此即千里眼也。有电话可通，万里之声耳边可闻，此即顺风耳也。古人有撒豆成兵之法，今日制造炸弹，一粒如豆，一旦爆炸开花，则如豆粒之散开，杀力无穷也。以上乃是36天罡法古今之略述。再举72地煞术引证之。借风、灵气、电扇、布雾、干冰、岛屿、人造雨、入水、潜水夫、履水、滑水、溜冰、请仙、扶鸾写字、取乐制、移乐献璧、摄影、放映、搬运、电梯、货运输送、邮电传送、断流、筑堤、建坝、假形、整形、化妆、移景、电影、电视、招来、机去、遥控、大力、怪手、机器人、透石、电钻、炸弹、声光、电池、电灯、医药、中西药及外科手术、知识、手表、时钟、时的、地图、指标。以上为72地煞术古今之略述。36天罡、72地煞，乃是天地正邪之气所生，如今奉命下凡转世为科学家，但法用以正，则可以造福人群；术用以邪，则可以残害人类。如炸弹可以用来开山、造路，人类受惠无穷；若用来战争杀人，则人类受害不浅。当今科技发达，枪炮等杀人利器一日千里，原子弹、核子弹、死光等杀人煞星纷纷出动，此乃人类感召邪气、煞神投胎以警示也。
须知人心不古，感召天地邪气，而煞星濒临世界。虽然人类生活享福无边无尽，但生命存亡亦在旦夕之间，此非天之不辞，实乃人类恶所造，故昔世人闻无之说法，速放下杀心，以免煞气爆发，而人类自灭，酿成天地混沌之局势。世人如能存造福人类之心，养平和之气，则世界之科技发展正是上天要造成世界大同之前兆。科技发展，人间犹如天堂，世人遨游世界来去自如，衣食往行样样齐全，生活于世间，如同活佛神仙，此则是上天普度众生之现象。扬声叩谢天尊开窍，感恩不尽，听天尊一席话，胜读10年书。原来现实世界清行，就是天尊巧妙之安排，真是不可思议。祭佛，妙哉妙哉！我们先告辞了。扬声拜辞天尊。天尊命仙童排班送驾。仙童奉送2位回堂。扬声叩谢天尊及诸位仙童。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贤堂已到。扬声下莲台，魂魄投体。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天堂游记007第7回由三清和听和尚公说法008第8回再由上清宫听灵宝天尊说法009第9回由玉虚宫听元始天尊说法010第10回再由玉虚宫听元始天尊说法收元图 541K 加07 007第7回由三清和听和尚公说法济公活佛降，遂赐己未年闰6月念3日1979年8月15日诗曰三清寺正法通灵武器朝元转道经水火相交回圣界修心炼性上天庭祭佛三清就是玉清上清太清亦称曰天清的清人清道经曰天得一则清的一则宁人的一则圣故知三清乃是大道义理所生化今日老衲又要带贤徒灵游三清听三清教主说法三清为混元古圣道法无边故凡间学法之人殊福必先请三清即福顶三勾也四正者就是身正心正言正行正人须守此四正方能得道故四正为登天之云梯世间学法之人必在服下书纲字义取四正心身言行皆正正经无偏正神下降而后书符灵力显赫莫测此点世人大都不知道符之妙用老衲不多说等一会儿请灵宝天尊再细说之扬声上莲台准备由天著书扬声遵命请恩师启程吧
祭佛，莲台静坐，心花大开。红尘苦海，乐极生哉。繁华幻梦，何日醒来？蓬莱宝岛，设立鸾台。仙佛齐降，庙里便排。锦迷度化，救世善哉。扬声恩师。这几句词文颇有意思。祭佛，文浅易深。浅水捕鱼，较为省力，何乐不为呢？扬声、浅水都是小鱼，岂不太小气了？祭佛，哈哈！一只小钓竿要钓大鱼，恐怕鱼钓不着，人反而被鱼拉下海里，故水太深，鱼太沉，总是无补于事呀。扬声，言之有理哦。前面为何突然有一条广阔河流呢？河水清澈无比，好像画成三线。祭佛，这就是三清河，在于33天外，又谓之天河，此段世上有，故今明透彻。前日我们直飞而过，所以你无发现这片景色。今日来此方能看见。扬声，这条河在这里阻路，我们怎能通过呢？祭佛，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今日这座莲台，若要浮游三清河，恐怕不易通过，因莲花性喜污泥之水，所以恐其无法适应此三清河水。扬声，这是何因呢？祭佛，是养分不够。莲花专吸收污秽之物，以显其清白之体。今日三清河水已是清盈彻底，无何杂质，故莲花不是其性。扬声，此理我就想不通了。莲为清白贞洁之物，论理应该能够适应此清澈之水呀。祭佛，你有所不知，莲花代表着仙佛，仙佛其能成为仙佛，必须普度天下众生，但天下众生皆沉沦于污秽环境中，酒色财气、名利恩爱混为一糟，仙佛必驾慈航而度之。故莲花生于污泥，亦为仙佛，生活于众生之中。如无众生，何能称仙佛？无众生之时，仙佛亦称众生了。故莲花处于风尘污泥之中，人要持保自己清白品性，否则莲花被污水浸烂而亡，那能再生长出翠绿之叶、清白之花泥？如众生之品性，皆如三清河水之清白时，则莲花枯谢了。所以世人只要性清品洁，一踏进三清河水中，自然能够履水如的顺利通行，自己就成了莲花的化身，盖因人合三清的一则成圣了。扬声，恩师说的有理。祭佛，天意生水，此三清之水下注昆仑，流到凡间，化为成水，则是黄河，故俗称黄河澄清之日，圣人出焉。系指三清之水若直流至凡间，则上界有神圣顺水下凡投胎了。扬声，前面突然出现一位老者，行水而来，不知是何人。祭佛，他是和尚公。
杨生快向前行礼。杨生叩见和尚公。和公免礼。哦，凡人来到天河，难道是要偷渡吗？杨生不敢。我乃随恩师奉旨由天著书，今日到此的，正听着恩师说法，怎敢偷渡？和公，原来你无偷渡之意，其实也不怕你偷渡，如你脚底不净，一涉三清河水，马上沉了下去，化为乌有，无有渡你之意，不知你觉如何？杨生，谢谢，求之不得，请和尚公赐罚渡我。和公，好吧。一袭汉文帝刘恒负179 Tilda 负156时，其公简人孝，公修玄默，夙夜勤读道德经，苦不得其解，吾乃化身下凡，结庐于河上，自称和尚公，有意度文帝传以大道。文帝闻悉，便派一使者前来请示道德经疑难处，吾曰道尊德贵，非可遣人问也。使者回后，将实情禀奏文帝，文帝即亲来跪问，吾却闭目端坐，视若无睹。文帝心生不悦，心中默念曰：子虽有道，但未正之臣也，为何如此高傲？吾已知其意，一跃而起，出了草庐腾空上升，离得100丈之高，俯下而曰：今吾上不在天，下不在的，岂未成名乎？声如洪钟，震动天地。文帝听后，甚为悔悟，稽首谢罪。后来吾感其真诚，遂在下凡化度之。故吾劝世间之人，求道者须心受教，否则不能遇见真人。今日阳善生既来，吾自然化度之。你摸摸自己之脚底，还有否尘埃？杨生，惭愧，还有。和公，那以后再来，这三清河水不能让你洗脚，还是到黄河洗吧。杨生，到黄河不是更洗不清吗？和公，不到黄河心不死，一至黄河死又生。祭佛贤徒，我教你一法，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不是更妙吗？和公，油性轻浮，溜之即过，真是妙法，不过要擦得光亮，不要擦那污油，否则恐怕你洗不净，还会烂掉呢。悟之。杨生，加油前进就是。祭佛，请和尚公说说此天河水之妙用吧。和公，好的。三清河水之妙用，世人无人知之，素自原始一气化。三清，此河就是园林出世之水金子也。精血如水，是人之生育。由父精母血相交而怀孕，父即木公，母则金母，遇火则火精，精血则水精，黄老未婆，相交运化，故能生人。然天河之水降落凡尘，下注昆仑，中流黄河，小注4大部洲，故土中能够生水，此即黄老造化也。水晶之成形，如蝌蚪，乃属阳性，感水中之阴性，故能脱变成蛙。
人类生化亦同此理，人秉阴阳之气交感而生，肝道成男，髡道成女，故曲简化蝶，蝌蚪成蛙，种子能成菜成树。万物之化身，不离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故言五老有生人，生万物之功。如不信之，可用科学仪器化验观察，自信无言非虚。所以世人修道，须先脱去五行之气，如脱去种子之芽，则万物不生不灭，可以回复无极虚空。此芽若不脱去，又成轮回种子，生生灭灭，如子之成菜，菜又结子，子又生菜，一而化二，二而化三，三而化四，四而化五，一本而散万殊，人之欲念萌芽，即是轮回种子。故云欲起则生死序，念生则轮回生。种子可种于中国，也可种于美国，也可种于印度、非洲、万国。但因五行之气不同，气候水土有异，生长形态也就有了差别，故今日世界有不同人种及不同的颜色。今日世人修道，须化去表面之不同点，而寻其根本。世界万物乃是原始，上帝一粒种子撒下所化。故修道必由五方而归三清，三清而归一气，经三清之合，进入本源，而修成无极上乘道果，超出三界，跳过五行之拘束，自然能够逍遥自在。上帝创造万物之功能，奥妙如此，世人能不佩服而敬拜吗？祭佛，感谢和尚公指破天机。阳生，前面来了一位道长，容貌甚为年轻，渡河不用舟，看他顺水而来，不知可否内他请示先机。河公，他是青云道长，您可以发问。阳生，请问道长，您从何处而来？青云，我由上清宫而来，系灵宝天尊弟子，今日心血来潮之际，供活佛及扬善生游天访道，故来三清河一叙。刚才和尚公已将三清河起源叙述了一番，为普度世人，故特别再向扬善生点化一些。世人修道，往往心智不坚，戒律不严，每一再原谅自己过错，终于造成无可挽救的地步。上帝为要普度园林，故一再泄露先机。我今只是修道三步骤，众生如能对时做到，保证可以渡过三清河。天清人之头为天，藏玄关灵窍，必须窍开灵活，绝邪思去欲念，则神志清明，灵台通天。一旦三寸气绝，真灵飘飘而上天堂，此谓之天清。的清人之度复为地，脾胃属土，食五谷以养生，戒荤腥以卫生，度复纯真，无机腐败于肉，三寸气绝，清气还原，神灵必归于净土，此谓之地清。人清人之下部位之人，男女情欲动，必泄其精血，
夫妻以外，谓之邪淫。邪淫则乱阴阳，乖人伦。精血为人种之根，妄泄妄失，滥交不洁，颠倒错乱，毁灭灵种，即如杀害生灵。精血混则河水浑浊，好色邪淫者，有云：只现殃冤，不现仙。正所以消悼念，常淫欲，魂魄消沉，色魔高扬。人之淫根生于海，底地下人道，为众污秽汇集排泄之处，热衷此者，3寸气绝，自堕大海之下的阴曹的府。反之，清净淫根，化为善狠，贞洁苦海，化为道海，则人欲静静。天理流行，3寸气绝，自然由人道接地道而归天道。然世上之修，是每有修道之志，习无远色之心，现其沟壑者不乏其人，故死后随浊被乱流，沉溺爱河，或进地狱，或生人道，轮回不息。今直普度，众生修道，如能去色存清，则人生3步，上中下3清。无碍，即是考验通过3清河，可证无极道果，归3清甚净。否则，功果虽多，死后亡灵必赖诸天仙佛灵光加倍，再加磨练，至心性纯真，使可迈步上升，愿天下众生悟之。扬声或谢青云道常开赐金言，句句如金玉之声，动听而实用。祭佛时刻不早，我将带徒弟回堂，告辞2位上仙。何公不必客气，再见。扬声，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贤堂已到。扬声下莲台，魂魄投体，回家08第8回，在游上清宫听灵宝天尊说法。济公活佛降，岁次己未年7月16日，1979年9月7日。诗曰：天堂盛景异凡间，绝好风光气象还。盗贼既无门不闭，仙真问道叩禅关。祭佛，世间物质生活提高了，往的是高楼大厦，但是铁墙钢壁，将自己困在中央。虽然盗贼不入，但每到夜里，还是无法将心房关闭，情欲烦恼的盗贼不断偷袭。你看天堂各是空中楼阁，门户不掩，盗贼不入，无人吵扰，所以心安神在，来去自如，这种逍遥生活，羡慕吗？来吧，不必客气。扬声快上莲台，我们今日要游上清宫，再拜谒灵宝天尊。扬声，好的，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祭佛，已到上清宫。扬声下莲台。扬声，刹那之间，上清宫果然已浮在眼前，36天罡72的煞之毫光，仍然回转不停，我感觉有些目眩。祭佛，要镇静精神，不可心慌。扬声，是。现在心境已较为平稳了，
参叩灵宝天尊。天尊免礼。二位今日再来上清宫，甚表欢迎，前次你们来此，因时间匆促，只将36天罡7小二地煞概略引证，尚未将到。法阐述，今日吾将阐化灵宝大道，以度化世人，吾带你们到旁边观殿观看。扬声感谢天尊。来到旁边大殿，只看殿上书有灵宝还原4大字，辐射金光，但不知其意如何。天尊，你稍等就知一切。扬声进入殿内，空无所有，如水晶玻璃一片透明，毫无边际，空空如也。天尊，你眼神未清，吾略未取杖，就可看清一切了。扬声，天尊在我面前一扫浮尘，突然面前景色全变，只见一粒白光蜘蛛在我眼前飘飞，珠光灿烂，好像在快速旋转，不知这是何物。天尊，哈哈，此乃你之元灵，天灵灵的灵灵，人灵灵也，三才。若无此气，则天堕的崩人灭。真灵至宝至贵，故称为灵宝。天上日月星，地下水火风，人生精气神，就是三才至灵之宝，故无主掌先天道法，而由太上老君施法。人兼用法者，必拜请三清，而人之做法要灵者，须集中精神，天清的凝人方能灵也。事关天灾的变之时，人怎能安宁？故法度之行，贵在心神至诚至切。三清对四正，而天地灵气贯通焉。伏法之妙在胆，大胆法强，小胆法弱，无胆法空也。扬声，伏胆用法是否可传授几招？天尊，哈哈，免也。用好心，安好胆，此伏就是中心一胆，胆大包天，其妙法自无边无尽。扬声，原来如此，心法实在妙用无穷。天尊，众生大都不陪心地，学法者美哄高傲，唯我独尊。有者同道极度斗法或贪财，好淫而不按法节，乱施法力，招邪害人，违背祖师教规。此等之人，死后必照誓愿堕落地狱，受天罗地网之气，施于苦行，或转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等类，以遭恶报。如能按法节施法救世济民，应守十戒：一、不杀，莫贪口腹；二、不淫，莫犯人妇女；三、不盗，莫取非义财；四、不欺，言语无妄；五、不醉，常思进行；六、宗亲和睦，无有非亲；七、见人善事，心住欢喜；八、见人有忧，助为作福；九、彼恶加我，不存报复；十、心怀众生未得道，则我道不成。如能坚守以上戒规，不论学道学法之人，皆能正果成道。今指普度佳期，众生须闻道、修道否？
则一师家机后悔已迟。吾特诵记曰：九幽考对无闲日，昼夜常闻受苦声，皆由前生不念善，死后相牵入铁城。牛头本自无情者，狱卒何能有慈行？铁丸炎炎冲击内，铜鸟飞来啄眼睛。冤家愤主无头属，一一愁还夜报明。生时不肯亲三宝，死后何能免九幽？一堕无名长夜狱，千年不悟死生由。铁床昼夜常如火，剑树既条不识秋。啼哭众生并恶鬼，愿增狱卒与牛头。刀山冷林伤手足，炉炭炎炎惨酷人。18000劫无归日，纵出还生狗猪身。为人不肯行方便，做鬼何缘有善因？此事三途八难处，忧悲苦恼向谁陈？一念幻身并虚假，四大五体本非真。360岁骨节，皮肉合成脓血身。念念无常恒不住，朝夕烦恼乱心神。父母妻子全相继，兄弟姐妹少时因。一朝气断归空去，百骸烂坏总成尘。纵有男女头边哭，终难救拔免沉沦。各自勤修今日善，慎莫留财富后人。祭佛，天尊一席话，令杨生听得悲从心起，落泪不止。世人听了，天尊警示寄语，凡有写信者，相信都会感触良多吧。是此能不早日修道，非升天堂吗？天尊，吾将引导杨善生园林还原。杨生果然眼前明珠，已不见行踪。天尊，你心中也有一位灵宝天尊，人知园林即是天尊，故言万法由心所生，人遇困难，未渡难关，必想办法解决，故云法由心生。心正则法正，可以护己养道；心邪则法邪，可以害人败德。世人求法往往不得法，求道往往不得道。有云：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亲。这就是得道道法象征。故吾劝世人，切勿不修道德，而妄求神通。法术如一伟大之人，虽其本身无法无术，自然旁边跟随护卫保护，此即是护法。学道亦是如此，只要艰辛修道，忍耐磨考，但功德增添，火候热度充足，自然无魔净身，还可引火归元。杨生，何谓引火归元？天尊，修道如炼火后，热气蒸发上升，轻轻归元，若心智不坚，火候冷却，似冷气下降而堕落。为普度众生，吾今特登台述说。灵宝定观经，以传世人。祭佛，感谢天尊为众生说法，杨生俯伏静听。杨生，遵命，俯伏静听天尊说法。百分之。天尊，
灵宝定观经。夫欲修道，先能舍事。注：修己之心，名为修道；一切无染，名为舍事。外事多觉，无语无心。注：六尘为外事，须远离也。六尘者，色、声、香、味、触、法。更不染者，名为多觉。心净两忘即无烦恼，故名无语无心。然后安坐，内观心起。注：诸烦恼既去，则坐立时安。若觉一念起，必须除灭，勿令安静。慧心内照，名曰内观；漏念未除，名曰心起。前念忽起，后觉则随，心既灭，觉照亦忘，故称除灭。凡心不起，名之为安；觉性不动，名之为静，故称安静。其次有贪者，浮游观想亦尽灭除。注：众心不起，妄念希望，妄想不生，何曾有贪者？故曰灭除。昼夜勤行，须臾不替。注：昼之严禁，夜之严构，构尽两忘，日夜勤修，无有间替，故名不替。唯灭动心，不灭照心。注：妄想分别，名曰动心；觉照趋之，故名为灭。慧照常名无有。空间，故名不灭照心。但宁空心，不宁住心。注：专注曰宁。不起一切心，名空心。一切无执着，名之不宁。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注：若取一法，即名住相。心不取法，名为不依。现而常寂，故谓常住。然则凡心造尽，其次初学习心甚难，或习不得，暂停还失。注：言习性烦恼虽可灭除，初学道者定力未成，除之甚难。若暂停用功，则又失之也。去流交战，百体流行。注：心起染尽，尽来牵心，心尽相染。欲念与道念难分难舍，故名交战。妄念不息，百非自生，名曰百体流行。久久经思，方乃掉熟，物以暂收不得，遂废千生之业。注：定心不起，则气真长；一念不收，千生之道业遂废。修道如煮菜，火候不至，盐糖未掉，其味不佳，然不可就此作罢。必待纯熟，则美味可口；否则自暴自弃，千生万劫，道业休矣。少的净己。注：初的清净，正慧未生，故曰少的净己，则于行立坐卧之时。注：行立坐卧乃四威仪之时也。涉世之处，喧闹之所。注：见一切诸相，为杀世之处，起一切诸心，名为喧闹之所也。皆作意安。注：习乱归寂，名为作意。恬淡的所，名之为安也。有事无事，常若无心处。处静处喧，其志为一。注：有无双浅，既用俱忘，万法不二，
明之为一。若数心太急，则又成病，气发狂癫，是其候也。注：偏心直径名曰数，心外见相，名为癫也。言修道收心，不可固执性急，在则病也。心若不动，又须放任，宽急的所。注：从定发慧，名曰放任。定慧其容，名曰的所。修心之道，须收放自如也。自恒调适。注：定多急于，慧多急狂。定慧等用，名曰调适。治而不着，放而不动，处宣无恶，摄事无恼者，此是真定。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空而常用，用而常空的本源寂，故谓真定。不以摄事无恼，故求多事；不以处宣无恶，强求就宣。注：习性陈劳，常须治愈，不可纵意，自寻烦恼。以无事为真宅，有事为应机。注：见本性空寂，无吵闹烦恼，故谓真宅。会用无边，有事皆通，故谓应机。若水镜之为见，则随物而现形。注：本心清净，犹如水镜，照用无碍，万众俱现，名为现行。善巧方便，唯能入定。注：诸法性空，即魔所起，故谓入定。慧发迟速，则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则伤性，伤则无慧。注：急求之见，真定乃亡，贪着诸相，心性自伤，故云无慧。以自然而体道，道自生也。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注：心体寂静，妙用无穷，所发是谓真智慧。慧而不用，实智者愚。注：了魔分别，明之不用，韬光晦积，故曰若愚。修道有大智，若愚风范，方算道家。一资定慧，双美无极。注：既照其容，动静自如，故云双美无极。若定中念想，多感众邪，妖精百媚，随心应见。注：若以心求相，诸相应身，一切邪魔尽来扰乱。所见天尊诸仙真人是其详也。注：若见诸天尊仙真神相，虽是吉祥，但不可取者。唯令定心之上，豁然无负；定心之下，旷然无机。注：前念不生，故云无负；后念不起，故曰无机。旧业日消，新业不造。注：宿习并进，名曰旧业日消。更不起心，故名新业不造。魔所挂碍，窘脱成龙。注：一切无染，故名魔所挂碍。解脱无系，故云窘脱成龙。行而久之，自然得道。注：智照不灭，名曰行而久之。气理合真，故云得道。夫阳道之人，凡有七候。注：得道者，心现出七种象征。一者心得定，一觉诸尘漏。注：心得清净，
诚念尽之，故曰觉诸尘漏。二者速疾朴消，身心清爽。注：真气合于一息，故即尽抽，体道合真，身轻不老。三者田夭损，还年复命。注：骨髓坚满，故田补夭损，驻颜不变，名为还年复命。四者延数万岁，名曰仙人。注：长生不死，延数万岁，名边仙路，故曰仙人。五者炼形为气，名曰真人。注：的本来元气，故曰炼形为气。正性无伪，故曰真人。六者炼气成神，名曰神人。注：真气通神，阴阳不测，故曰神人。七者炼神合道，名曰至人。注：真神气道，故曰至人，又称金仙、如来。其余见立，随后一名。注：见立者，常照不息也；一名者，明明不觉也。道力越强，火候越明显也。的至道成，慧乃原备。注：若了本性，得道成真，智慧圆明，万法具备。若乃久学定心，身无疑后，促灵慧直，色谢方空，自云慧觉。又称成道者，求道之理，实所谓然。注：通神合道，则道真成，心或身亡，不离生死。希深经云：是故失身本，焉能知道源？故学道者，久无现出一种真厚表，是其功力未至，日月逝矣，年龄增长，色身衰败，自称慧觉。成道，实皆非也。故当把握光阴，勇猛精进。颂曰：志起生于静，火发生于源。各具真种性，成流失道源。起心欲习之，心起之更繁。了知性本空，知则众妙门。阳生叩首谢天尊垂赐宝经，耳闻真经，若有所得，心神为之清爽。天下众生又多一真经可以为见了。天尊愿天下学道者，皆能学此定观经，尤其习定学尽者，更应。默诵，自可以入定通真，有不可思议灵验，切勿轻视之。吾在代杨善生参观灵修殿，听灵宝高真说法也。杨生：好的，感谢天尊引渡。灵修殿内果然不凡，殿中广阔，高真甚多，每人全身都会发光，脸上都充满着慈祥。请问这位高真，不知您如何修成今日之果位？金仙：善哉！我成道已有100余年，生于四川人氏，幼时双亲均没，故四处教化，但我心不贪，七分饱而知止。一日栖息于一道观，蒙圣德大师收我为徒，传道授法，经过10余年之苦修，层层磨考不退，而有今日之成果。杨生，是否可将您修道过程详述之，以供世人参考？金仙：红尘之事，我一不过问，不想多言。天尊，为度世救人，请您说明吧。
金仙，好好，非我不辞，实是世人难渡。想起我修道过程，坎坷不平，历尽沧桑之苦，时而清水，睡而木床，有时参玄运功，入定出神，经月不醒。亦曾患病不愈，体生疮癩，被师遂出门外。奄奄一息，然道治不便，后师赐灵丹，而赖疮结疤痊愈，恢复如初。一次因显神力治病，求治者日以成千，被官府以获名聚众逮捕入狱。我于狱中跌坐入定，悟知此乃历劫累积之罪业，未必因思牢狱，必及杨氏枷锁以消之，故无怨恨之心，狱中尽心忏悔往业，以修来功。半年之后，因查无罪证，始被释放。一日，暮归途中，遇一绝色女子挡路，自愿拜我为师，以求因。杨双修所言尽皆淫荡挑逗之语，体态迷人，深情款款，我言辞拒之，不为所动，虽其百般纠缠，我仍道心坚定，其无奈竟自远去。后觉此乃色魔考验，庆幸过关，不至沉沦爱欲情海，修道者慎之。凡遇此境，只有作幻声响，粉白带绿，美丽红妆，尽皆迷人耳目，杀人利刃。有记云：修心先作如是观，色相皆幻有何贪？四大假合无常现，苦苦连天出世难。可不谓之。凡修道者，患难必多，乃在消去三世业障，故当存欢喜接受考磨。劝世人修道，遇磨难病苦，或身家变卦，切勿退志。一旦气馁，则磨圣道败也。我修志业消障除，发现自我园林，脱壳飞升大罗仙境，至今逍遥无尽，与各金仙互参道光，永不转轮。祭佛，因时刻已到，我们师徒将回堂，感谢天尊及诸金仙之说法。天尊，送二位回堂。扬声，叩谢天尊及众仙真，告辞了。祭佛，圣贤堂已到，扬声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9第9回由玉虚宫听元始天尊说法。济公活佛降，遂赐己未年8月初3日